原本死了的林锦绣突然坐了起来。成了，冲喜成功，小王爷的命保住了！快去通知皇上！法师们一拥而散，躺在地上的林锦绣根本就无人理会。林锦绣整个人看起来有些呆滞，因为刚刚解除了死亡危险，脑海里面却是冒出了奇怪的剧情。他没有重生，而是穿书了，穿到了一个和他同名的可怜女人身上。林锦绣原身本是侯府的大小姐，只是因为母亲生她难产而亡，父亲祖母皆视她为不祥。出生之后，她就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，好不容易浑浑噩噩的长大，以为嫁人可以远离侯府，结果萧王回来了。萧王是重伤垂死回来的，当今皇上念在他为大周立下过汗马功劳，找了许多大夫医治都没有效果，无奈之下找来萨满法师给他找人冲喜。原本选上的人是林锦绣继母的女儿，却在嫁人的时候被人给淘汰李江送来冲喜来了。系统在吗？我是想要重生回到我自己的时代，不是这样的重生啊！你以为我把你送到这具身体里面容易吗？我想回去也可以，但是需要功德，只要有足够的功德点，我才有能量送你回你的时代。功德，所以我只要在这个世界赚取足够的功德，就能回去了，回到那个男人背叛我之前，回到我的哥哥为了救我而死之前。是这样的，没错。所以为了回家，加油。那我可以重来，为何原身不行？原身只是不甘心，为何他过得不好，却不留恋人世间？你有心为他报仇就是。至于你如何获得功德嘛，看到躺在那边的那个男人了吗？是这个世界的气运之子，未来龙袍加身的男人，只可惜太过儿女情长，一代枭雄因此没落，这个世界也混战了几百年。我们的出现就是纠正这一点。你成为他心尖上的女人，让别的女人无法伤害他，辅佐他登上帝位，就有大功德，你就能回家了。我把这个世界的剧情传送给你。林锦绣在脑海里面过渡了一遍剧情，然后就来到了床边。床上躺着的江千虫脸色苍白，尽管如此，那宛如精心雕琢的脸庞棱角分明，带着强烈的压迫感。不愧是枭雄啊，只可惜啊，死于小青梅之手。江千虫醒了。你王爷，妾身是林锦绣，是你的冲喜王妃啊。实际上江千虫听到了这句话，江千虫的小青梅就是这么娇柔造作的说话的吧。男人呢都好这口，也不怪人家说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，就是不知道被小青梅弄死之后，他的鬼魂还风不风流。江千虫摇了摇头，觉得自己可能是魔怔了吧。眼前之人明明只说了一句话，为何他觉得好吵？还有什么小青梅，还死于小青梅之手？王爷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这人不说话是有毛病吧？看着我做什么？老娘脸上又没有花。江千虫的嘴角抽搐了一下，哼，这个女人还真的很会做戏。就在此时，一群老弱妇孺直接的就冲了进来，将原本在床边的林锦绣瞬间被挤出去老远。儿啊，你可醒了！孙儿，你都不知道祖母有多担心你。一旁的林锦绣听得好笑，哼，担心？听着都好笑。这群女人都在这里争表现，江千虫也是可怜呐。这么多人里面，除了他亲娘之外，压根就没有一个真正关心他的人，都是怕他死了，自己的日子就难过呀。反正不着急，再过3天，流放的圣旨就下来了，到时候江千虫就能一一看清楚这些人的嘴脸了。堂堂异姓王啊，可怜呐。林锦绣在心里疯狂吐槽，这密集的声音盖过了这一群女人，江千虫想要忽视都难。这个女人在可怜他，虽然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，但是大概也能猜到，他能听到这女人的心里话。3天之后，萧王府会被流放，这女人知道未来发生的事儿，不管如何，未雨绸缪定是要的。3天还有时间处理，这群女人假情假意，她未必不知道，只是留着总归是有用的。祖母、母亲，你们都先回去吧。出去的时候，老夫人还看了一眼林锦绣，特意的吩咐了声：“你要好好照顾王爷，知道吗？”林锦绣蹙眉，老夫人的语气她很不喜欢。没有记错的话，她是王妃吧？除了王爷之外，她应该是这个府邸权力最大的人才对嘛。算了，这老太太马上就要流放了，也不跟她一般见识，干脆不理会。
一旁的王妃倒是个记恩的，毕竟是林锦绣吞金充血，才把儿子的命给救回来的。母亲也是一片好意，你去照顾王爷吧。老夫人不满意的哼哼一声，直接就离开了。林锦绣在心里翻了个白眼儿。有的老人吧，年纪老了是可爱，有的老人呢，就是可憎。王妃娘娘，奴婢过来送晚膳。出去吧。怎么王府的丫头胆子都这么大的啊？当着我这个王妃的面都敢勾引王爷了，还好是要流放了，要不然的话，这王府我肯定是待不下去的，更别说做什么江千虫的心奸人了。这话说回来，江千虫不是喜欢那种娇娇柔柔的造作女人吗？我的表现难不成还不够温柔？亏得我嗓子那么痛，还开口出声的，也看不出来江千虫对我是个什么态度呀？把我晾在一边，这算是个什么情况呀？林锦绣头疼不已，一旁的江千虫却是觉得很有意思，能够听到别人的心声。这女人只是压低声音说话就叫温柔了吗？还真的是委屈她了呀。目前看来，这女人对我应该没有恶意，而且还为了救我拼命，就凭着这一点，肯定会给她脸面的。只是做我心尖上的女人，怕是还不够格。王爷，这女人要表现温柔，那江千虫就配合她。谢谢王妃。林锦绣露出一抹温柔的笑，心中却是发出了土拨鼠的尖叫。帅哥对我笑了，今晚奖励自己什么呢？那就奖励自己一座侯府吧。江千虫眼中闪过一丝茫然，什么叫奖励自己一座侯府呀？王爷，要妾身伺候你休息吗？王爷呀，你快点睡觉吧，我还要出去拿自己的奖励呢。江千虫咳嗽两声，决定还是配合他。王爷要休息了，王妃今晚就住在隔壁的房间吧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林锦绣表现得有些失望的开口，妾身是想要照顾王爷的，不过妾身还是听王爷的安排。不错嘛，帅哥，你是个上道的，知道我一个人睡觉更方便行动嘛。那王爷早点休息，妾身出去叫江一来照顾您。不等江千虫表态，林锦绣就飞快地出了江千虫的房间，叫了江一去值夜，然后自己则是钻入了隔壁的房间内。喂，筒子，我的空间恢复了吗？已经恢复了，和你之前用的一模一样。林锦绣很是满意，就知道系统有这个本事。她的空间是上一世自带的，和灵魂绑定，里面的空间无限大，能够装很多东西，还有灵泉水。他打算给自己的奖励就是今晚上去搬空侯府，从空间里头找出来一件夜行衣。侯府啊，宝贝呀，我来了。他却不知道，他前脚刚走，身后就跟了个小尾巴。林锦绣顺着原主的记忆来到了侯府。原主从小就在这里长大，但是却只是长在属于他的小院子里，人人可欺。选在这里作为第一个，何尝不是给原主出口气呢？先让这一家人破财。系统传来了侯府的宝藏位置，但凡是值钱的，林锦绣都去光顾了一遍。第一个地方就是去的仓库，原主的母亲家世不错，陪嫁自然也是不错的，都堆积在仓库里头。原本她出嫁就该陪嫁的东西，此时却好好的放在这儿。把原主去送死，还昧些原主的东西，是打算给自己女儿当陪嫁吗？想得美，现在都是我的了。林锦绣伸手直接收，但凡他的手所过之处，这里的东西全都进入了林锦绣的空间中。收完了金银珠宝，还有其他的呢。于是林锦绣开始了挨个院子的忙碌，先是偷偷进去，一根银针把熟睡中的人变成昏迷，然后直接连衣服带床一起收进了空间里。林锦绣做完一切，又悄无声息地朝着萧王府回去了。等到林锦绣回到自己房间之后，小尾巴这才进了江千虫的房间，开始汇报。王爷，王妃刚刚回去侯府一趟，进去差不多有1个半时辰才出来。你没有跟进去？属下只是远远的跟着，看着王妃她好像去了每个人的院子，就是进去转了一圈就出来了。或许王妃是想念家人了。江千虫有些好笑的瞥了一眼江一。你查到他的资料了吗？王爷，反馈回来的消息，王妃不是侯爷的嫡次女林锦瑜，而是嫡长女林锦绣。林锦绣在侯府生活的好像并不是很好，毕竟有了后娘就有后爹，但是不知道原来王妃这么厉害呀。一个无人撑腰的女孩子在侯府这种地方能够活下来，当然不是良善之辈。先看看明天侯府那边传来的消息吧，还有宫里的消息可证实了。证实了，王爷，你冲洗成功。皇上表面开心，奖赏了那些萨满法师，实际上却是将那些萨满法师都给杀了。这么看起来，皇上确实不是真心想要让我好起来的。
你安排人尽快去边境好好安顿好我们的人，还有带人去路上接应。皇上应该还不敢杀我，大概率是流放。从林锦绣那里知道的流放，但是江千虫不敢肯定，只是做未雨绸缪的准备罢了。侯府失窃了，甚至过分的是，连穿的衣服、睡的床都给搬走了。江千虫听到这个结果的时候，也是呆愣了一下。所以林锦绣说的奖励自己一个侯府，是指把侯府的全部财产都搬光。这女人也太牛了吧！可是她就进去1个多小时，能够把东西都存放到哪里呢？这个女人有秘密。王爷，喝粥，这是妾身一大早亲自去厨房熬制的。嘴里说了什么，倒是没有注意听，心声却是听得一干二净。快吃吧，我可是熬了小半个时辰呢，乖乖吃了，身体就能够康复哟。这种好东西啊，一般人老娘才不会给他吃呢。算你运气好，谁让你是我的任务对象呢？任务？对我好是任务？是谁布置的任务？林锦绣是彻底引起了江千虫的兴趣了。反正能够听到他的心声，把人留下来，迟早能够发现的。谢谢。林锦绣听到这声谢谢，又开心了。今天他跟我说谢谢了，奖励自己什么好呢？皇宫有钱还是国库有钱啊？正在喝粥的江千虫听到林锦绣的心声，整个人都傻了。这女人当真是胆大包天呐！昨天偷了侯府，不安分一点，居然还在打国库和皇宫的主意。他以为皇宫是什么地方呀？能够随便去留的吗？算了，国库吧，发现的晚一点，才好对皇宫下手。江千虫人都已经麻木了。这女人是疯了吧？王爷，听说妾身的娘家出事了，被脱光了，要不送100斤粮食回去，给妾身的娘家救救急？虽然是在询问，心里却是在催促。快同意呀，快同意呀！老娘要回去看戏，老娘要回去羞辱那些人啊！江千虫直接无语，养这么个女儿，也是侯爷应得的报应啊！100斤粮食会不会太少？要不多一点？话还没有说完呢，就听到林锦绣的吐槽。我说，你粮食多的吃不完了是吧？你吃不完拿去喂狗呀？干嘛要拿去喂那些连狗都不如的人呐？这女人的反差这么大吗？到底是怎么撞进去的呀？果然是我心情还不够，得多训练了，才能做到万事面不改色。那就听王妃的，王妃你别哭啊！明明是在骂他，偏偏脸上还要装成个哭的样子。王爷，你对我太好了，可是100斤粮食已经够吃很久了，我好几年都吃不到侯府100斤粮食呢。够了够了！江千虫突然就很想去看戏了。王妃，本王陪你回去吧。啊，这人陪着我回去干嘛呀？这会阻碍我的发挥的呀！听到他的心里话，江千虫越发觉得那必须要回去看看。王妃为了本王都甘愿舍命冲戏，只是陪王妃回去娘家一趟，应该的。江一，准备一下出门。江一觉得吧，自家王爷对王妃是上了心了，这也是好事情，于是很快的就出去找了个轮椅过来。林锦绣看着轮椅，直接就傻了眼。什么呀？那个大佬把轮椅都弄出来了。好了，这下子这个变鬼王爷是无论如何都得去的了。见过王爷。王爷恕罪，奴才失礼了。是失礼了，出来的人应该是还没有分到衣服吧？这还穿着睡衣呢。林锦绣在心里狂笑。哎呀，不行了，我都已经快要忍不住了。侯府里面的人是不是都是这个样子呀？我要进去看看。爹，我回来了。听说侯府失窃了，我求了王爷，送了100斤粮食回来，应该够您吃一段时间了。侯爷的脸色瞬间变得十分难看。这个林锦绣果然是上不得台面的。爹，你怎么了？你看起来不太高兴啊？吃100斤粮食太少了吗？不应该呀，爹不是说100斤粮食不够把我养大了？我长这么大都没有吃够100斤粮食呢。这可是爹爹亲口说的，也是为了回报爹爹的100斤粮食的恩德，又加上卓氏倾慕于王爷，我才愿意代替锦瑜妹妹嫁过去的。好在上天都觉得我和王爷很般配，让王爷活过来了呢。对了，爹爹，为什么侯府都被偷了？被偷了什么东西呀？昨天我出嫁的时候，可是什么嫁妆都没有拿呀。哼，让人家好好看看吧，偷偷把大女儿送去送死，还不给嫁妆。我就算是要离开这里，也得先把这家人的名声给搞臭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个傻叉侯爷还不知道冲喜的内情吗？这一次的冲喜，皇上可是千挑万选选的林锦瑜那个克夫女的。
能够一下子冲死江千重，结果就因为侯爷疼爱女儿，把林锦绣给送过去了。结果他来了，江千重活了。这件事情要是传出去，皇上肯定会找个由头弄死侯爷。侯府这是要完了呀！爹爹，你赶紧收下吧，王爷身子不好，我要回去好好照顾王爷了。王爷，你说是不是呀？您累了。说着还冲着江千重眨巴了一下眼睛。江千重心中好笑，算了吧，再配合他一下。岳父现在缺粮，这100斤粮食比起岳父养大王妃的粮食还多出来一些，足够偿还你对王妃的养育之恩了。回吧。萧王是什么人呐？他的话肯定是没有错的。养自己的女儿从小到大没用100斤粮食，那林家大小姐是怎么活下来的？这之前的日子怕是苦到不敢想吧。侯爷想说什么，终究还是不敢，只能收下了这100多斤的粮食，默认是王妃娘娘还了侯府养大她的恩情。林锦绣很满意，在心里倒是夸赞了一下江千重，王爷还真是个好人呢，从头到尾一直都在配合我呀，就是因为救命之恩嘛。难怪童子说这个家伙容易在女人身上栽跟头，还挺傻的嘛。变贵王爷的称呼之后，我又有了新的称呼，庭审的夫人。林锦绣这个女人真的是多变了。王爷，妾身能不能在街上逛逛呀？这可是古代的街道啊，真的好想去逛逛，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呀？江千重有些诧异。什么叫古代呀？听不懂。但还是同意了。你想去就去吧。王爷，您真好，我今天晚上给你炖鸡汤。炖鸡汤可是我的拿手绝活啊，这男人喝了之后肯定会对我死心塌地的了。毕竟老话不是说了吗？要抓住一个男人的心，就得抓一只鸡先抓住一个男人的胃，把他的胃口养刁了，以后就再也吃不下去别人做的饭菜。看你还怎么离开我。林锦绣得意洋洋，准备在心中实行自己的计划，却不知道他的计划都被江千重听得一干二净，甚至还有些无奈。本王又不是重口腹之欲的人，真的一点吃的而已，没那么重要。其实江千重陪着林锦绣出来逛街还是有个目的的，他在释放一个消息，他萧王回来了。皇上因为他能活下来的消息，就杀了那些萨满法师，想来接下来是会有动作的。林锦绣在街上玩够了才回家了，回去之后就钻到厨房里头去了。说好要熬鸡汤给江千重的，我当然是说到做到的嘛。王爷，妾身熬的鸡汤好了，快喝吧。哈，男人拜倒在我的鸡汤美味之下吧。其实我很想拜倒的，因为味道真的很好，但是这个女人真的是让人很无语啊。憋了又憋，才没有笑出声来。江千重忍着笑，把鸡汤给喝了。多谢王妃，你辛苦了，回房去休息吧。好的，王爷，你也早点休息。嘴上甜甜的说了一句，但是心里已经开始咆哮了。狗男人，吃了我的，喝了我的，居然都不夸赞我，应该夸赞好吃的嘛，辛苦个屁呀！系统也是无语了。那个宿主，商量个事儿呗。你也太表里不一了，我都一直盯着你，有些不习惯。而且你心里的话好多呀。哼，那是因为你不知道我憋了多久，浑浑噩噩的，终于能说话了。还要在那个什么王爷面前装成温柔小白莲，我心里话不丰富一点，你想要憋死我吗？再说了，我心里话多，你憋着不听不就行了？我要睡觉了，到点叫我起来啊！我还要去脱国库呢，那些宝贝在等着我呢。系统无语，算了吧，自己选的宿主还得自己宠着。好，林锦绣这才笑眯眯的去睡觉，早点睡，半夜好干活。哎呀，金灿灿的金子呀！国库里面都是金银珠宝，还有各地上贡的好东西，发财了，暴富呀，真的是一夜暴富。我觉得这点钱用来建国的话真的不多，可别忘记你的任务呀，要帮助江千重当皇帝的，这点资本不够啊。你能不能不要扫兴啊？明明有着巨额财产，现在却告诉他这个财产他也只是暂时保管，这不得要了他的命啊！就因为这个原因，第二天的时候，林锦绣端着熬好的稀粥来给江千重吃的时候，对江千重都是一脸的怨念。江千重啊，你怎么命这么好呀？我这段时间拼死拼活，像个贼一样到处去偷东西，就是为了养你，我容易吗我？如果你以后还死在那个小青梅手上，我还不如现在就弄死你呢。系统有些无奈，你在干什么啊？态度好一点嘛！你别忘了，你可是要成为他心尖上的女人，怎么能一脸怨气的看着他嘛？你怕他死在别人手上，那你就努力抓住他的心嘛，让他心里只能看到你。什么小青梅，就是女人也来一个踢走一个呀！你看他对我那么冷淡，
都不跟我贴贴，也不跟我一个笑脸，我什么时候能够攻略他吗？林锦绣简直是从牙缝里头挤出来的笑容，声音娇柔的开口：“王爷，前世熬的粥好喝吗？”江千虫将林锦绣和那个什么看不见的系统对话听得一清二楚，感情是因为他一直对林锦绣表现的冷淡，他有些发飙了。不过什么叫为了养他到处偷东西啊？好喝，辛苦王妃了。王妃为了本王这么辛劳，要不本王给你买个玉镯子？林锦绣又在心中狂怒，哼，一个玉镯子就想打发我？老娘给你偷了上千个玉镯子呢，老娘是想要贴贴嘛，竟然成了你的心尖宠啊！谁要什么玉镯子了？心中疯狂吐槽，脸上还要一脸感激的开口：“谢谢王爷，王爷你真好。”这娇柔的语气，还有那娇媚的脸庞，老娘想吐啊！江千虫原本还有些害羞的思绪，在听到林锦绣的心声之后，硬是忍了又忍，才没有笑出声来。这个女人真的是太好玩了呀！不过贴切到底是什么？如果不太为难的话，倒是想要成全她。只可惜没人给他解惑。王爷，圣旨来了。什么呀这？3天过得这么快吗？这抄家的圣旨就来了？萧王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萧王江千虫在边关作战，罔顾圣意，即日起夺取封号，贬为庶人，抄家全家流放，钦此。王爷接旨吧。这圣旨下的还真的是莫须有的罪名，罔顾圣意，谁知道圣意是什么？还不是由皇上说。江千虫的眼中闪过一抹寒意，被林锦绣这个女人给说中了，还好他已经暗中布下后手。林锦绣倒是无所谓，反正他有东西嘛，一路上饿不死。可怜的人也不是他呀，王府其他的人却仿佛是天都塌了一样。江千虫接下圣旨的那一刻，就有士兵冲了进来，开始去搜索王府的东西。公公，没有东西，整个王府连厨房都没有一点吃的。林锦绣心里得意洋洋的声音又响了起来。哼，开什么玩笑啊！我个男人辛辛苦苦打下的钱财，当然是给我了，怎么可能给那个狗皇帝呀？昨天晚上老娘激动的睡不着觉，就把整个王府的东西都装在空间里头了。你们今天抄家，要是能够在王府找到半颗金子，我头剃下来给你们当球玩。江千虫想到了林锦绣狠，但是没想到他会这么狠呐，居然连半点东西都没有留下。王爷，能给个解释吗？虫儿你怎么样了？公公，求求你帮忙找个大夫吧。老太监哼了一声，没有找到东西，那叫一个生气。把这里的奴婢和奴才都带走，还有你们准备一下，都走吧。江侍卫，跟咱家走吧。公公有所不知，我是自由身，不是王府的奴才，所以就算王府被抄家，也无法买卖我是自愿跟着王爷的。哼，把人都赶走，给江千虫套上枷锁。这是恼羞成怒了吗？这林锦绣就安静地扶着江千虫，不哭不闹的，实际上是在给江千虫把脉，心里还有些疑惑。这不应该呀，为了这家伙能够撑得下去，这2年可是给他狠狠补了的呀，怎么会被气得吐血呀？等到把过脉之后，原来是装的。这男人什么情况呀？江千虫听着林锦绣的心声，想要瞒过自家媳妇儿，真的是太难了呀。我家主子已经重伤了，还带枷锁，你想要我家王爷的命吗？这个咱家也不能做主呀，都是皇上的意思呀。公公开恩啊，我家夫君性命垂危，带着枷锁会死的，实在不行，我替我家夫君带，可以吗？公公，妾身也愿意为我儿带枷锁，还请公公成全。本来萧王府抄家来看戏的人就多，还是以这种莫须有的罪名。林锦绣这么一喊，声音又大，外头不知情况的人还以为是老太监在欺压萧王呢。皇上只是让我家夫君成为庶人，没有杀了我家夫君。公公，你是想要逼死我家夫君吗？一边说话的时候，一边手指甲狠狠的用力，直接掐到老太监的小腿处。看我不掐你这个助纣为虐的老太监，痛不死你呀！老太监又痛又气，最后才恨恨的开口：把人都赶走，立刻赶走。还好老娘会闹腾，不然这枷锁你今天就得带上了呀。江千虫的心里倒是很感动。江一，快点背着我夫君走啊！老太监被闹得都忘记去追究财产的事情了，直接把人就给放走了。谢谢公公，你真的是个好人啊。只可惜是个命不长久的好人，陷害忠良，为虎作伥的狗东西，该死的！官爷，
能不能暂停一下？我想进去换2身衣裳。放心，你让人跟着我们，我们不逃跑。身着华服赶路的话，只会成为绊脚石。眼下可是炎炎夏日，他想去换身简单的衣裳。其实他里面穿的衣服就是简单的常服，但是江夫人看起来实在可怜。至于后面那群女人，林锦绣才不管呢。那士兵皱着眉头，看着林锦绣递过来的银子之后，眼睛都亮了起来。你速度快点儿，他们拖拖拉拉走得慢，来得及的。还得多亏了那群哭哭啼啼的女人呢。林锦绣带着江夫人进去之后，就找到掌柜的。掌柜的，劳烦来2件好赶路的衣裳。掌柜的看着2人从抄家队伍里面出来的，又看了看外面。你们是萧王府的人吧？萧王爷是冤枉的，我们都懂。等着吧，我去拿衣服。掌柜的很快就把衣裳给取过来，林锦绣和江夫人换上。江夫人身上的东西都被收了，没有钱。林锦绣这个时候开口，解了她的尴尬。夫君，你醒了，快喝点水吧。希望这个江千虫是个聪明的，喝的不是水，也不要声张啊。江千虫听到林锦绣的心声，很是好笑，他又不傻。谢谢。照顾夫君是我该做的呀。老大媳妇儿，你过来，给我捏捏腿。江母皱着眉头，心中有些不愿意。他也走了这么远的路，累得很，哪有力气去给老太太按摩呀？这老太婆就是存心折磨人的吧？祖母，我娘也很累的，还是抓紧时间先休息吧。老太太本来就讨厌林锦绣，现在听到林锦绣还敢说话，瞬间就怒气上头。都怪你这个扫把星，过门几天呢，就害得我们全家流放，你还有脸说话呢？林锦绣的眼里闪过一抹寒意。哼，这个老太婆心思真的是毒得很呢，居然还想给我扣上个扫把星的名头。明眼人都知道王府流放是怎么回事，居然还想怪罪到我头上来。瞬间怒气上涌，想要说什么，就看到一个官兵走了过来。看你们的精神还好得很嘛，还有力气吵架，这就是今晚的吃食，赶紧吃。老太太养尊处优了一辈子，什么时候吃过这种窝窝头啊？瞬间觉得气血上涌，欺人太甚呐，真的是欺人太甚。什么叫虎落平阳被犬欺？在这些人身上体现的是淋漓尽致。林锦绣看着老太太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倒是也没有提醒，而是拉着江母过来坐下。娘，用水泡一下窝窝头，这样好吞咽一些。又从包袱里拿出来一个碗，倒了水，把窝窝头放进去。那王掌柜的倒是好些，准备的齐全，连碗都有。林锦绣的嘴角扯了一下，想什么呢你呀？这个碗是我的。哎，哪有人会这么好心的帮助你呀？这大美人可真的是会想啊。不过她也没有办法解释，只能笑着开口。是啊，以后有机会一定好好报答她。母亲，快吃吧，免得等下又有人过来抢了。这倒不是她胡说哈，而是老太太那边听着这边的眼神实在是太过热烈，所以3两下的让江母给吃了，然后自己又吃了一个，剩下的2个给了江一和江千虫。江千虫倒是不介意，他行军打仗的人吃什么都能习惯的，倒是有些心疼林锦绣。果然就听到林锦绣的心声，今天晚上的刺杀是冲着江一来的，要怎么提醒江一要小心呢？要知道原剧情里面江一可是在这里受了重伤，逃出去之后被小青梅所救的，以后也会成为小青梅的忠实走狗，他一定要打断这件事情。那么如何让江一成为自己的忠实走狗呢？江千虫听完林锦绣的心声，十分的无语。今天晚上有次事，这奸夫不想着躲开，居然只想着收下江一为他的忠实走狗，他到底是不是个正常人啊？还没感叹完呢，就又听到林锦绣的心声。哎，这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呢？刺杀剧情快点来好吧，我好去偷皇宫吧。平白无故的让我受罪，我也不好放过，你们都别想好过，都给老娘当穷光蛋去吧。江千虫无语，这一家伙居然还想着去偷皇宫，走了2个时辰的路，你怎么会的去？在林锦绣的期盼之下，周围的树林终于是稀稀拉拉的传来声音了。来了，他来了，刺杀的剧情他来了呀！江千虫有些无奈。江一，等下自己逃命去吧。江一不可置信地看着王爷。主子，我死也不会弃你而去的。一旁的林锦绣听到动静，偏了偏嘴角。嘿，还真是个忠心的小侍卫呀！江千虫这个没眼光的，愿意为你死的小侍卫不珍惜，居然对小青梅动情，死了也活该。
被念叨的多了，江千虫现在想到那个林锦绣口中的小青梅就觉得头疼。而此时的衙役们终于发现了刺客的存在，有刺客！一下子所有的人都沸腾起来。江家的众人各自奔逃。江爷，快点，你随便背着一个人跑，把杀手给引开。为了你家王爷，你去吧。你们别说话，我去把人引开，等我回来。江千虫的眼神好，在夜色里也是能把林锦绣的动作看得清楚的。这个林锦绣到底是什么人？下手一箩干净，比起对方的杀手更加专业。林锦绣还需要这些杀手们来帮他拖延时间呢。脱离了战场，然后拿出自行车来，疯狂地奔起来。还好一路过来的都是官道，自行车在上头飞驰得飞快，凭他的速度，只花了20分钟就回到皇城。借着夜色的掩盖，穿上夜行衣，走遍了皇宫的每一个角落，将所有的财宝都装在空间里，甚至他搬空了整个御膳房。做完这些之后，天都快亮了，林锦绣这才朝着城外溜了出去。你醒了？江一看着林锦绣还愣了一下。王妃，是你救了我，王爷呢？王爷没事吧？好家伙，古人的忠诚真的是刻在骨子里头的呀。不知道，我把夫君藏起来之后就去引开杀手，我逃了1晚上才逃掉，然后就在路边见到你，把你搬到这儿来了。我是要回去找夫君的。江一听到这话，看着林锦绣的眼神就变得越发尊敬了。一般人逃跑之后肯定不会再选择回去继续流放的，但是林锦绣为了王爷甘愿回去陪着王爷流放。那我跟着王妃一起回去。林锦绣却是摇头。江侍卫，昨天那个刺杀看起来更像是冲着你来的，所以我建议你留在暗处保护夫君即可。江一想了想，好像还真是的。那我该怎么办？林锦绣皱了下眉头，这人怎么这么傻？但还是开口指点了一句：联系王爷的旧部，忠心的那种，带在路上，暗中保护我的夫君。这次的刺杀，这只是个开始，不是结束。江一这才发现，自家王妃好像还是个厉害的角色呀。属下听王妃的。好家伙，总算是还有点脑子。起码这样一来，江千楚的安全又多了一个保障嘛。行吧，你自己看着办，我要回去了，免得时间太久，夫君就该担心了。等到林锦绣回来的时候，已经是天色大亮了。衙役们还停留在昨晚上遇刺的地方，不是不想走，而是受伤的人太多了，根本就没有办法离开。衙役们在附近找了个土郎中过来给大家看病。衙役还在清点人数，那边死了的人有男有女，一共加起来有10多个。失去亲人的人正在那边嚎啕大哭，眼神恨恨地看着江千虫那边的方向。千虫啊，你说锦绣还能回来吗？你以后可要好好的对锦绣，她能为你豁出命去呀。江千虫眯着眼睛，心中想着，他那可不是为他豁出命去，而是开溜了。不过就算是林锦绣一去不回，江千虫也不能说什么，本来就是冲喜的事儿，就让林锦绣死过一次了。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，还是那些萨满法师做了手脚，导致他能听到林锦绣的心声了。这不，林锦绣还没有靠近他都已经听到林锦绣的心声传过来了。对呀，死了这么多人，看样子昨晚上打斗还是很激烈的呀。不行，我得先确认江千虫有事没事，我救下了江一，万一江千虫出事了，那我不得凉凉啊。江千虫听到这里，心中竟是升起了一股莫名的感动来。这个女人还是惦记我的。果然很快就看到林锦绣的身影朝着他飞奔过来。夫君，你没事吧？我可算是活着回来了呀。要把自己搞得狼狈还真的是不容易呀，这不得做成疯狂奔跑1晚上的样子呀。累死我了。江千虫嘴角扯了一下，他很想问，这人昨晚上偷到皇宫到底成功没有啊？当然他不能，他还要装成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。锦绣啊，你总算是回来了，我好担心你。哼，被人追着跑了1夜，也不知道是不是清白的，居然还有脸回来。实际上老太太是在心中怒骂，这个林锦绣也真的是够笨的，能够跑掉居然不知道跑。周末不要这么说话，锦绣是我的妻子，昨夜逃命本就是我无能，才让她遭此劫难，哪能责怪她？林锦绣面上一脸的感动，王爷你对我真好，实际上内心却是，你这个憨皮，你这么说岂不是承认老娘不干净吗？你还不嫌弃，轮得到你嫌弃吗？老娘昨晚上偷皇宫已经很累了，回来还要和这个老太婆打嘴仗，丫的，这老太婆倒是命大呀。王爷不用担心，妾身好得很，不信你看，妾身的朱砂痣还在呢。
林锦绣虽然不受宠，但是这个时代大家族的女子是必须点朱砂痣的。朱砂痣一出来，那老太婆才无话可说了，哼了一声：“哼，看看你养的好媳妇儿，我说一句话，她有无数的话来回怼我，简直一点家教都没有。”林锦绣低着头，偷偷的翻了个白眼儿：“哼，谁回了无数句话？我就只是亮了个朱砂痣而已，这老太婆玩不起呀。还有，你这个憨皮，体贴一点嘛！我都忙了一晚上，要累死了，你就开口让我去休息一下嘛。”江千虫听到林锦绣的心声，这么累，看起来是真的夺皇宫成功了呀。这还真的是个牛人呐。祖母，锦绣她逃命一晚上了，很累的，孙儿就先让她去休息一下。一旁的衙役也在注视这边的情况，忍不住阴阳怪气的说了一句：“都流放了，这个规矩还讲究的挺好，还真的当自己是王府的老夫人呢。”林锦绣觉得解气，老太太却是被气得要死，这就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呀！一个看守犯人的衙役都敢开口嘲讽他们了，直接白眼一翻，气晕过去了。祖母，你怎么了？那个小衙役，你快点让大夫给我祖母瞧瞧呀！小丫头哭得梨花带雨，一张口却是盛气凌人。都到了现在这个时候，还分不出来形势的人，才是真的蠢得无可救药啊！林锦绣是真的累了，走到一棵树下，直接靠着树干开始休息。今天看样子是走不成的，她得先保证自己的体力才好。你叫谁小衙役呢？会不会说话？我是衙役，你是流放的犯人，懂吗？流放的犯人一路上死了就死了，还带命令我做梦去吧。告诉你，乖乖的，不然我手上的鞭子可不长眼睛。你这么好看的小脸，要是被打伤了，可就难看了。说到这里的时候，小衙役愣了一下，看着江雨山，这丫头长得好像是不错呀。没事，这一路上来日方长嘛。江雨山被这个眼神给吓坏了，朝着自家娘亲的背后躲了躲，完全没有了刚才的盛气凌人。一旁的江千虫忍不住心中冷笑，果然是个蠢货呀。衙役离开之后，江雨山朝着江千虫这边看了过来。大哥，你能给祖母找个大夫吗？祖母她晕倒了，不管怎么说，她晕倒也是大嫂的原因，你不能不管。听到这话，这是要把老太太晕倒的事情推到林锦绣的身上吗？刚才还说她是蠢货，现在江千虫觉得不对，这人是又蠢又坏呀。你看我现在能去哪里请大夫啊？我现在就是个废人，连自己走路都不行。江雨山听到这儿，瞬间无话可说，只能将目光盯到林锦绣的身上。还没有开口，江千虫就又道：“江雨山，大夫就在那边，你有孝心就自己去请，不要什么事情都找别人来做。你大嫂刚刚虎口脱险，你别再打扰她了。”听到这话，江雨山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。不过他也不敢过去找大夫，只能回到老夫人身边，坐在身边守候着。这人看起来是有那么一点孝心在身上的，不过也不多。林锦绣不管这些事情，就闭目养神，睡了一觉起来，已经是下午。什么人？不准靠近！我家小姐有话要和江公子说，还请各位差役行个方便。说着，就是一人打少了一锭银子。一个人5两，为了见江千虫，可真的是下血本啊！要知道这个年头，待字闺中的小姐们每个月的月银不过是1、2两银子，也就是说，这些钱都不是小青梅自己的，而是被人指使着过来的。差役们见到了5两银子，倒是一个个的喜笑颜开。对于他们来说，出门能够见到银子，那可都是意外之财呀。行吧，去说说话，快点，我们要出发了。千虫哥哥，能够再见到你真好，你还好吗？我好担心你啊！哇塞，美人垂泪呀，连我看了都要心动啊，更何况是江千虫这种男人了。哎呀，果然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呐。不过吧，你眼神就能够看出来江千虫很不好呀，居然还能够问这么白痴的问题。偏偏江千虫还觉得他好贴心，哼，莫不是脑子都有什么大病吧？这林锦绣真的好丑，还有他那只眼睛看得我觉得很贴心了，明明哭哭啼啼的就很烦好吗？你别哭了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家小姐是偷偷跑出来的，就是担心江公子你吃苦，还准备了不少东西，你们把东西都搬下来吧。东西是带来不少，大部分是粮食，还有些药材，看起来准备的非常丰富。江公子，这些都是我家小姐为你准备的，希望你这一去一路平安。千虫哥哥，你可千万要平安啊！我相信以你的本事，很快就能够回来的。看到这些东西，老太太等人倒是心花怒放呀，一个个的对苏雨柔的脸色好得很。看着苏雨柔，江雨山迫不及待地开口：“还是苏姐姐有心了，准备这么多东西，
明明苏姐姐和我大哥才是天生一对儿，要不是皇上当初非要赐婚，哪里轮得上那个扫把星啊？林锦绣直接翻了个白眼，茶兮兮的开口：“原来妹妹一直对皇上不满啊，怪皇上棒打鸳鸯。那苏姑娘是不是也这么想的呀？怪我嫁给王爷，占了你的位置。”苏雨柔吓了一跳，她哪里敢怪皇上呀？不是，我没有那个意思，林姐姐不要误会，我只是想着，毕竟和千重哥哥从小一起长大的，所以来送送千重哥哥而已。林姐姐，你真的不要多心啊！林锦绣在心里疯狂吐槽：“哼，这话说给鬼听的吧？来送送，确定不是来炫耀的？不是急于过来表现你的地位吗？他们看这里，所有的江家人都觉得你们才是天生一对呀！来给我来施加压力啊！不好意思，你找错人了，姑奶奶我可不在意这些。还有，江千重，你他喵的是哑巴吗？不知道开口确定一下，谁是你的妻子吗？果然还是个憨皮。”苏姑娘，谢谢你来送我，不过我们毕竟没有什么关系，这些东西你拿回去吧。老太太听到这话差点就疯了，她都已经吃了好几顿窝窝头了，甚至是晚上和今天早上窝窝头都没有她的份儿，她都快饿疯了好吧？千重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？雨柔大老远的来送你，怎么能这么伤人的心呢？知道你是为了雨柔好，不想连累她，你也不用做的这么绝情吧？千重哥哥，这只是我的一点小小心意，真的不能收下吗？林锦绣又翻了个白眼儿。收呀，那么多东西啊，不收白不收。江千重这个笨蛋。江千重愣了一下，饶使他聪明，此时也有些看不懂林锦绣到底在想什么呀？明明知道苏雨柔是过来打压他的，还是要让他收下他的东西啊？苏姑娘，我知道你心善，但是我们无亲无故的，着实不能收你的东西。千重哥哥，真的这般绝情吗？小姐，你别哭呀，江公子说的对，他现在已经有妻子了，而且被流放，肯定是不想连累小姐的。一旁的江雨山也赶紧开口：“对呀，苏姐姐，我大哥肯定是为你好，不忍心连累你。老夫人，您平日也对我多有照顾，这些东西就当我是孝敬您的吧。千重哥哥，不管你怎么说，我们之间的情谊肯定是不会变的。我在京城等着千重哥哥回来。”哎呀，有心机的人就是不一样哈。这么一说，好像和江千重真的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一样。哼，笑死！以为老娘会难过吗？不过对于江千重这么没眼光，还是有些叹息呀。看上谁不好，看上这么一个小白花，哼，害得我都要装成江千重喜欢的人。哎呦，烦死了！千重哥哥，喝水。哼哼哼，千重哥哥个锤子，你不死你！真的是好无奈啊！明明我拒绝了呀，为什么林锦绣还是不开心啊？谢谢娘子。千重哥哥客气了，喝吧，喝完咱们好赶路了。哼，还真的喜欢千重哥哥这个称呼呀，以后就这么叫你，阴阳不死你。原来你是在阴阳我，还以为是觉得叫千重哥哥好听呢。那边的老太太突然来了一句：“千重啊，刚才这些东西是你不要的，那就是我们的了，你们不能吃。”祖母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不是一家人的吗？老太太愣了一下，对哈，是一家人嘛。既然是一家人，现在就要听我的。衙役可是不等这家人分的，直接就喊了一声：“船队出发啦！”昨天死掉的人都在这附近埋了，剩下的人带着枷锁的继续带着枷锁走。江千重没有带枷锁，但是他又受了重伤，还是不能走的。赶紧起来，不然打死你！哎呀，我错了，别打了！告诉你们，让你们赶紧赶路，就给我赶紧走，磨磨蹭蹭的也不知道在做什么。哎，这流放的人呢，都是没有人权的。哼，不过这个差役我算是记下了，不把人命当一回事是吧？哼，迟早要还回去。江千重的心里也是恼怒不已，挨打的人好歹是他的族人，但是此时他身受重伤，压根也做不了什么，就连自己都需要林锦绣背着走。那人好不容易挣扎了起来，却又因为速度太快，整个人头晕眼花，又倒了下去。官差觉得这个人在挑衅自己的威严，那叫一个生气。只是这次对方没有求饶，他趴在干裂的大地上一动不动。林锦绣觉得有些不对劲儿，放下江千重。哼，扫把星，你敢去多管闲事，把那个官差引过来打我们，我们跟你没完。扫把星，不准过去！
林锦绣皱着眉头，一把江雨山就朝着那边过去了。差爷，您别再打了，他一直没有回应，肯定是出事了。小夫人会点医术，给他看看吧。官差听到这话，看着地上趴着的那个人，一动也不动，也被真的吓了一跳。行，你给他看看吧。江母有些诧异的看着江千虫，千虫，你知道锦绣会医术吗？你可得看好了，可不能让他受委屈呀。差爷，他死了。死了？这命真是够薄的，既然死了就挖个坑埋了吧。你们两个赶紧过去挖坑，把人埋了，继续出发。被点名的两人不想去挖坑，可是又不敢拒绝，就怕那鞭子落在自己身上来，还是忍着一口气去挖坑了。哎，夫君，他被打死了。江千虫的眼中闪过一抹黯然，随即又是咬牙切齿的开口：会还回去的。一招落难，连个低等的衙役都能够欺上门来了，活活打死人却不用受到制裁。林锦绣却是皱着眉头，心中在嘀咕着，看样子应该多准备一点药了。那家伙刚才看我的眼神不对，怕是对老娘有什么想法吧。江千虫听到这里一愣，刚才距离离得远，倒是没有看到那个衙役对林锦绣的目光。不过要是他真的敢对林锦绣不利的话，我江千虫肯定就是拼死也会保护他的。与此同时，一股香味也传了过来，正是老太太那边传过来的。这个苏雨柔啊，送的吃食居然在里面做了手脚。哼，让这些人吃吧，吃了之后怕是活不了太久了。难怪原书中说这次流放江母死了，这些人到了目的地之后也都死了。江千虫的家人几乎一个不留。哎呀，谁能够想到呀，原来他的家人居然都是被小青梅给毒死的。而此时江千虫的心里已经掀起了滔天巨浪，所以苏雨柔过来压根儿不是来送什么物资的，而是来杀他的。因为他做来的这些食物是送给他的呀，这当真是留得后手了。刺客杀不死的话，凭借着苏雨柔送过来的食物毒死他。哼，看什么看呢？这些食物是苏姑娘送给老婆子我的，你们想吃呀，自己吃野菜汤吧。林锦绣不是能干吗？不是厉害吗？哼，原本还打算看在江千虫的面子上提醒你呀，现在哼，提醒个屁呀！有人要上赶着找死，哼，那我还真的阻止不了。毕竟他现在说了，说不定这群人还会说是他嫉妒他们有吃的呢。大伯母，你一个窝窝头吃不饱吧？我的窝窝头给你了，看我对你多孝顺呀！江千虫的眼里闪过一抹怒意，盯着江雨山。虽然江千虫现在也不能做什么，但是长时间积累下来的威严还是让江雨山害怕的。江雨山吓了一跳，然后赶紧回去了。母亲，快喝吧，多喝点汤，吃窝窝头。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窝窝头是杂粮，吃多了也没有坏处。林锦绣这么想着，自己也咬了一口。不行，太硬了。哎，还是没有办法安慰自己，得找个地方偷偷的吃个馒头充饥才行。夫君，喝点汤吧，喝完了我去看看能不能和官差那边买个馒头过来，毕竟他的手里还是有些银子的，买几个馒头应该不成问题吧。差爷，我家夫君身体不好，再一直吃窝窝头，我怕他身体遭不住，能不能请几位差爷行行好，给我几个馒头呀？放心，我不白拿，我花钱买，可以吗？说着，林锦绣竟是拿出了1两银子来。当然可以的。林锦绣把银子交过去的时候，那衙役还趁机摸了一下林锦绣的手。江少夫人，想要更多的馒头，今晚上跟我走一趟，保证你馒头吃不完，如何？林锦绣是一脑门的问号。这个衙役脑子不太清醒吧？他会为了几个馒头出卖自己吗？简直是做梦！要不是为了维持人设，他现在就想嘎了他。接过馒头之后给了钱，林锦绣只假装自己是被吓了一跳，拿着馒头回到江母和江千虫的面前。夫君，快吃吧。江千虫有些奇怪的看了一眼林锦绣。英子，你也吃。林锦绣面上一脸感动。夫君，你身体不好，你吃吧，我吃窝窝头就行。实际上林锦绣却在心中暗自腹诽。哼，这馒头我可不吃，吃了亏心。几个馒头就想占老娘便宜，哼，干脆弄死算了。吃馒头的江千虫顿时一僵，林锦绣这是被占便宜了，就为了给自己换几个馒头。看着林锦绣的眼神，顿时有些心疼。林锦绣有些诧异的看着江千虫，心中嘀咕：这人这么看着我做什么？好像老娘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一样。江千虫有些诧异，这也不像是被人占了便宜啊，他有些搞不懂了。
夫君，快吃吧。吃了一个窝窝头，又喝了一碗野菜汤，林锦绣也吃饱了。别说从一开始的不习惯，到现在已经很习惯吃窝窝头了。林锦绣过去把锅清洗干净后，又弄了点药材煮水，等到水凉了之后灌到水袋里。姜母有些不解地看着林锦绣：“锦绣啊，这是什么药？”母亲有所不知，这是解暑的。你看大家都着急赶路，天气太热了，中暑的人肯定不少，喝一口能够预防的。林锦绣叹息一声，她只能管姜母和江千虫，其实这些被连累的人好像也挺无辜的。想了想，她又多煮了一些水，来到衙役面前：“这位差爷，你看这天气越来越热了，我这里有一些解暑的药水，各位差爷要不要来一碗啊？”他们是衙役，是押送的官差，谁知道林锦绣送来的东西里有没有其他东西啊？当然是不敢喝的。那些衙役也不管他打什么主意，让他不要过来献殷勤。这些人不喝，早就在林锦绣的预料之中。他又再度开口：“那我能给同行的人喝吗？”官差有些不耐烦地哼了声：“随便他，他们要是乐意喝的话，那就喝呗。”林锦绣这才端着自己熬制的药水来到被流放的人面前：“我熬制了防中暑的药水，有人要喝的吗？”他也不强制，只能随缘了。反正做了自己该做的，这些人如何选择，那就是他们的事情了。这里面有的人是在责怪江千虫的，因为江千虫他们被连累而流放的。你这个扫把星的东西，我不喝。神他喵的扫把星啊，什么话呀这是？人家好心来送水。一个人说着接过来一碗喝了，倒是整个人瞬间清醒了不少，然后二话不说，直接把自己家里人叫了过来喝水。夫人，你别听这些人胡说，王府为什么会被流放，明眼人都是知道的。更何况我们这些人这么多年享受了不少好处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我们还是明白的。有些话您别放在心上。江家的人大部分看起来是明白事理的，当然除了一些白痴和已经被捧得极高的老太太。不过嘛，林锦绣一般不和将死之人计较。好啊，你还真的想要摔死我，你这个黑心干的呀！被骂的周敏瑜已经倒在地上了，生死不知道。江雨山吓了一跳，飞快地冲到自家娘亲面前：“娘，你怎么了？”老太太还在不停地谩骂：“闹什么闹什么啊！赶路都还有精力折腾，还是对你们太宽松了啊！”差爷，求求你，救救我娘亲吧！我娘亲突然晕过去了，你帮忙找个大夫吧。像这种流放的队伍里面，一般是没有大夫跟着的，更何况眼下走在这荒郊野外的，哪儿去找大夫去啊？衙役一下子想起来，刚才林锦绣说他会点医术，算了，要是再死人，可得要扣钱了。他们赚点钱可不容易。你不是说你会点医术吗？过来看看这人到底怎么了。林锦绣原本是不想管这个闲事儿的，不过被点到名了，还是只能过去看看。江雨山此时看着林锦绣过来，也是什么话都不敢说，只能期盼的看着林锦绣。林锦绣过去给周敏瑜把脉，眉头紧紧地皱在一起，然后抬头看着江雨山。他这是身体劳累所致，再加上天气太热，中热了，好好休息的话，可能还活得下去。给你娘亲喂点水，别再让她继续背那个老太太了。江雨山满脑子都是可能还活得下去几个字，也就是说他娘快死了。怎么会呢？是真的没办法了吗？光喝点水怎么可能救人呢？一旁的衙役也听出来了，皱着眉头，这个人指定是活不下来的，这都吐血了，连个药方都没有。既然人还没有死的话，就背着走吧，死了的话就地掩埋。现在继续出发，不准再耽搁下去。流放的人每天要走多少公里是规定好的路程，他们遇到追杀已经多耽搁一天了，所以得要赶紧的加快进程才行。江雨山看着自己的娘亲有些为难：“差爷，能不能解开我爹的枷锁，让我爹来背我娘啊？”衙役还没有拒绝呢，老太太就先跳起来了：“那自然是不行的，江雨山，这是你娘，反正都活不成了，干脆就在这里埋了吧，免得一路上带着也是个累赘。”江雨山一脸震惊地看着自己的祖母：“祖母，我娘是因为背你才……”“哼，自己身子弱没用，关我什么事儿啊？我跟你说，你要带着你娘，那你就自己来，不带的话，就把她留在这儿。”江雨山看着周围的人都在看热闹，
而唯一过来帮把手的林锦绣也回去了。这孩子起码良心未泯，已经在努力尝试要把自己的娘亲给背起来。只可惜呀，江雨山自己都是个体弱的，虽然已经很努力了，但是压根儿就背不动。但是他也没有放弃，他倒是个聪明的，背不起来就自己半趴在地上，把他娘放在背上，一点一点的朝着前头挪动。老太太为首的几个人硬是没有一个人去帮忙的，可以说是十分狠心了。林锦绣看到这一幕，忍不住的在心里叹息着：哎，果然这才是这个时代的女人呢。林锦绣回到江千虫的身边，皱着眉头，有些没有中热的人估计也快了。看吧，已经有多人互相搀扶着都在行走，只是林锦绣没有想到，最先支撑不住的会是一个衙役。老王，你没事吧？这可是同伴呀，这不是犯人吗？这前后荒山野岭的，也没有大夫，只能又想起林锦绣来。这是中热了，喝点盐开水试试吧，不行的话便只能针灸，可是我没有银针。银针他当然有了，只是这个时候不好拿出来罢了。衙役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，只能试一试。开水加了盐之后给人灌下去。我倒是觉得白天赶路太热了，要不找个阴凉的地方休息吧，免得中热的人太多了。晚上其实是可以出发的，打着火把就行。衙役看了眼林锦绣，又看了看这周围的人，一个个的无精打采的，有些人连站都站不稳了，确实看起来随时都要死过去一样。就地休息。江娘子，你会预防中热是吧？就中午给那些人喝的水，能不能再熬制一份出来，给没喝的人都喝上？他是押送衙役的头头，自然是不能让大多数人都死了的。这个可以是可以的。是有什么不方便的吗？我给主预防中暑的药水，得去采摘新的草药才行了。我今天可是都用了呀。这个没有问题，你采摘什么草药去采就行，我让我的人也跟着过去帮忙。啊，那好吧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今天那个让林锦绣晚上去找他的衙役王胖子站了起来。老大，不就是看着江娘子采药吗？我去看着他就是。你和齐三一起跟着去吧。说话的时候，林元还威胁地看了一眼王胖子。这一路上就只有林锦绣一个大夫，让他做事情不要太过分了。夫君，我去采药，预防中热的。你和母亲趁机好好休息一下，我去看看能不能趁机找一点对你的伤势有治疗效果的药材。锦绣啊，要不我跟你一起吧。母亲，这山上野兽豺狼什么的很多的，你还是留在人多的地方，我跑得快，没事的。江千虫原本很是感动的，就听到林锦绣的心声。感动吧，你这个男人，我可是心心念念为了你去采药的，这些人的死活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不过话说回来，那个王胖子这次我定要他有去无回。这个女人怕是个活阎王吧？这个江千虫是怎么回事呀？他现在不是应该一脸感动的看着我吗？然后承诺这一生一世都对我好吗？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，什么意思呀？莫不是觉得我一个人跟这两个衙役出去丢了他脸面了？哼，他要是敢有这个想法，干脆直接死吧。江千虫有些无语了，这个女人的杀伐之心未免也太重了吧？不按照他的要求给出情绪，居然能够对自己起杀心，就这让他怎么可能表现出来对他疼爱的情绪嘛？你小心一些。憋了半天，还是憋出了这句话。我就知道夫君还是关心我的，放心吧，我还要给他们熬制预防中热的药水，两个衙役大哥肯定会保护好我的。哼，反正自己肯定能活着回来的，至于这两个嘛，哼，那可就不清楚了。反正这个王胖子是肯定得嘎的。江娘子，你这一路上还想不想过好日子呀？跟了我可比跟着废物江千虫好多了。那废物现在武功尽失，你说你何必在他一棵树上吊死呢？江一可是在暗中跟着的，看着那王胖子过去动手动脚，差点就没有忍住冲出去嘎了他。我说你这个胖子还真的是一点没有自知之明啊！就你长得这个矬样，也配和我夫君相比？你给我夫君提鞋都不配。胖子，好好珍惜你剩下的生命吧。王胖子一脸的茫然，随即大怒：你敢咒我？哼，咒你？当然不是，是我给你下毒了，惊喜不？你给我下毒？快给我解药！解药啊？没有哦，看看你能不能跑得快吧。
有狼啊！正在采摘草药的齐三也迅速的跑了过来。江娘子啊，怎么了？狼在哪里呀？刚刚问完，就看到对面山间突然冒出来好几头狼。差爷，赶快跑吧，等到人多的地方就好了。王胖子站在原地，看着狼群过来，整个人都吓尿了，然后就被一头狼给扑倒了，传来凄惨的叫声。哎呀，可真惨呐！有狼，狼群来了！人群听到有狼来了，一个个都紧张起来，吓得瑟瑟发抖。锦绣，你没事吧？吓坏了吧？母亲，吓坏我了。心里面却是想着，哎呀，大美人就是心地善良啊，明明在害怕还不忘记安慰我。哟哟哟，以后我可要好好的保护好大美人才行。这个先生把江千虫要安慰的话直接堵在了嘴里，他一言不发。就听到林锦绣又在继续吐槽，哼，哪里像江千虫，真的是太冷漠了吧。喂喂，你老婆被狼追赶，差点被狼给吃了，居然都无动于衷，不是人啊！就是我为你做那些事情，那都能感动上天了，这个狗男人怎么一点都不感动呢？江千虫无奈了，他好像又得了个新的称号，狗男人。娘子，你还好吗？从他的心声来看，林锦绣的状态是很好的，不过从外表来看那就不太妙了，整个人还在瑟瑟发抖，狼嚎的声音也越来越近。林锦绣在算计着，哎，这个时候才追过来，那王胖子应该是被咬得不成人形了吧？希望江一给力一点，他要是没死的话就去补刀啊。江千虫愣了一下，这才想起来林锦绣说过让江一找帮手，然后暗中保护他们，没有想到江一已经回来了，居然不和自己联系，而是和林锦绣联系。他明白这个林锦绣是不得已接近他，为他做这些事情的，可是在外人眼中看来，林锦绣是爱惨了他呀，就连他的母亲和忠心的属下江一都是这么认为的。王胖子呢？哎，怕是被狼给撕碎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在帮着江娘子采药，让王胖子看着江娘子的，结果正在采药的时候，山上有狼，狼看到人就扑过来了，江娘子跑得很快，还叫上我叫王胖子了，他也跑，不过他胖，跑得慢，被狼给扑倒了。齐帆只是说出自己看到的，林媛原本还有些怀疑，结果却是这般合理。谁让这个王胖子自己长得胖呢？遇到狼群跑不过，那可不就是死了吗？筒子，快给我弄条鱼过来呀！很快湖边游过来一条鱼，居然直接就停在林锦绣的面前。当然这一幕是没有人看到的。林锦绣捡起旁边的石头，挖掉了鱼鳞，处理内脏之后加水回去熬鱼汤去了。锦绣，这里面是什么呀？母亲，是鱼汤。我刚才洗锅的时候，这条鱼傻兮兮的游过来，被我给抓住了。好多天都没有尝到肉了，喝点鱼汤也好，对夫君的身体有好处。其实如果可以的话，衙役们完全可以去打猎的，只可惜打猎有危险，而且这些衙役也不听话呀。林锦绣甚至想着，要不自己干脆暴露本性好了，给这些衙役都中毒。下一秒，江千虫又听到林锦绣叹息的声音。嘿，还要在江千虫的面前装柔弱呀，不能这么做，真的好烦。江千虫为什么就喜欢柔弱的女子呀？江千虫对此也是无语的，他真的不喜欢柔弱女子。严格来说，他现在没有喜欢的女子，他倒是对林锦绣挺有兴趣的，倒是要看看这女人能够装到什么时候。你在炖什么？不会吧，衙役连鱼汤也要抢吗？差爷，是鱼汤，我夫君身子弱。话还没有说完呢，鱼汤就被一脚给踢翻了。谁允许你在这里喝鱼汤的？只准吃我们准备的食物。林锦绣对此是一个字儿都不信，看看老太太那行人吃的东西多丰富呀，衙役怎么不管呢？该不会是担心鱼汤能够让江千虫养好身体吧？这个衙役是别人派来的，不行，那他就必须对这些衙役下手了，不然这么下去，江千虫岂不是会因为身体太虚弱而直接死掉吗？这个差爷，你再乱说吧，你看大家谁没有吃过自己的食物，为什么到我这里就不行了呢？哎呦，您还以为自己是高高在上的王爷呢？你现在就是个阶下囚，老子不让你吃，你就不能吃，懂吗？江千虫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啊？瞬间就怒了，第一次痛恨起这个身体来。哼，这个今晚上你必死呀！我这么护着的江千虫，你竟然敢这么说他？打掉他！江千虫本来是很屈辱的，双手都握成拳头了，但是又听到林锦绣的声音，嘴角却是不自觉的上扬了些。林锦绣其实是真心护着自己的吧？
林锦绣看着洒在地上的鱼肉，心中呜呼哀哉。江千虫听着林锦绣在那边暗中吐波鼠尖叫，明面上啃着馒头，就好笑。林锦绣嫁给自己，倒真的是委屈他了。也罢，他要做什么，那自己配合就好了。林锦绣，你抓鱼很厉害吧？立马给我抓一条鱼，你要是能够抓上来，我就让你们吃，如何？要实在不行，想吃点好的也可以，让江千虫从老子的胯下钻过去。林锦绣沉默了一下，看着眼前的衙役，我会算命，你信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很简单，我给你算了一卦，你呀活不过今晚。他为难你了？对，他好过分呢，他让我给他抓鱼，还要让你钻他的裤裆，不要脸！江千虫啊，赶紧黑化吧，去争这天地，狗皇帝就不配呀！现在还只是动嘴，我今天估计是要动手了。你娘亲就是死于这次流放呀！要是江千虫在我想让他晕过去的时候就直接晕过去就好了，这样我就能够自由发挥，看不惯的人直接嘎了。杨子，我有些不舒服，之后可能会经常睡觉，到时候你多照看着娘亲一些。好的，夫君。心里开心到飞起。哇哦，怎么回事啊？老天终于听到我的祈祷了吗？林锦绣的心情好了，有的人心情就不好了，特别是刚刚那个被林锦绣诊断为活不过今晚的衙役。喂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还不是那个林锦绣，这女人邪门的很。你知道她刚才跟我说什么吗？她说她会算命，还说我活不过今晚，开什么玩笑？老子身体健康，怎么可能活不过今晚？随便说的也能够吓唬到你，你可真是胆小。你去找林锦绣的麻烦了？你们是不是忘记王胖子了？什么意思啊？王胖子怎么了？他不是被狼给咬死了吗？齐三叹息了一声。王胖子也是去找林锦绣的麻烦，麻烦是上午去找的，人是下午被狼咬死的。你说真的还是假的呀？我吓唬你有什么好处呀？大家都认识，我提醒你们啊，别去招惹那个林锦绣。齐三，你跟我来一下，王胖子的死，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这个事情吧，说出来也没有任何的证据呀。但是齐三还是说了一遍。我只看到林锦绣在狼群来的时候拍了一下王胖子，王胖子就被咬死了。按理来说，王胖子虽然胖，但是跑起来还是很灵活的。而且我的前辈告诉过我，不要去招惹一个大夫，不然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林元皱着眉头，大夫真的这么厉害吗？而且林锦绣还说了，袁琦今儿晚上必须死。其实是不是的，就看袁琦能不能活过今天晚上了。下衙役们肯定会过来求救的，背上的应该睡着了吧？要不他偷偷的点了江千虫的睡穴？不用，我自己会睡。江千虫很是配合的歪着头靠近林锦绣的肩膀，这是要睡觉了呀。林锦绣有些诧异，看样子是老天都在帮着自己。下一刻就听到后头传来喊叫声，好痛，我身上好痛，救命啊，快救救我啊！林元都吓了一跳，看着这一幕，想到齐三的话，不要去招惹任何一个大夫，脑中打了个寒战。那个老是一脸笑意温温柔柔的女人居然这么可怕呀。快叫江娘子过来救人！江娘子，江娘子，你快去看看那个袁琦吧。这位差爷，你开玩笑的吧？我就是懂一点药理，这突然发疯的人我可看不了啊。求求你了，江娘子，你就给他看看吧。这治不治得好的先给看看再说呀。母亲，你照看一下夫君，我去就回。你别靠太近了，万一他发疯了，担心伤着你。我知道的。袁琦，让江娘子给你看看。袁琦瞪大双眼，又是他害的我啊！差爷，你也看到了吧？我可没有碰到他，他不要我看的，还是不强求了吧？看，你跟我看，你要是看不好我，你就跟我一起死。那我不看了，看不看都是死。再说了，我们是流放的人，这个不错，但是也是百姓，不是犯人。他们被判了刑，只是被流放，只要不逃跑，就不是犯人。差爷，要不还是叫你们领头的大人过来一下？没有他发话，我还真的不敢给他治疗呢。齐三皱了下眉头，还是转身找林元去了。就算是林元不杀你，你们也活不了多久的。哼，总比你活得久啊。我说了，你活不过今天。果然是你这毒妇，你……后面的话还没有说完，整个人就憋着一口气，活活的憋死了。李锦绣摇头，就这个气象还要和自己作对呀。齐三和林元过来的时候，刚好看到袁琦咽气。两位这么看着我做什么？他的死，你们不会怪罪到我的身上吧？我可是无辜的，从头到尾都没有碰过他哦，大家可都是看到的。林元神色复杂的看着林锦绣，他懂了，这个林锦绣啊，其实很有能力吧？
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嘎了他们呀。只是因为江千虫现在重伤不方便，所以留着他们来护送的吧。江娘子误会了，是她自己找死的。既然暴毙了，那就埋了吧。埋完之后，咱们继续出发。林锦绣惊讶了，这个林元是个聪明人呐，原本还以为要费一番手脚呢，没有想到对方这么识趣。识趣好呀，识趣的人才活得久嘛。母亲，你照看一下夫君，我去洗锅。江千虫知道这家伙又去抓鱼了，到了湖边，果然就听到林锦绣和那个叫筒子的对话了。筒子，快快，再弄一条大一点的鱼过来。早上那条鱼真的是浪费了。系统无奈了，但还是心疼林锦绣的，直接弄了条大鱼过来。很快，鱼香味又传了出来。江娘子，你们的馒头。林元有些奇怪，他们都是一家人，怎么不吃老太太那边的吃食呢？老太太那边还有苏玉柔送过来的那些东西啊，可不是人人都有命享受的。听到这话，齐三就是心中一惊，这什么意思呀？难不成那些东西也被林锦绣给下毒了？哎，夫君，快吃吧。林锦绣的心里无限的怨念。筒子，我自己都没有享受过有人给我提出鱼刺，哎，居然是我先给人服务，哼，真的是烦死了。谢谢娘子。林锦绣的心里松了口气。哎，好家伙，这人总算是正眼看自己了，居然还会道谢了，而不是被逼的。其实如果不听到林锦绣的心声，江千虫怕是已经对他心动千百回了。丫的，有好东西不能拿出来，也是很郁闷呀。不过没关系，再过去不远处就有镇子了，可以在镇子上头买东西。当然前提是衙役让他去，想来林元现在应该不会不同意吧。娘子是想要收下林元做手下吗？夫君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林元是你的手下呀，那我是不是可以吩咐他做些事情？我不是这个意思呀。林元不是他的人。话说回来，林元过来押送他，倒是没有对他有什么恶意，只是公事公办。那林元到底是谁的人呢？切，傻子，郁闷到了吧？我当然知道林元不是你的人呐，你上辈子能活下来，还全都是靠林元照看你呢。我当然不会告诉你，林元是一个爱慕你的女人的下属。对呀，那个女人是真心爱慕你的，只可惜呀，命不好，救了你，暴露了她，害得她惨死呀，真惨。江千虫听到林锦绣的心声一愣，一个女人安插的林元前来保护自己的，看了一眼林锦绣，光在感叹，却不说对方是谁。江千虫现在甚至都有些怀疑了，林锦绣是故意的吧？莫不是林锦绣知道自己能够听到他的心声了？你想要做什么？没有啦，我只是想去买一辆板车，到时候你就坐在板车上，我推着你走啊。这个主意倒是不错的。林锦绣觉得自己还是得去和林元沟通一下，让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才行。江千虫也是皱着眉头看着林元的方向，找个机会得和这个人接触一下。儿子，娘来了。那个孩子还是个襁褓里的婴儿，此时呼吸微弱，任由红衣娘怎么喊都没有反应。王妃娘娘，您救救我的儿子吧，我的儿子他不会哭了。这孩子在路上一直都没有哭过，林锦绣早就注意过这个问题了。这个孩子注定是活不下来的，更何况他现在也没有那个能力拯救这个孩子呀。他需要好好的静养，用名贵的药材续命，眼下的条件根本就不允许。他没救了，没救了？怎么会没救了呢？明明我们出来的时候他还好好的呀。我之前就提醒过你们呀，有些东西最好别乱吃呀。你们确实当我是嫉妒你们，现在出事了再来找我，我可没有那个能力呀。你是说这些粮食有毒？不然呢？大家吃我头的都还能坚持起来走路，偏偏这群人起不来了。江娘子啊，咱们也不能耽搁时间呐，最迟明天就要到达前面的镇上，这群人不起来，不可能放任不管呀。叫醒也简单，在他们的脸上泼水就能够清醒了，虽然会很累，但是又死不了，可以走。至于这个孩子嘛，主要还是太小了。林锦绣，你怎么这么狠毒？你明明知道那些粮食有毒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是你害死我的儿子，我跟你拼了！说着就一把朝着林锦绣冲过来。林锦绣都惊呆了，看着冲过来的人，下意识的就抬起脚，一下子把他给踢回去了，躺在地上不知道生死。林锦绣心中一慌，倒不是担心红衣娘的安全，而是担心江千虫，万一他觉得他很凶残怎么办呀？那之前那段时间岂不是白装了？江千虫感受着林锦绣的心声，说真的，他觉得林锦绣这样两面派还挺有意思的。
他也并不打算拆穿他，所以整个人假装什么都没有看到，闭着眼睛睡觉呢。江千虫还在睡觉呀，还没醒啊。还好。不过红姨娘死了儿子还是值得同情的，让他去挖个坑，把他儿子给埋了，好继续出发。红姨娘一脸绝望，我儿子都死了，我还有什么好活的？这个时代的女子一般就2个指望，一个是夫君，另一个就是儿子了。夫君他是指望不上了，因为他只是个妾室，那就只有儿子了。可是现在儿子也没有了，红姨娘根本就不想活了。是下雨了吗？喷水的那个衙役露出一口黄牙，又是一口水喷了上去。你在干什么呀？好臭！你这人不识好歹呀你！我可是在救你们，看到没有？你那个弟弟死了，醒不过来了。江雨山听到话吓了一跳，昨天还好好的，怎么会死了呢？这个孩子是个懂事儿的，一路上被他抱着，不哭不闹的，抱了几天了，还是有些感情的，怎么会说没就没了呢？老太太和几房众人都被吓了一跳。差爷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？林园看了一眼林锦绣，还是把刚才林锦绣的话说了一遍。老太太整个人都震惊了，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呀？江千虫，你看看你认识的都是些什么人呐？简直就是蛇蝎心肠，难怪非要把东西送给我老婆子。说到这里的时候，老太太停下来了，不好意思再嚎叫了，因为她终于想起来，人家是非要把东西送给江千虫的，结果江千虫不要，才送给自己的，所以那女人的目的是毒死江千虫才对呀。一想到自己居然给江千虫挡灾了，老太太这心里不得劲儿呀。千虫啊，你弟弟也算是因为你的原因死的，你就不说点什么吧？江千虫一脸茫然，做出一副刚睡醒的样子。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祖母，你可别乱说呀，我早就提醒过你们，那个女人不安好心的，这些粮食不能吃呀，是你们自己不相信，现在已经醒了，咱们是不是该出发了？再等下去，等到天亮起来，太阳又大了。走吧，你要是现在不挖坑，就抱着儿子尸体一起走，等到休息的时候再挖个坑把他埋了吧。看在他死了儿子的份上，衙役还是对他手下留情了。红姨娘整个人就像是去行尸走肉一样，抱着孩子跟着队伍慢慢的走，没有人再让自己背周敏瑜了。江雨山只能自己背了，可是他实在是没有力气呀。差爷，我真的背不动我娘了，能不能帮个忙，帮我背背我娘啊？我身上还有点银子，都给你好不好？江雨山身上居然还有银子，老太太的眼中闪过一抹怒意。你那个娘估计都活不下去了，还浪费银子做什么？要我说，干脆丢在旁边吧。老婆子，你说什么呢？他可是要流放的人，哪里能够随便留下的？快点，你们的人把人扶着、拖着、背着，不管怎么样，赶紧走，不然别怪我的鞭子不客气了。一行人一路前行，走出来不远之后，林锦绣的脸色就变了，前面居然看到好多尸体。娘子，怎么了？这些人又是渴死的，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些人会渴死？也就是说，从这里开始再往前走，至少走个几天几夜的路程都没有一口水。江娘子，这些人的死因是什么？他们都是渴死的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谈谈了。江娘子，接下来你有什么高见？刚才的尸体大家都看到了，看起来很危险。林锦绣从系统这边得到过剧情的，这次的流放，除了江千虫命不该绝活下来，跟着过来的整个江家全部都会死于流放的路上。前面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呀？走个几天几夜没有水源，肯定是干旱很久了，这些百姓才会出来逃荒的。看穿着，这些死掉的人应该基本上都是百姓才对。其实林锦绣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只是她又不能做先知，所以也不能说出来。娘子，那些尸体能烧了吗？如果是瘟疫的话，把那些尸体烧了，应该能够没事吧？就在江千虫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林锦绣其实是想答应的，可是系统拒绝了。宿主，已经发生的事情和剧情的走向不能更改。这些剧情是刺激江千虫黑化的重要因素，如果因此被改变了，剧情可能就发生改变，系统不会同意的。而江千虫能救下江家已经不错了，至于江家还能够活下来的原因，是为了让江千虫不黑化的彻底，把苏雨柔当成唯一在乎的人罢了。江娘子，你的意思是那些尸体身上可能带着瘟疫？还好，刚才只是查看没有触碰，那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啊？他们要去岭南那边，只需要路过瑶王领地的。眼下这瑶王领地肯定是不能去了呀，他还想活着呢。不止他，
是这里的每个人都还想要活着呢。咱们可以从旁边的大山上头绕过去的，前面的官道是不能走了，过去说不定会沾染上瘟疫，只能从山路上走。你们啊，谁回去禀报这边的状况？回去报备一下，我带着他们走山路继续前行，只要按时到岭南那边签到就没有问题。那我回去报备吧，山路危险啊，老大，你们保重了。童子，给我一份地图啊！你别要求太过分了，给你地图，你是要开挂呀？不然呢？这大山里面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迷路了，而且还有标注有水源的地方。这山林子里肯定一路上有不少人的，都是出来逃荒的。我顺便把这些人给收录下来，带去岭南种地呀。你觉得如何？身为系统，你难道不该为我提供一些帮助吗？比如救人有功德什么的。你只让我辅佐江千虫上位，就能够给我功德。万一到时候功德不够怎么办呀？系统一瞬间就无语了，宿主怎么变得这么聪明了？好像是不好忽悠了呀。好啊，系统，你不会是贪污了我的功德吧？你能不能给我发任务，然后给我功德，用功德兑换东西？你别不说话啊！你是不是坑我东西了？江千虫听到林锦绣的碎碎念，一时间也好奇起来。这个系统沉默，不会是真的坑他了吧？哎，行吧，我给你一张地图。系统认怂了，不对劲儿。喂，你不对劲儿哦，说到底是不是坑我了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别就拿着我想回家好压榨我。哼，你别不识好歹，我可没有坑你，让你重生花费了我大量的本源力量，需要你去赚取功德来给我补回来的。等到我的本源力量恢复的差不多了，我才有足够的力量送你回家吧。至于你累积的功德，除了辅佐江千虫上位之外，你做一件好事救一个人就能够获得功德。比如说你那个预防人中热的药水就赚了不少功德嘛，不过都被我给吸收了。你想要地图，那可是我好不容易去联系别的系统兑换过来的。嘿，你还能够和别的系统联系啊？当然可以了，一个位面只能存在一个系统，但是这个世界上有无数个位面，那我们系统之间都是有联系的吗？我把地图灌输到你的脑海里了，你自己查看吧。最近不要再叫我了，我和别的系统联络很累的。林锦绣顿了一下，难不成真的是自己想多了？系统没有坑自己。江千虫嘴角扯了下，按照系统和林锦绣的对话来看，系统明显是心虚呀，虚张声势，偏偏林锦绣还信了。他也不能提醒林锦绣呀，算了吧，看起来系统也不会坑他坑很惨的了。哎呀，差爷，可以休息一下吧，我真的走不动了呀，求求你了。别说这些流放的人了，就是衙役们也是累得不行啊。在这里坐着休息一会儿吧。整个山坡上不少植物都干死了，可见这里的干旱有多重了。好在林锦绣这边的地图里标注了几个水源的地方，只是距离下一个水源怕是还得要走好久的功夫，在这之前只怕是要渴上那么一阵子了。哎呀，这前面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有水源呢，接下来该怎么走啊？林大人，这个问题你不应该问我们吧？你是这里做主的人呢，当然是你来说呀。江娘子，说实话吧，必要的时候我还是希望能够听从王爷的，希望王爷能够带领我们活下去。眼下已经没有退路了，把江千虫弄丢，回去也是个死，还不如好好履行他的职责，安安全全的把人给送过去，好歹能够保全一条性命。你是真心的吗？以后的路上由我来做主。是，我们都听王爷的。那接下来的路我来指挥。主要是他知道哪里有水源，也知道这条路该怎么走。那我就把他们的枷锁解开吧，这一路上肯定更加艰辛了。江家的众人都朝着林园道谢，虽然这都是看在江千虫的份上，这个时候他们知道了，哪怕是要死的江千虫也不是好惹的。今天晚上就暂时在这里休息吧，明天再出发，我来规划路线。主子，夫人，我们有人受伤了，夫人能不能帮忙救治一下？难怪这个时候会找过来，原来是受伤了呀，伤势有些严重的，嘴巴都干了，怎么不喝水啊？夫人，这一路过来都没有找到水源，还有那一片尸体是真的吓人，还好我们就在你们身后不远，解决了最后一批杀手，这才追上来的。另外，我们已经把我们上山的痕迹给掩盖了，应该能够暂时躲开杀手的追踪。夫君，让江一跟在身边吧，也好方便多个人照应着。这一路上过去还有不少难民，务必把这些人都收下。岭南之地只要是开发的话，还是可以复述的。林园等人怕是不太可靠，一起活下来还行，使唤的话肯定是不太尽力的，所以还是把江一留下才行。更何况山路危险，他也不敢冒险继续背着江千虫，万一要是给他摔一下，搞不好是要凉凉的。
江千虫能够听到林锦绣的碎碎念，听完这才发现，这个人满心满眼的都是为了自己，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着想，为了自己的未来着想。好，这些天也辛苦你了，让江一带着人留下来照顾我吧。江一自己带着人，怕也是不好找活路的。林锦绣心里翻了个白眼儿，哼，丫的，感情这个狗男人以为我不愿意照顾他了，才把江一留下的。哼，随他想吧。江千虫感受到林锦绣变脸，有些无奈。他不是这个意思吗？他是真的心疼林锦绣的呀。明明是心疼的话，林锦绣是怎么听出来另一个意思的？想着要不要解释的时候，才发现林锦绣已经闭着眼睛休息了。那就算了吧，还是不要打扰他了。你是江一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这人不是被追杀失踪了吗？命大嘛，还活着，这不是带着人前来继续守着我家主子？想来林大人应该不会反对吧？林元又不是傻子，眼前这个情况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说不定江一根本就没有失踪呢，只是找了个机会隐藏在幕后，跟着保护着。难怪呀，他们只在第一波遇到刺客，后面都是一帆风顺，感情是有人在负重前行啊。大哥，能不能让你的属下帮忙去背一下我娘啊？你是不是找错人了呀？你爹现在也没有带着枷锁，他不背谁背呀？你娘是个女的呀。这年头对女子的名声多看重，怎么能够找另外的男的来背她？你去叫你爹背，你爹不肯，你就去找林大人，让他把枷锁再给他套上。什么人呢？之前有枷锁不方便就算了，这都空出手来了，连自己的结发妻子都不管。林锦绣说话的声音虽然是温温柔柔的，但是句句话都戳人肺管子。一直在后头转悠的江玉琪听了个一清二楚。好家伙，自己这要是不背的话，这女人肯定要给自己找麻烦的。你在这里胡乱说话干什么呢？你娘的事情我自己会负责，不需要旁人。江玉山有些意外，不过还是笑了。谢谢爹，我就知道爹你是最好的。林锦绣嘴角撇了下，这个江玉山脑子不正常吧？什么就是最好的了？最好的能够看着他儿子死了还无动于衷啊！江一，那个四叔的姨娘呢？今天怎么没有看到呀？你说的是红姨娘啊？她死了。昨晚上你休息没多久，她自己找了根树枝吊死的，林大人处理的，找了个地方挖了个坑埋了。这个女人也挺命苦的。主子，前面有水源，爬上去之后就能够喝水了。一听到有水源了，一个个的加快脚步。1个时辰之后，一群人终于来到水源的边上。这个水源并不大，就是一个小水潭，但是里面的水很是清澈。林锦绣检查了一下，松了口气，是安全的，可以饮用。把水晒一下，又给各自的水袋灌上，接下来的路上喝，然后再装水，再煮吃的。要是能够做窝窝头的话，就尽量多做一些。接下来还不知道还有多远才有水源，才有吃的呢。做窝窝头的话，可以存放的时间长一点。林锦绣发话，就等于是江千虫发话，而且安排的没有问题。很快就有人下去干活去了。刚刚生火开始，一只野鸡扑棱着翅膀，朝着这边飞了过来。林锦绣察觉到江千虫的眼神，露出一抹笑容。哼，看什么看呀？没有看过美女啊？嫂子，我求求你了，你救救我娘吧！只要你肯救我娘，你让我做什么我都答应你。行吧，你把你娘背过来，我看看。本来林锦绣也不想多管闲事的，但是系统刚刚提醒他了。宿主，救人也可以累积功德嘛。还有你不是看不惯那个老太太吗？周敏瑜被老太太逼得都差点活不下去了，这要是醒过来，肯定给老太太添堵嘛。林锦绣听到这话，立马觉得有道理啊。嫂子，麻烦你了。放心吧，我一定尽力。把脉过来，拿出银针给周敏瑜针灸。她是因为撞到脑袋，所以脑袋里面有淤血。你和她多说说话吧，大概还需要3天时间，她才可以清醒过来。至于吃的，等下你大哥的鸡汤，你也给你娘弄一碗过去吧。救人嘛，肯定是要救到底的，毕竟他都已经出手了，绝对不能毁了自己的名声呀。夫君，你不会介意吧？分给你的四婶一碗鸡汤。分吧，也就1碗而已。老太太那边闻着香味儿，那叫一个馋呐。老四啊，你去给我要一碗鸡汤过来。行，那我去问问，看看大侄子乐不乐意给你一碗啊。千楚啊，你那个鸡汤能不能给老太太一碗啊？她毕竟是你的祖母，你就该孝敬的嘛，你说对吧？江千虫皱着眉头，给祖母一碗也不是不可以，只是江千虫的心里很不爽。之前那么多吃的，他是一点都不给自己，这就算了，还不给他娘和他媳妇儿吃，现在却要吃他的，这让他心里怎么舒服得了？四叔，不太够，鸡汤总不就那么多，我娘和我娘子都是要喝的。千楚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那是你的祖母呀，你不是应该孝敬了吗？是啊，我应该孝敬，
可是身为祖母的儿子，不是更应该孝敬吗？祖母活着的儿子还有3个呢，为什么要来逼我一个孙子？林锦绣忍不住在心里给江千虫点赞。对，做人嘛，就应该睚眦必报才对。江千虫感受着林锦绣的心声，有些好笑，看样子没跑了。这个林锦绣和他是一类人，温柔什么的真的不适合他。这边的江雨琪看着江千虫一副没有任何商量的意思，只能转头离开了。一山，把鸡汤给我。好家伙，人家衙役都没有干的事情，让你一个当爹的给干了，你这是个什么人呢？林锦绣在心中唾弃，又十分的无语，真是看不下去了。江千虫，你该睡觉了啊。江千虫很是无语，换个时间不行吗？他在吃东西呀，这吃着吃着就睡着，多丢脸呐！算了吧，为了成全林锦绣，江千虫决定好好睡一觉。我有些困了，先睡一会儿，不要打扰我。林锦绣有些诧异的看了一眼江千虫，夫君是哪里不舒服吗？没事，我就是突然困了。哎呀，江千虫这也太配合了吧！既然困了，那你就睡吧，放心吧，有江一在，不会让人打扰你的。这边的江雨山也是做梦都没想到，他爹居然会想要抢走他的鸡汤。爹，这个鸡汤能救娘的命啊！祖母现在很健康，有危险的是我娘，你真的要把救命的鸡汤抢走吗？只是因为祖母嘴馋，你就不管娘的死活了吗？江雨山，你平时挺聪明的，怎么这个时候这么傻了呢？你的鸡汤是哪里来的？江千虫给的，对吧？为了救你娘的命，你把鸡汤给我，你再去求啊！我就不相信了，救命的鸡汤他会不给你？不是，这么不要脸的话，他是怎么说出来的？不可能，我不会给你的。你确定不给我？不给我的话，我就自己抢了。说着就朝着江雨山手中的碗伸手去抢。江雨山一个女孩子自然是抢不过江雨琪的，眼看着鸡汤就要掉在地上的时候，却是看到林锦绣动作极快的接住了鸡汤，稳稳的一滴都没有洒出来。周围的人都震惊了，只有江一觉得很正常，因为他知道林锦绣的本事很大。谢谢大嫂。江雨山从来没有哪一刻这么感激林锦绣的。千虫他娘子，你把鸡汤给我吧。四叔是吧？很想要这碗鸡汤吗？那你跟我过来一下吧。在他跟着走的时候，林锦绣则是转身把鸡汤递给了江雨山。快为你娘喝了这个汤吧。江雨琪看到这一幕，深深的觉得自己被耍了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林锦绣已经忍他很久了，从旁边抽了一根棍子出来。像四叔脸皮这么厚的人，抽一下应该是不会痛的吧？江雨琪被打了，瞪大眼睛，有些不可思议。不是，这个女人温温柔柔的，怎么能那么凶残呢？林锦绣，你竟然敢殴打长辈！我殴打长辈？谁看见了？站出来，大声的告诉我。我看见。后面的字还没有说出来，林锦绣直接一根银针扎了下去。江二哥在说话，但是却只看到嘴巴在动，压根发不出来一点声音。二叔，你确定你看到了吗？他刚才威胁的声音都说得那么清楚了，谁敢为难他呀？老太太看到了吗？不要冤枉我哦，看在你是夫君的祖母，这一次我就原谅你了。还有，你都那么老了，何必因为一时嘴馋就要人性命呢？善良一点呢，说不定能活得更久啊。江千虫偷偷的半眯着眼睛看着林锦绣，亏得他这么多天在自己面前端着装温柔，还真的是委屈他了。夫君，你醒了？周围的众人都是一脸惊掉下巴的表情。不是吧，您这表情变化是不是也太快了？江千虫，你终于醒了，你看看呐，你睁开眼睛看看，你那个娘子是一点都不温柔，一点也不知道尊老爱幼，看看她把你四叔打成什么样子了呀？哎呀，丫的，我还是大意了呀！早知道这老太太这么不听话，干脆把她给毒哑了。夫君，我没有，我知道祖母她是不喜欢我，但是也不能这么造谣我吧？女孩家的名声多重要呀，我怎么可能殴打长辈嘛？瞧瞧呀，瞧瞧这可怜的样子，真的是好一副我见犹怜呐！要不是亲眼看到，我也不信。我自然是相信娘子的，我家娘子温柔善良，小义可人，怎么会做如此无礼之事呢？一旁的老太太气得要死。江千虫，你怎么回事呀？你是受伤把脑子给伤没了？你看不到吗？你四叔挨打的痕迹还在呢，你居然就这么偏听偏信那个女人的话？江千虫一脸诧异的看着眼前的江雨琪。四叔，你的脸是怎么回事啊？你是聋了吗？我都说了，是被你娘子林锦绣给打的。祖母，你别冤枉大嫂了，明明是爹爹要来抢我的鸡汤自己摔的，你就算是不喜欢大嫂，也不能这么诬赖他吧？林锦绣看了一眼江雨山，这是在向自己投诚了呀。果然呀，大宅院里头生活下来的人，没有哪个是简单的，牛掰呀！江千虫听着林锦绣的心声，有些纳闷儿，牛掰是什么意思？祖母，你也听到了，
连雨山都说了，是四叔自己摔的。你再不喜欢锦绣，她也是我娘子。我希望以后这样子诬赖我娘子的事情不要再发生了，不然你就是我祖母，我也不会轻易原谅你的。老太太被气得直接两眼一翻，晕过去了。江千虫心里忍不住嘀咕一声：这是表演的太过了，把自家祖母给吓晕了呀！罪过罪过。夫君，你先喝水，我去给祖母扎针，祖母很快就能醒的，你别担心啊。林锦绣在心中狂笑，看看呀，我多大度呀！你晕了，我还给你扎针呢，看我今儿个不扎的你哭爹喊娘的，我就跟你姓啊！哼，不说好要闭嘴，还告我黑状，坏我在江千虫心中的形象，我跟你没完呢！反正有我在，你死不了，也要受点苦。江千虫嘴角扯了一下，想着便开口提醒了一声：也是，你给祖母看看吧，祖母年纪大了，经不起折腾。这也是在提醒林锦绣做事情不要太过分了。倒是一旁的江母眼神复杂的看着林锦绣，原本他就担心锦绣太单纯了，性子又太好，以后到了那边在后宅，那可不得被欺负呀。现在才知道，这孩子只是爱千虫，所以才在千虫的面前表现这么好的，不然的话，按照他的脾气，怕是不会受气的。一想到自己的儿媳妇儿这么爱儿子，他心中高兴的同时，又看了下儿子。他这儿子吧，就是长得好看点儿，现在嘛，真是什么都没有了。遇到锦绣，真的是烧高香了呀！你要干啥呀？他是想问你要干什么呀？结果因为嘴巴挨打，说话都痛，说了一大堆，自己都听不懂。哼，四叔，让开吧，我给祖母扎针，保证祖母没事的。老太太被气晕了，必须扎针才能够清醒过来。林锦绣下手可不含糊，老太太头上挨了一针，嗷呜一声就叫了出来：你要干什么？祖母，你气性太大了，又气晕了，我给你扎针呢，放心吧，扎几下就好了。你以后怎么生气都不会气晕过去的。我不要扎针，你给我走开！哎呦！林锦绣又是一针下去，老太太又喊了一声，痛得眼泪都飙出来了。看得一旁的江雨琪走过来又走过去，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又说不出来话，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两个哥哥身上。只可惜呀，江二叔和江三叔都有些胆小，主要是两个人觉得吧，林锦绣是不敢当着江千虫的面害老太太的，所以就让林锦绣继续扎针了。老太太这一下子是真的长记性了，估计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再招惹林锦绣了。你是哪里来的小孩呀？我是跟着我爹娘来山里面逃难的。姐姐，我能吃点东西吗？我肚子好饿。当然可以呀，走吧。林锦绣牵着一个孩子来到众人面前，众人都惊呆了。夫人，你在山里捡到一个孩子呀？啊，你们刚才没有发现吗？他就在那边树上贴着，往这边看呢。说是附近的逃荒过来的人，一个村子都在。江千虫皱了下眉头。那不如把这孩子送回去吧，估计家里人都在寻他呢。我知道呀，夫君，这也没关系呀，他饿了，先给他个窝窝头吃，吃完了我再送他回去吧。江千虫皱着眉头，有些不理解林锦绣这是要做什么。你慢点儿，没有人跟你抢的。狗蛋儿，你在哪儿啊？你叫狗蛋儿呀？你听，是不是有人在叫你呀？姐姐，我就叫狗蛋儿。对面的人显然是听到了，很快就朝着这边过来。男子的脸上都是菜色，看起来是好久没有吃过一顿饱饭了。林锦绣最近有些烦躁，她的空间里有无尽的物资，但是该怎么拿出来呢？爹，你是来找我的？对不起，我实在是太饿了，想出来找点吃的，然后就闻到了香味儿，越走越远了。狗蛋儿还是懂事的，知道自己做错了，就立马开口道歉。狗蛋儿爹一直在打量这些人，除了官兵之外，其他人都穿得破破烂烂的，身份不言而喻了。谢谢你们给狗蛋儿吃的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姐姐，再见。你以后可不要一个人跑出来了。狗蛋儿爹带着狗蛋儿回去了。江一，你跟上去，查看一下这些人的底细，看看能不能收下。咱们去岭南那边需要人手的，这些人就是不错的选择。江一不解，他们的食物都不多了，而且这一路上过去缺水缺粮，可不是说说而已的。自家夫人还想要招人，拿什么养啊？江一看了下江千虫，江千虫冲他点头。去看看吧。哼，这个江一居然还使唤不动了。不行，我得找机会培养自己信得过的势力才行，毕竟以后有势力也能够多帮助江千虫啊。江千虫看着林锦绣，眼中闪过一抹柔色。对一个从头到尾都在为自己着想的女子，他岂能不感动啊？大哥，那些人是朝廷流放的犯人吧？那个姐姐是好人，不像坏人。爹爹，咱们救姐姐吧。好家伙，一张口就让自己去劫流放的犯人，儿子他可真是好样的呀。江一回来了，打探的情况如何了？那是一个村子的，听他们这意思是已经在这个山上生活1年了。那个叫狗蛋儿的小家伙一定要救夫人，狗蛋儿是村长的孙子，估计打算抢人。
200人来抢他们300-400个人，开什么玩笑呀？来就来吧，正好都带着一起去岭南那边好了。林锦绣正愁不知道该用什么名义把这些人一起给带走呢，谁知道他们自己就已经想好了。晚上的时候便从四面八方朝这边行动。江一带着人很快将这些只有蛮力的山民给制服了，带到了江千楚面前。咱们白天刚刚见过，没有想到你们居然让孩子来打探消息啊！狗大爹傻眼了。你们不是流放的人吗？是啊，我们是流放的人啊，但是虽然我是流放的人，衙役却听我的。原来是这个样子呀，那还解救个屁呀！那是我们误会了，本来想要帮你们的，倒是不知道原来是多此一举。这是个误会，能否放我们回去啊？袭我们王爷还想回去啊？你们呢，回不去了。自家夫人都说了，要把这些人带着一起去岭南开荒的，肯定不能放走了。王爷，狗蛋爹一脸的茫然。什么王爷啊？你是哪个王爷呀？这是萧王。狗蛋爹瞪大眼睛。你是萧王爷？天老爷呀，你居然让我遇到萧王爷了！萧王爷，你一定要救救我们呀！我们也不想上山当山民的，这实在是活不下去了。但凡有条活路，我们也不会愿意上山当山民啊！江千虫皱着眉头。你说说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姚王擅作主张增加赋税，姚王的领地都干旱2年了，朝廷那边也没有救援，百姓只能等死啊！姚王府干旱2年，姚王居然都没有上报，还真的是胆大包天啊！这件事情没有这么简单，还得从长计议。他现在都是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，权力还真的是个好东西啊！江千虫的心里对权力的追逐，对那最高之位的追求又加重了些。看着那一双双信任自己的眼睛，江千虫有些愧对他们。王爷目前为止有什么打算吗？我还能够有什么打算呀？先去岭南安顿下来吧。狗蛋爹是一脸的失望，还以为真的能够来人拯救我们呢，没想到王爷也不行啊！谁说我家王爷不行的？我家王爷只是暂时落难了，肯定还能东山再起的。倒是你们运气不错，遇到我家王爷落难，要不全村迁徙，跟我们走呗。到了岭南之后，我们就在岭南种地，跟着王爷，肯定保证你们一生无忧。爹，我回来了。对了，我跟你介绍一下，这个是萧王，就是咱们大周的守护神萧王爷。小人见过萧王爷，我现在就属流民，哪里还是王爷？老人家赶紧起来吧。他最尊敬的就是一直镇守边疆的萧王，没有想到萧王都被皇上给贬了呀。萧王爷可是大周的顶梁柱呀，这一下子怕是整个大周都要动乱起来了。王爷这话说道，您就是流民，那也是我该尊重的呀。狗蛋爷爷看到一旁的狗蛋爹，有些好奇的询问：让你去救人，你怎么把人都带来了？王爷的意思是让咱们整个村子都跟着迁移去岭南。爹，你怎么看？我觉得这是个机会，虽然说故土难离。话还没有说完呢，狗蛋爷爷就翻了个白眼儿。哎呀，什么故土难离呀？以后你老子我死在哪里，哪里就是你们的故土。为了狗蛋也得跟着去呀，这是多少人都遇不到的好运道呀！更何况萧王被贬，这世道要乱了。一个姚王府不算什么，整个大周都得乱呐。爹，你确定吗？他爹可不是普通人呐，当年还是状元出身呢，十分有才的。只是不满皇室的人，所以才直接就告老还乡了。当然确定了，去叫人收拾行李，咱们这就跟着王爷走。林锦绣此时正在抬头望天。筒子，我觉得这个天色有点不太对劲儿了。之前是天气让人热的不行，今天怎么有股闷热的感觉呀？哦，是的，要下雨了。不过雨势很大，你该多准备一些吃的。老先生，先不着急收拾行李，这2天会有大雨，还要下好几天呢，不适合赶路。夫君，您和老先生好好说说话，我出去一趟。放心吧，我让江一陪着我去。江千虫眯了下眼睛，还是点头。好，你去吧。夫人，你要带我去哪里啊？带你去拿好吃的，这不是没有粮食了吗？我让人送了一批粮食过来。走出去不远之后，江一还是没有看到人影。夫人，你说的人呢？刚刚转过头，林锦绣就伸手把他给打晕了过去。林锦绣撇了下嘴角，开什么玩笑啊？来人肯定不能够让他看见呀。筒子，帮我注意四周啊，可不能被别人给发现了。哎呀，还得是你没本事，你和其他的系统学学嘛。我做点好事，你就直接想溜我一个势力。我尽量想办法嘛，满足你这个要求啦。你在搬什么东西啊？弄点可以吃的粮食出来就行。你把御膳房里的东西都弄出来干什么呀？我现在很怀疑你的智商哎，到底能不能活着回家呀？哼，这些东西挡着我了，我先放出来，之后再收进去的。你着什么急嘛你？他们加起来有上千人吧，要吃多少粮食？一个人1天1斤，那10天就得要1万斤呢。这样吧，我先弄个2万斤粮食出来，吃完了再让人送吧。粮食、蔬菜、水果啥的都送一点，这些东西可没有刻上印记，都是可以用的。
等到他把东西都摆放好之后，林锦绣这才来到江一的面前，把他给弄醒。夫人，你没事吧？你有没有看到是谁把我打晕的？那个，他们不喜欢见到陌生人，所以就把你打晕了。你看，粮食我已经接收了，我在这里看着，你去让人过来搬吧。看着突然多出来的粮食还有肉，江一立马瞪大眼睛。哇，这么多！夫人，你在这里等着，千万别乱跑，我回去叫人。大家本来还担心一路上过去会饿肚子呢，没想到呀，夫人居然能够弄来这么多的粮食。江一很快就带人过来了，把林锦绣和这么多的粮食一起又带了回去。郑老先生，也就是狗蛋爷爷，看到这一幕也是非常的确认，只有跟着王爷走，步伐才正确。一旁的林元皱着眉头，他以为这是江千重的势力做的，果然萧王爷怎么可能会落难呢？会这么做的原因，肯定是背后有自己的深意，也就是自家主子心善，见不得他受伤，所以才会把自己派过来。江千重看着这么多粮食也很是意外，不过他倒是知道的，林锦绣的这些粮食大多数还是来自于京城的粮仓吧，他可是没有忘记，这家伙可是洗劫了皇宫和国库的，所以他是一点都不奇怪。下雨了，终于下雨了。童子，我不觉得这个雨大呀，怎么会死这么多人呢？要知道，从剧情里头推算，这场大雨下来，几乎是整个姚王府的人都十不存一呀。那是因为你在山里嘛，我要是你，我就建议你去山脚下看看这场大雨到底有多大了。郑老先生，你怎么了？看起来心情不太好啊。王妃娘娘，这场大雨怕是要死很多人啊。山脚下本就地势低洼，这大雨很快就会堆积起来，形成湖泊的。我有些担心啊，我们村子下面的邻居罢了。原来是这样，这个郑老先生也算是个性情中人了。就在此时，系统突然发出来一个任务：拯救村民，获取功德，拯救的村民越多，还有额外奖励。你不是想要一个势力吗？拯救了这些村民，奖励你一个。那边躺着的江千重听到系统和林锦绣的对话，心中也是惊骇不已。整个姚王府有20多万人呢，十不存一是什么概念？活下来的不足2万人，姚王到底在搞什么东西啊？怎么能够让大周遭受如此重创呢？你说的奖励我很心动啊，可是我要是去的话，江千重怎么办呀？他不会让我出去的。再说了，只有我去也没用啊。王爷，还请王爷出面救救大家。说句斗胆的话，王爷有经世之才，为何要浪费呢？郑老先生好像还没有认真的做过自我介绍吧？王爷，老朽名郑浩宇，25年间的状元。王爷，您应该做出决定了。是啊，他是该做出决定了。夫人，如果我要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你会支持我吗？林锦绣的心里可是激动得很呐。他终于要走上正道了吗？那我当然是支持的呀。夫君，不管你想要做什么，我都支持你。夫君的背后永远都有我。好，那就听郑老先生的。郑老先生也是欣慰的笑了。王爷下定了决心，就去争取民心吧。眼下正是好机会呀。姚王那个废物只知道吃喝享乐，这场大雨他肯定不会有所防备的。可怜了姚王府的百姓啊！王爷有粮吗？如果有粮的话，正是招兵买马的好时候呀。有的，粮食的话不用担心，我这边可以叫人送来。林锦绣倒是有些诧异了，江千重这人是真的有粮食，还是靠我呢？哼，系统，你的任务我接了。好的，宿主加油啊！夫君，我们去隔壁的山上歇一歇吧，山上还有大树的遮挡，应该没有那么大的雨。行，那就听你的。狗蛋爹的眼里闪过一抹疑惑，不是说了要抓紧时间吗？怎么还休息呢？进入山上后，雨就小了些。林锦绣走在最前面，上去就看到大树下面一群面色麻木的人，他们的脸上都带着绝望，任由雨水的冲刷，好像都是在等死了一样。狗蛋爹看到这一幕的时候，也吓了一跳。张叔，我还以为你们去县城了，怎么都在这山上呀？明和，你们不是1年前就走了吗？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哎呀，说来话长，这不是担心你们去县城，我们追过来阻止的吗？现在去县城估计也被淹了，要不你们还是去乌郎山吧。那座山上有人接药，山上有粮食，都是萧王爷提供的。听到萧王爷3个字，那些一脸麻木神色的人突然就出现了一丝生机。是萧王爷带人来拯救我们了吗？是啊，萧王爷亲自来了，已经在派人送粮食过来了，去乌郎山就能得救。张叔，你们都知道乌郎山该怎么去的吧？我爹也在那儿，我就不多留你们了，我们还得去县城那边看看能救下多少人。童子，咱们商量个事情呗。你看这些人去乌郎山，算不算是已经被我救了？那是不是可以把那个势力奖励给我了？我让他们去送点粮食，可以的吧？系统也沉默了。这种情况下，想要救人本来就很困难，要是粮食不多的话，确实是很容易分心的。
现在给你不可能的，但是能够接受你的雇佣一次，去帮你送粮食。这次打算送多少斤粮食呀？谁也不知道到底会有多少人呢。林锦绣想了一下，肯定没有那么快就能够搞定的。就送个10万斤吧。你从随身空间里把粮食直接交给对方，让对方去送。这年头有了粮食，什么都好办了。好嘞，你现在的功德清零啦，加油哦！江千虫一直没有说话，但是他在听。不得不说，对于林锦绣的安排，他是赞同的。好像有一种终于找到可以自己并肩同行的人。江千虫看林锦绣的目光都柔和了些，看得林锦绣有些莫名其妙的。筒子，江千虫是不是在对我放电啊？他是不是已经爱上我了？不知道。关于他的心意，你可以自己询问吗？我只负责辅助你，助他完成大业，并不是你的情感专家呀。我只是问问嘛。算了，是我多余了。夫君，你哪里不舒服吗？林锦绣表面上一脸关心的询问，心里想的却是，江千虫，你最好是已经爱上我了，不然的话，我怕我忍不住扭断你的脖子呀。江千虫感受到林锦绣残暴的心声，嘴角扯了一下，刚刚的温情一下子全都散尽了。他真的是想对林锦绣好一点的，可是林锦绣的心吧，真的是钢铁呀，堵得他都不想说话了。我没有哪里不舒服，倒是你还好吗？与孩子家邻居本来就不太好。我当然知道不好了，这不是形势所迫吗？没事，我感觉还好了。要是不舒服的话，我会说的。休息够了，咱们走吧。他上这座山的目的就是为了这3个村子的人，眼下人手都拿下了，老弱病残去乌狼山已经出发了。而在林锦绣和系统交易之后，那个雇佣的势力一共穿着黑衣的10个人已经到达乌狼山了。江千虫离开的时候，留下看守的人是江武。江武看着突然出现的黑衣人，也吓了一跳。你是谁啊？我叫林一，我家主子让我给你们送些粮食过来。林一？不知道你们的主子是？我们的主子是林锦绣。江武诧异了，原来是王妃的人。那粮食呢？林一指了指后头的位置。你带上人过去把粮食搬过来吧。看着这些满满的粮食，郑老先生这才松了口气。只要有这些粮食在，到时候才好收罗人才呀。不是，你们就10个人，怎么运送这么多粮食过来的呀？谁告诉你们我们才10个人呢？我们10个人是留下来帮助你们的，不是我们只有10个人。那你们有多少人啊？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不要这么高冷嘛，以后大家都在一口锅吃饭，是吧？大家都是自己人嘛，都了解一下呗。其实江武就是变相的想要打听消息，听说咱家王妃是侯府不受宠的女儿呀，怎么看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，背后居然有这么强大的势力。就眼前这个林一吧，江武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打过对方。林一冲着江武翻了个白眼，不是吧？好歹给个信息啊，这么直接就无视他，这算什么呀？王妃娘娘知道她的下属这么高冷的吗？林锦绣当然不知道了。此时的她已经和江千虫来到了县城里，县城确实如同他们所料，已经被淹没了。不是吧，系统，你给的人也太特别了吧？这都是什么装扮呀？一身黑呀！你知足吧，给你人就不错了。你要是不乐意，多赚点功德嘛，下次给你换一身红的、黄的、绿的、蓝的，你随便换。一旁的江千虫听到这俩的对话，差点笑死。原来还可以选择颜色的吗？好不容易刷的江千虫好感度要是因为这些人降了，我跟你们没完啊！江千虫倒是没有觉得生气，而是觉得很有意思。他甚至有些怀疑眼前的这些黑衣人到底是不是人，毕竟他们看起来不太像啊。娘子啊，粮食的事情真的是辛苦你了。放心，到了岭南，我会让你过上好日子的。只要在夫君身边，我过的都是好日子。我怎么也能说出这么恶心的话？我真的是好佩服我自己啊！不行，实在是忍不住的要吐槽啊！我懂，娘子的一片真心，我感受到了。他不只感受到了林锦绣的一片真心，还觉得他的娘子真的是莫名的可爱呀。一开始吧，觉得还有些违和感，现在却是觉得越来越可爱了。夫君，我去给你做点吃的，顺便给大家多熬制一点防生病的药水。好，娘子去忙吧。他这边带着江一也要去安顿今天救治过来的人。凤子，我的功德是不是可以结算了呀？我这次救出来的可是有好几万人呢，就算是一人1个功德点，就有好几万吧。这个势力你可是说好了要奖励给我的，可不能耍赖哦。系统很是无语，他就没有见过这么斤斤计较的宿主。是啊，你确定就这么结算任务吗？其实大头还在后面呀，要不要多留2天？姚王府府城那边的瘟疫，城中的几10万人，你真的不打算管了吗？10几万人出个药方子，那可就是10几万的功德呀。林锦绣沉默了，他要是去的话，瘟疫这么危险，肯定是不能带着江千虫的。带着他去的话，万一江千虫遇到危险，那可怎么办呀？娘子，
你过来休息一下吧。夫君，怎么了？是事情不太顺利吗？那么多人，肯定不好安排吧？安排人手的事情是江千虫做习惯了的，他倒是没有觉得为难。我想要去姚王府府城。为什么呀？夫君，那边很危险的，咱们好不容易逃离开的。我不是劝夫君要逃的意思，我是觉得，算了，夫君要去的话，那我就陪着你吧。本来就有些舍不得那么多功德的，既然江千虫要去的话，那就去吧。江千虫想的要比林锦绣想的多多了。按照正常的路程，他此时就该出现在姚王府那边。这场瘟疫，谁知道是人为还是天灾呀？杨子，谢谢你，有你是我知孝。公子，林一他们会生病吗？会感染瘟疫吗？这个吧，应该是不会的，但是也会受伤，也会死的。那要是不会死，那不成妖怪了？林一，你先去进去府城里面看看，看看里面是什么情况，打听一下再回来。开什么玩笑啊！要是里面的人早就撤离了，他们还进去的话，那岂不是去找死啊？林一的动作很快。夫人，打听清楚了，城中有人，只是都被关在家里，是一个叫刘元的人做主，说刘元死脑筋，想要害死他们。林一把事情都给说了一遍，江千虫算是听明白了，看样子里面吃的食物是有的，只是现在被瘟疫所困。刘元是想要大家死的话，也都死在城里。进城。封城了啊，不开放，哪里来的回哪里去。江千虫倒是没有想到被拒绝了。不寒也，我们是流放路过的，一定要从这边经过，还请你把城门打开。流放的人员在流放的路上经过的地方，都是需要当地的官员盖章的。士兵有些诧异，怎么这个时候还有流放的人呢？既然是流放的，那就放进来吧，反正去哪里不是死啊。刘大人，我是林元，是这次负责押送的。这是江千虫，萧王殿下被流放到岭南的。刘元一脸的诧异，谁？萧王殿下，立下过天大功劳的战神被流放了，为什么这个消息他是一点都没收到啊？见过萧王，你是委屈了。无碍，眼下府城是个什么状况？王爷，我给你们盖章，你们快走吧，这里不适合你们留下呀。我已经进来了，这个时候出去不小，对城里城外的人都不公平。既然这里的事情让我遇到了，自然是要管一管的。刘元，你把事情的经过说一遍就是了。王爷大义，眼下的情况就是出现了瘟疫，不过染病的人我都把他们单独关在一处了，健康的人呢都留在自己家里，有衙役会每天去问有没有生病的，生病的就送过去，大夫们也在那边给生病的病人检查。夫人，我们先去看看病人吧。刘大人，这个叫口罩，还要劳烦你去聚集一些会做手工的女子，做一些防护用的口罩，然后再去找人弄些石灰粉来，撒在生病的那些人周围。不知道这位夫人是？这位是我夫人，精通医术。原来是这样子呀，没有带来粮食，带来了神医，也是能够解救这次姚王府府城之危呀。这么想着，他当即点头同意。姚王府府城的大夫们全都被刘元关在这里治疗里头的病人。夫君，你在这边休息一下，我去看看病人吧。江千虫有些不放心的看了他一眼。让江武背着我一起去吧。不行，你就在这里等我。夫君，不是我不让你去，你能够陪着我到这里，我已经很感动了。你在近距离的和那些病人接触，万一感染了，我会心疼的。心疼个屁呀！你别给姐姐我找麻烦行不行呀？就你的这个身体很容易被感染的，感染了可是要死人的。江千虫原本是很感动的，结果就听到了林锦绣的心里话，所以林锦绣嫌弃自己是个麻烦了。你是不是嫌弃我了？怎么会呢？你是我夫君呀，我爱你都还来不及呢。喂，我去看看，等下就回来了。好吧，那你快去快回。林锦绣和陈大夫一起去检查，陈大夫对于自己知道的，那是一个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林锦绣原本以为遇到的大夫年纪大，还会看不起他呢，谁能够想到居然格外的好相处。也是，大家的目标都是一致的，只要能够活下来就好。对于主动来治疗病人的大夫，在他们看来，那都是勇敢的，是个合格的大夫。林锦绣看完了全部的病人，大致将他们分为3类，轻微患者就是有点症状的，不影响行动，他们甚至还能够帮忙照顾其他病人。另一个就是有症状的患者，这一类患者就是有各种症状，但是还不到危及生命的。最严重的一种就是濒死患者了，他们随时可能会死去。林锦绣拿着纸笔拍了3张药方。陈大夫，您看看我这几张药方可以用吗？还真的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，夫人医术高明啊。这3张药方分别对应3个症状，开得妙啊。有了这3张药方，瘟疫很快就能够解决了。江千虫看着这些老大夫们开心的手舞足蹈的样子，这下子是直观的感觉到了林锦绣的医术到底有多好。一场瘟疫，连这些老大夫都束手无策，在他的手里不过是1天的时间就解决了。看着林锦绣，江千虫的目光闪过一抹温柔。
他何德何能啊，让这样的女子为他倾心。1个星期之后，喝过药的那些患者基本上都好了。这次瘟疫损失的人口不足1/10，和之前林锦绣看到的剧情完全相反了。童子解决了，瘟疫解决了，给我结算功德。你怎么老是惦记这点功德呀？行了，5万的功德你收好。童子，你是不是吃回扣了呀？我救了那么多人，你就只给我5万的功德？哼，已经不少了，你知足吧？不是还有那个势力吗？临1到临10都是你的啦。好啊，你这个童子，你骗我！不是说好是奖励的吗？是奖励你的吗？再说了，这府城眼下也就是10万左右的人，也没有全部都患病嘛，有5万就不错了，知足吧你。这话说的好像也没有毛病啊。夫君，咱们是不是可以离开这里了？好，那我们就和刘远说一声，然后就离开吧。刘大人，这边的瘟疫基本上稳定下来了，我们也该继续启程了。王爷，您是一定要去岭南那边吗？啊，皇上的命令哪能不听啊？刘大人，你是个有本事的，以后混不下去的话，就到岭南投奔我们呀。刘元一愣，他听出来了，这2位是要去岭南那边发展的。王爷、王妃，下官要是混不下去，一定去岭南投奔。林锦绣听到这里笑了，看着刘元也是比较满意的。这家伙在剧情里头守住了姚王府1/10的人口，剩下的人都死了，最后这点功德也没有算上，倒是成了姚王的替身顶罪的人了。就是不知道之后姚王得知这边无事了会如何做。江千虫听着林锦绣的心里话，也是有些同情刘元。刘元，有的时候做事情真的没有必要那么直白，可以试着变通，活着最重要。谢谢王爷，下官知道了，恭送王爷、王妃。嘿，宿主啊，你是不是真的很欣赏刘元啊？要不要我这边告诉你刘元的后续呀？我刚刚改变剧情，你那边就可以查看了吗？那可不，我用处大着呢。问题是我现在不想知道。掌柜的在吗？出来接待客人。这个客官，眼下咱们客栈可以住人，但是没有吃的，吃的我们自己准备。倒是想问一下，你们镇上还有能购买粮食的地方吗？有，就是我们镇上的曹家粮铺，那里头卖粮食，1两银子1斤粮。什么？你在开什么玩笑？大姐都没有这么狠吧？1两银子1斤粮食，要知道平日里5两银子就够平常人家过1年了呀。你们镇上的李正不管的吗？掌柜的看了一眼林锦绣，这女人胆子挺大呀，衙役都没有开口，流放的女子居然敢多嘴。我们李正就是曹家的。这下子林锦绣没话说了，突然就听到系统的声音：滴滴，拯救村民任务，恶霸曹李正，奖励功德点，红薯种子10斤。林锦绣突然来了一个任务，还有些诧异。好的，不用问了，这曹李正绝对不是一个好人，不然的话，系统是不会发出这样的任务的。不过林锦绣还是有些好奇，这个曹李正做了什么了，让系统都容不下了。行了，去安排几个房间，大通铺就行。夫君，你先坐坐，我出去看看今儿晚上吃什么。林锦绣刚出来，就看到又来了几个陌生人，看走路的样子就像是练家子。这个小镇上怎么会来练家子呢？林锦绣觉得不太对劲儿啊，难不成他们被人给盯上了？这么说也没有说错。这一群人进入小镇的时候，已经有人将消息告知给了曹李正。入夜的时候，林锦绣躺在江千虫的身边，并没有睡觉，但是对方的人已经迫不及待了，直接在窗户上伸进来一个竹筒，对着里面吐烟雾。你们是谁？好大的胆子，连朝廷流放的犯人都敢来劫杀！呵呵，我说这位老兄，你呀不会转弯，你把人送到这儿，然后在我们这里过几天快乐日子，就回去交差，不好吧？你想要哪个流放地的章，我们都能够给你盖了。林锦绣听这个话不对劲儿啊，看样子这里能够挖出来一个很厉害的人物呀。你的意思是我把这里流放人员都交给你啊，然后你呢，给我后面所有经过的府城盖章，都能盖？对啊，别看我们就是个小镇，绝对说到做到。林元看了一眼江千虫，还是摇头。那不行，皇上的任务我可不敢做不到。蹭，不识抬举，给我上！一群人就直接冲了上去。不过很快对方的人就被江一等人直接压制住了，毕竟江一一行人都是难得的高手。你们是谁派来的？连朝廷的印章都敢假冒？这位大老爷，我错了，你别杀我呀！这些都是曹李正叫我干的，要是不听话，他就会杀了我。林锦绣瞪大了眼睛，不是吧？这家伙这么贪生怕死的吗？江千虫就只是问了他一句，他是恨不得连自家祖宗18代都给交代了。这审问这么好审问的吗？你们这样子抓过多少人了？谁知道余秋只是看了林锦绣一眼，并不回答。嘿，这是个什么意思啊？瞧不起我是吧？不回答我是吧？行，别。林锦绣其实下意识的就想说，别怪我严刑逼供了，
只是话还没有说出来，系统先开口提醒他：“喂，注意一下你的人设啊，宿主，你要温柔。”好吧，林锦绣气鼓鼓的把要说出口的狠话给憋住了。夫君，你看他欺负我，不回答我的话呀！我都要狂吐了，江千虫到底是个什么人呢？为什么喜欢这种人设的女人呢？真的是要气死我了！我真的觉得很委屈呀。江千虫有些哭笑不得的看着林锦绣，最后选择把气撒在余秋的身上。打到他说为止。别打！我说，我们之前就抓了好几千人，当今皇上残暴不仁，动不动就流放全族，这不，我们在这里拦截了好几千，现在都在挖矿呢。好家伙，挖矿？这地方还有矿山啊！童子，你听到没？这附近有矿山啊，真的是得来全不费工夫。要造反的话，什么最重要？那当然是兵器呀。兵器怎么来？挖矿炼铁呀，这不矿石就自动送上门来了。系统也在感叹，这个江千虫不愧是上天看中的人，矿山都送上门呀。听着林锦绣疯狂的狂喜，江千虫对林锦绣的本事又多了一些新的认识，连矿山都能收，他的空间到底有多大呀？越想越觉得有些可怕。好在林锦绣对他好，这要是敌人的话，那得多可怕呀！夫君，这么看着我做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锦绣像是我的福星一样。林锦绣歪着头，这话听起来怎么怪怪的？余秋，你是谁的人？只要你说出来，我就不杀你。谁的人？余秋自然是不敢隐瞒的。我上头的人就是曹礼正，我就听他的。我跟你说，原本这个镇子上人很多的，不过现在人少了，大家都被曹礼正弄去挖矿去了。运气好的还能够回来，运气不好的都是死在矿上了。我跟你讲，他真的是作恶多端，但凡他看上的小姑娘都被他给糟蹋了。系统，这是真的吗？难怪你会给我发布这个任务，这人当真是该死啊！江一，带上人去一趟曹礼正家里。夫君，我陪你去吧，再带上林一他们，留下3个人和衙役一起保护这边的人就行。这是为了避免后面还有人来攻击这里的人，所以得留下保护一下。08、09临时被留下来，剩下的人都跟着林锦绣身后一起去了曹礼正的府上。菊秋，我让你把人抓来，你这是把人给请来了呀？曹大人，你看不出来我是反被抓了吗？不可能，你抓人可是从未失手，这次怎么会失手的？大人，这不能怪我，人家是萧王很强的呀。反正现在人我是给大人带来了。不知道曹礼正请我们来干什么呢？曹礼正立马露出一抹讨好的笑容来。王爷，见过王爷。这小人这不是以前就听过王爷大名，想着见一见吗？王爷勿怪呀。这人倒是能屈能伸的啊，知道对他们用强不可能了，就开始说好话了。余秋，曹礼正怎么跟你说的不一样啊？还是你刚才在外面说的都是假的？王爷冤枉啊！小德所言句句属实，你要的公章我给你拿。打开抽屉，拿出来一大堆的公章。菊秋，你好大的胆子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哼，我要干什么？我要向王爷立功。我告诉你，你做的恶事一桩桩一件件，我全都告诉给王爷了。哼，包括你私自开矿的事情，我也告诉王爷了。你死定了你！余秋，我待你不薄，你为何要背叛我？余秋哈哈的笑起来，笑着笑着就哭了。呵呵，你待我不薄，你毁了我最爱的人，你强行把他抢入府中，还不好好对他，你该死！你就为了个女人背叛我？你跟着我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？我和你可不一样，我告诉你，我是真的爱苏娘的，你不配，你也不懂，你害了那么多人命，你该死！萧王爷顶天立地，爱民如子，怎么可能容得下你呀？哼，你死定了你！好家伙，他还真的是个卧底，为了个女子。不得不说，有的时候女人真的能够给一个男人做任何事情的动力呀。王爷，他府里还有好多两脚羊，有男有女，还有孩子呢。曹胖子一下子跌坐在地。你不能杀我，我上头有人，你不能。上头有人？来，你告诉我，你上头的人是谁？我不能说，我是这里的土皇帝，我最大，你不能杀我。这人就一直在重复着这几句话，显然是被江千虫给吓疯了。林锦绣有些无语，江千虫究竟还是名声太大了呀？这都还没有审问呢，怎么就把人给吓疯了？林一看了林锦绣一眼，林锦绣点点头，林一这才走到曹胖子身边。恭喜，宿主完成任务，得到3万功德点，红薯种子10斤。不是吧？我在瑶王府府城拼命的救人，才5万功德点啊，大哥！这功德点到底是怎么计算的呀？这个嘛，那是因为曹礼正很恶呀，死在他手中的人没有1万也有8000了。林锦绣直接就后悔了。哎呀，那你应该提醒我呀！提醒我的话，我怎么会让他死得这么容易呀？这些都是被曹胖子圈养起来了两小羊。公子，请你收留我们吧，我们这样回去是没有活路的，哪怕是围毒围毙，我们也是愿意的。不对呀，这第一个开口的姑娘肯定有问题。反正都缺人，带上也不是不可以，就是不知道江千虫会不会同意呀？这家伙应该看得出来吧？
江千虫听到这话有些无奈，忍不住的心想，林锦绣还真的是高看我了呀。一般来说我是不会带上这些人的，不过现在发现这些可疑的人，那自然是要带上的。你们所有人都不想回家吗？还有你叫什么名字？奴婢春桃。公子，你喊我春桃就行。除了春桃之外，你们自己心里怎么想的？我先说一下，本王之前是萧王，现在不过是流放的罪人，你们跟着我也不一定有好日子过。我们都想跟着萧王。他们想得很清楚了，就算是回家了，他们的下场也就是被人给再卖掉一次罢了。王爷，我来推您吧，这位姐姐一直推着您，肯定也累了。林锦绣的心里怄气的要死。嘿，谁他喵的是你姐姐呀？不要脸，抢老子的男人来了！真的好讨厌这种小婊子。娘子真的好爱我呀！不行，我不能让娘子继续生气了。姐姐，这是本王的王妃，你也配叫姐姐？王爷恕罪，奴婢不知道，看她一直推着王爷，还以为她是您的婢女的。林锦绣翻了个白眼儿，哼，呵呵，以为我是婢女？你他喵的给谁下马威呢？面上立刻委屈巴巴的看着江千虫。王爷，他是不是在嘲笑我呀？人家哪里像婢女了？倒是他有些奇怪耶。你看其他姑娘都这么消瘦，只有她白白净净的，而且很懂事的样子。你之前是做什么的呀？春桃听到这话，果然心跳都加快了些，脸色也瞬间发白。就这个狗胆子还敢挑衅我，我吓不死你呀！江千虫的嘴角微微上扬。恶作剧的娘子也是可爱的，娘子说的有理。春桃，你之前是干什么的呀？奴婢之前就是曹理正家里的奴婢，是曹理正看上奴婢了，这才把奴婢送去和这些姑娘们都关押在一起的。原来如此呀，是奴婢的话还这么没眼色。江一，把人都带下去吧。江一一脸不屑地看着春桃。走吧，跟上，想什么呢？还想靠近我们王爷？春桃顿时觉得自己被江一给鄙视了，想要说什么又忍住了。安顿好他们，注意那个叫春桃的，他应该是幕后黑手的人。那护卫点了下头，表示自己明白，这才带着姑娘们下去了。走吧，去矿场。既然说了有矿场，那肯定是有的，而且矿场这边才是大事。夫君，这里面的矿工肯定日子过得很苦，我想要看看他们，把他们带出来，可以吗？江千虫盯着林锦绣，有些好笑，当真以为他不知道他心里的想法吗？果然，下一刻就听到林锦绣的心声响起了：“你这个傻嘚儿，倒是赶紧同意呀！老娘辛辛苦苦的为你去找矿石，你还在这里磨磨唧唧的做什么呀？”好，娘子，那你小心点儿。我也没有不答应呀，只是想要表达一下关心而已啊，还真的是心急呀。夫君放心吧。然后迫不及待的就转身朝着矿洞里头进去了。童子，我可以把一整座山都收进我的随身空间吗？这样都不用人来开采啊。这个嘛，我建议你只收矿石，收完之后啊，这座山3天之后就会坍塌了。林锦绣听到要3天之后才会坍塌下来，直接收了还没有被开发的矿石。主子，矿工都在这里，一个不少。林锦绣看了一眼这群人，我是来救你们的，跟我走吧。这些人听到林锦绣的话，还是站在原地，显然是不敢跟着走的。林锦绣想着江千虫的名声好，不妨拿来试试吧。萧王，江千虫你们知道吧？我是他的王妃，我们路过这里，遇到了同样的事情，坏人已经被萧王爷我们是审问过后，特意来这里拯救你们的。萧王爷现在受伤了，不方便下洞，所以才是我过来的。你真的是萧王妃吗？既然知道萧王爷，我肯定不会拿萧王爷的名声乱说的，所以快跟我走吧。林锦绣说完便在前面带路，林一和林二跟在后面一起往外面走去。后面的矿工们有其中一个跟上，其他人也都默默地跟上来。快到出口的时候，林锦绣在自己大腿上狠狠地掐了一下。哎呀，痛死了！为了这个该死的人设，明明就是哭不出来，还要装哭，就是为了让林锦绣认为我善良。我善良个屁呀！江千虫还没有看到林锦绣的人影呢，就先听到林锦绣的心声了，差点笑出声来。哎，娘子还是这般的可爱呀。下一刻就看到泪眼婆娑的林锦绣出现在自己面前。夫君，他们真的好可怜啊！跟出来的矿工们都瞪大眼睛，刚才那个说话有理有据的女人可没有这么哭呀，这咋还哭上了？王爷，真的是萧王爷，天不亡我，竟然是萧王爷救了我。你是谁啊？王爷，您都认不出我了，我是杨开山啊，之前还和王爷见过几次面的。江千虫这下子是真的诧异了，盯着杨开山仔细辨认了一眼，好像是挺像的哈。你爹呢？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是他出去打仗，杨开山的爹惹怒皇上，一家子都跟着被流放了。感情这是被人拉到这里来开黑矿了呀，那都是2年前的事情了。也就是说，这小子在黑矿里头撑了2年呢。我爹他死了，进来没几天就撑不住了，要不是靠着对狗皇帝那一身的仇恨，我也撑不下来。
王爷，还请您收留我们，我们本就是流放的人，家乡也回不去了，没有户籍，我们寸步难行，还请王爷大发慈悲。江千虫看着这些矿工，心里也是同情的，只是也得要讲究现实呀。如果他还是之前王爷的话，那倒是不在话下。但是现在他就是一个流放的人，根本就没有办法。不对呀，有办法。林锦绣之前收集起来的那么多印章，这下子不就有用了吗？只要给他们再弄一张户籍，然后朝着岭南去就行了。当然不愿意跟着去的，弄一个户籍就在当地生活，也不是不可以。杨子，你说这些矿工该怎么安排呀？人都救了，还要怎么样呀？当然是归顺的带走，不归顺的管他死活喽。但是这不是一个温柔善良的人该说出来的话呀。夫君，他们好惨啊，救人救到底嘛，我们就把人给带走吧，反正开荒也需要不少人手的呀。杨子和我想的一样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哼，既然想的一样，问我干什么呀？简直是多此一举。哼。不过想要带他们走，还得娘子多帮忙。你上次收起来的那些印章，拿来开几个户籍证明，可行？当然可以啦，夫君，我就知道收起来肯定是有用的，能够帮到夫君就好。我的妈呀！杨子未雨绸缪，聪明的很。主子，矿洞里面的矿石，咱们不找人搬走吗？哼，矿石那可是被我全都带走了。你进去一丢丢的矿石小石头，你都找不到哦。而且3天之后啊，矿洞坍塌，一切都完美的掩盖过去，完美。江千虫听完这话，看着江一，记下地址吧，以后再说，眼下是顾不上的。可惜了呀，那咱们就出发吧，继续走。再过1个月的时候，差不多就到岭南了。天灯娘娘会那是干什么的呀？天灯娘娘会是看灯的，还有选美人的。哇，美人，美人好呀！来这么长时间了，都没有看到几个美人哎。一个人估计的不知道飘了多久，好不容易重生了，就要陪着江千虫流放。王爷，我们今晚上也去玩，好不好啊？看花灯啊，我还没有看过呢，我好想去啊。江千虫还是第一次看到林锦绣露出这个表情，原来她喜欢热闹呀。好，那我们今晚上等天灯娘娘会完了再继续出发。林锦绣这才满意的笑了，心中忍不住的夸赞了一句：江千虫这个人还是挺好的嘛。系统有些不屑的语气：哎呀，你也太好满足了吧，想参加个灯会，他不同意你也可以参加吗？哼，那偷偷参加和光明正大的去当然不一样啊，我不理你了。大嫂，今晚上有天灯娘娘会，我们可以一起去参加吗？林锦绣有些诧异，她是喜欢热闹，又不是喜欢人多。你们想去呀？自己去问衙役，我做不了主的。江雨山嘴角抽搐了一下，心中郁闷，不同意就不同意呗，用得着这么敷衍吗？他又不笨。从山上下来之后，衙役们对他们的态度明显就好起来了，就证明是他大哥做主了好不好？还说什么做不了主啊？江千虫看到这里有些诧异，他不是喜欢热闹吗？人多一点不好吗？梁子，晚上是我们2个一起去吗？林锦绣眨巴了一下眼睛，心里头想着，其实我更想一个人去哎。算了，看在你同意我去的份上，那就带上你吧。夫君，对呀，咱们2个人一起去不好吗？到时候再让林一他们在暗处保护我们，你说好不好啊？江千虫像是压根儿没有听到林锦绣的第一句心里话一样，只顾着开心了。杨子果然只想和我一起去呀，心里只有我，还傲娇呢。好，我让江一去准备一下。还要准备什么呀？不是说不用吗？等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一旁的江母听到2个人的对话，原本也是想去的，可是想了想，还是不要打扰儿子和儿媳妇了。我姐，你要是想去灯会玩，让江一找个人陪着你，或者找江雨山也行，反正雨山也想去，我找人跟着你们。行，那我和雨山他们一起去吧。哟吼，情侣装攻略呀！江千虫啊，江千虫，这有你的哈！可惜了，老娘不心动。不心动？你猜我信还是不信？嘴角都裂开了吗？还在一旁观察的江一忍不住的心中得意起来。看吧，看吧，他就知道，夫人笑了，主子也笑了，他终于办了一件让2个人都开心的事情。主子，夫人，你们先换衣服，属下在外面等着。说着，江一很识趣的出去了。江千虫看着江一的背影，嘴角动了动，想要开口叫住江一，又停下了。一旁的林锦绣也是一愣，不过很快就反应过来，不就是给他换衣服吗？之前背着他的时候不都接触过了，怕什么呀？想是这么想，但是林锦绣的脸色还是逐渐的红润起来。系统看到这一幕，终究还是忍不住的出口提醒：不就是个男人吗？你这么做什么嘞？没看过呀，还一脸的害羞，简直丢脸。哎呦，原本那点暧昧气氛，你这家伙一开口全都没了。夫君，我来为你宽衣吧。江千虫已经能够站起来，想了想，多谢娘子美意，我可以自己来。
江千虫话音刚落，系统就毫不留情的哈哈笑起来。看到了吧，让你脑补，人家根本就不需要你嘛！哼，笑死我了，你还脸红个什么劲儿？哼，你就得意吧，仗着我打不到你是吧？你本来就打不到我。江千虫担心林锦绣被系统气狠了，耽误了等下看灯会的心情，赶紧开口：娘子啊，可以来帮我一下吗？这个男人怎么这么没用啊？穿个衣服还要人帮的废物啊！哼，我什么都不想，我现在过去帮忙了。转身看着江千虫的时候，呀，他的身上只剩下里衣了，不换里衣啥也看不见呀。林锦绣心里升起一抹失望。江千虫还是第一次看到林锦绣盛装打扮的样子呢，很美，特别是那双眼睛，里头像是装满了漫天星辰，熠熠生辉。走吧。来啦！江一推着轮椅，3个人朝着客栈外头走了出去。外面已经天黑了，但是整个街道都被那些各种各样的花灯照得如同白昼一样。王爷，我还以为你是要去请谁呢，就这一个瘸子还戴着面具的，你们2个讲得人啊！还有人的嘴比自家娘子更毒啊！这位公子说笑了。公子，你不认识我是谁吗？我知道了，你们肯定是外地来的，对吧？不然的话，这元州府怎么会有人不认识本公子？本公子可是元州府府台之子雷胜林。哼，雷胜林是吧？一个都不配出现在老娘剧本里的人，哼个屁呀！哎，不对呀，胖子，雷胜林，雷胖子，那个毒嘴豆。哎呀，江千虫啊，江千虫，你怎么连这样的手下也收啊？江千虫听到这里也有些迷糊了，这个雷胜林跟他可没有关系啊。我说你们2个既然都知道我是谁了，还不见过我吗？雷公子有礼了。就这样，没有了。那雷公子还想让小女子如何做？为难一个小女子，可不是大丈夫所为啊！你在嘲讽我不是大丈夫呀？所以雷公子是真的打算为难小女子了？不知道这位王爷又是哪位王爷呀？王爷请我们夫妻2人前来，又是有什么事情吗？江千虫一直没有开口，是因为开口或许姚王就能够认出他来。这个时候还是不要增添不必要的麻烦了。你们是夫妻啊？对呀，你看我们的衣服就是夫妻装啊。这些个没见识的说情侣装肯定是听不懂的，夫妻装傻子都懂的吧？原来是夫妻装啊，挺有创意的。本王是姚王。原来这就是姚王啊，长得这么普通，居然还妄想那么多美女。对，还有那个动作，哎呀，好油啊！你家炒菜都不需要买油了吧？直接从你脸上刮好吧？咦，恶寒！见过姚王殿下。哎，要不是为了那个该死的温柔人设，真的好想说真心话呀。不用多礼，就是瞧这2位的装扮有些兴趣，所以请2位上来观看。多谢王爷。王爷，你看上下头哪位姑娘了？喜欢再带回家去。这2人的语气好像在挑选什么小动物一样，让人着实不爽。哼，人长得丑，想的倒是挺美哈。要不干脆废了2个人，做太监算了。哼，这样才不会糟蹋人家姑娘呢。去，把那边那个穿白色衣服的女人请上来。什么呀？白色衣服又要请人？这姚王是有什么毛病吧？姚王殿下，怎么是你？江夫人，好久不见啊！不知道是姚王殿下在这里，还请见谅。我们现在就告退了。江夫人，你觉得本王让人把你请过来，会这么容易让你离开吗？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这个狗东西啊，看起来和大美人有些交情啊，就是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先看看，等下再说。王爷，你不厚道呀！你认识这样的美人，你都不介绍一下呀？那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江夫人就是当今大名鼎鼎的萧王之母，她的丈夫也很厉害，曾经的异姓王江明业。要不是江明业，我也不会早早的就被送到封地呀。哇塞，所以这是有仇喽？不过这个姚王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啊，肯定是活该了。原来你是萧王的母亲啊！江夫人好，我是雷胜林，府台之子，我很……话还没有说完呢，就被姚王给打断了。好了，你说那么多屁话做什么？江夫人，当初就是因为看了你几眼，说了几句不好听的话，江明业非说我觊觎你。现在好了，他死了，你呢？流放的时候让我遇上了。你说这个心结该怎么打开呢？要不我就坐实了这个罪名，把你禁锢在身边，如何？林锦绣听到这话都要气死了，哼了一声，哼，江千楚，赶紧叫江一打烂他的嘴！我什么时候能够甩掉这个温柔的人设？老子想亲手打烂他的嘴呀！江千虫在林锦绣的心声响起的这一刻，已经朝着江一吩咐出声了。江一，打烂他的嘴！姚王整个人都没有反应过来，已经挨了好几个耳刮子。这突然出现的变故，让雷胖子都惊呆了。他刚才说什么了？竟然自己最崇拜的人见不得人！天哪，还是来个雷赶紧劈死他吧！主子，嘴巴打烂了，接下来要杀了吗？
宿主啊，快救他，他不能死呀，他要触发后面的剧情啊。林锦绣沉默了，有些无语。这个算任务吗？算的话我就救。林锦绣，你是想气死我是不是？行，算任务，给你10斤黄豆，要不要？要啊，你早说是任务我就做嘛。夫君，我觉得姚王现在还不能杀，要是杀了他，那不正好是给皇上光明正大杀你的机会吗？你懂我的意思吧？杀了姚王，朝廷会光明正大的派兵啊，那咱们现在的势力还是抵抗不了的呀。大哥，你懂的吧？江千虫也明白了，甚至听到系统的话，这家伙还不能杀。好，那就听夫人的。嘿嘿，你终究还是落到我手上了。哎呀，那就先来一根银针吧，让你这辈子都只能当太监。不行，他做太监了，万一还惦记女人怎么办呀？啊，对了，我还有毒呢，让他一碰到女人就浑身痛的毒。哼，来一点就好了，反正无色无味的，便宜你啦。林锦绣一通行为下来，在外头的人看来，也不过是围绕着姚王走了几圈罢了。其实江千虫很是好奇，林锦绣的毒是哪里来的？为什么会有这种稀奇古怪的毒药啊？好在系统很贴心，帮忙询问了出来。不是，大美女，我能采访你一下吗？你为什么会有这些稀奇古怪的毒药啊？这个嘛，是以前做的，在某宝上售卖，赚点小钱花花嘛。专门整治渣男，我跟你说，卖的可好了。说到这里的时候，林锦绣的眼睛还打量了一下江千虫。要不给他来点儿？喂，宿主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也是个女人都靠近不了他，你怎么做他心尖尖上的女人呐？林锦绣一想，好像是有道理哈，那就算了吧。江千虫深呼吸一口气，有些无奈。娘子这莫名其妙的毒物，防不胜防啊！而且，他还动不动就有种想要毒害我的想法，莫不是太爱我了，想把我占为己有？看样子我还是没有给他足够的安全感，等到安顿好之后就洞房。这家伙搞什么呀？怎么又这么看着我呀？走吧，今晚上的热闹已经没什么好看的了，该回去了，明天继续出发。他们出来看热闹的时候，林远已经把文牒等都准备好了，明天继续出发就行。林锦绣突然想起来，自己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做呢。当初在姚王府府城的时候，他就去姚王府找了一遍，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收走的。结果人家搬家，搬走的那叫一个相当的彻底，啥都没有拿到呀。现在看来嘛，那就是搬到这里来了。怎么了？王爷，要不你先回去吧，我还有些东西没有买呢，我去买完就回来呀。姚王府啊，姚王府，我来了。好吧，这兴奋的语气，江千虫知道这家伙要去干什么了。路上小心些，早点回来。你去买了东西，买了1个多时辰呀。对不起啊，夫君，人家一不小心贪玩，忘记时间了嘛。哼，你以为我会告诉你我去打击姚王府了吗？衣服、板凳、床，但凡能带走的都带走了，我连窗户都拆了好几个院子的呢。也得亏我动作快，不然的话还得晚些回来呢。江千虫真是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，他是真的被林锦绣给惊着了，还以为他最多和侯府一样把人家的床给搬走，这次是越发的进步了呀，连人家的窗户都给搬走了。当时让娘子劳累了，这手这么红，需要我给你揉揉吗？林锦绣眨巴了一下眼睛，心中不屑地哼了一声，哼，渣男，想占我便宜啊！江千虫想的则是，这下手可够狠的，自己连手都给看红了。不用了，哪能劳烦夫君啊？夫君，快吃吧，这个大饼可好吃了。江千虫看着眼前的大饼，里面装的馅儿是他最不喜欢的，估计是林锦绣赶时间没有发觉吧。多谢娘子，娘子喜欢吃，你吃吧。夫君，这是特地给你带的，你不喜欢吗？特地买的你不喜欢的呢？听到这个心声，江千虫一下子就无奈了。哎呀，娘子也太调皮了吧，出去偷王府还不忘记带我最不喜欢的食物。谢谢娘子的美意，我喜欢。好吃。夫君，喜欢就好，让你惦记我，这点苦算什么？等着吧你，以后还有你的骨头吃呢。娘子，时间不早了，赶紧休息吧，明天还要继续赶路呢。离开元州府之后，又走了好几天，才来到一个小镇上。林园看了下小镇的石碑，和田镇，这是到了呀。他们被流放的地方就是这个和田镇了。这位大人，这是新来的人吗？对，这是新来的，他们的户籍，你这边盖个章。李正盖完章后，林园事情办妥，就出来看着江千虫。王爷，告辞。林园绝对相信，以王爷的本事，在这里站稳脚跟并不难。一旁的李正倒是目光闪烁了一下，这次来的居然是个王爷，得先问清楚之后才好做安排呀。至于是什么安排，那得配合着身份来看呀。
不知道是哪位王爷？我现在已经不是什么王爷了，我叫江千虫，你喊我千虫就行。李正听到江千虫的名字愣了一下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江千虫就是萧王殿下吧？那个骁勇善战、保大周平安的王爷。谁能够想到呀？这样一位能人，居然和自己一个归宿，这大周真的是要完蛋了呀！你们人数众多，这样吧，我看这附近也就是田家村的环境好一点，安排你们去田家村如何？都到了这个份上了，人生地不熟的，当然是听从人家的安排了。多谢李正。哎呀，这就是田家村呢，江千虫发迹的地方，看起来好破呀！哎，又破又烂的地方，要把这个地方修建成后来富饶的岭南府，江千虫肯定是花了很多心思吧？哎呀，这些人都好瘦啊，看起来都命不久矣的样子呀，真可怜呐！真不知道都这样了，为什么还要生那么多的孩子呀？你是程文吧？田成文，居然会是你！你还活着？千虫，就是他害死你父亲的，杀了他！谁？田成文，江千虫手下的第一猛将大将军。江千虫一愣，林锦绣的心声跳得太快了，他都有些跟不上了。江千虫，你还不动手？这是你的杀父仇人，你知道他为什么会被流放吗？就是因为害死你爹才被流放的。姨母，我是冤枉的，不是我。明夜会死，是因为皇帝善妒的原因。一个江明夜已经让他害怕了，又来一个江千虫，注定他们父子两个只有一个能活得下去。大周只需要一位骁勇善战的王爷，我当时劝过他，我让他假死逃走的。可是他那么忠诚，他对皇帝那么忠诚，皇帝却容不下他。你放屁！你当初自己都承认了的，是你嫉妒我儿，还害死了我儿。老夫人很是激动，看样子像是江千虫不动手，她自己就得冲过去和田成文同归于尽。江母却是突然开口：“母亲，成文说的没错，害死明夜的不是成文，是上头那位。我也劝说过明夜，明夜太过忠诚了。”结果老夫人一个激动，直接晕过去了。林锦绣却是一脸的同情：“哎呀，这个田成文也太惨了吧！皇帝还正值壮年呢，你瞅瞅他却像是个快死的老头子了。哎，得亏是他命大呀，等来了江千虫，不然呢，可就要在这里蹉跎死了呀。”夫君，你还好吗？田叔叔还活着，就是最大的幸运，不是吗？你还年轻呢，不管你要做什么，我们都还有机会的。林锦绣的安慰确实是让江千虫好受了不少。原本以为那位只是容不下他，没有想到竟然还害死自己父亲。他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父亲的死会和他有关系，他们明明从小一起长大的呀，怎么就下得去手呢？我从来没有想过他这般的可怕。夫君，有的人为了一己之私，毁掉国家江山的都有，更何况只是害人性命。只有坐到那最高的位置上，主宰一切，才能够避免如此。说的是安慰的话，江千虫却是听到林锦绣的心声了。我说大哥，我引导的如此明显，你会明白了吧？要做到最高的位置，要当皇帝呀，用你的才干来保天下太平啊！江千虫一时间好像明白了所谓的人心叵测，明面上关心自己的林锦绣，实际上只是想要怂恿自己去争权夺利。江千虫露出来一抹嘲讽的笑容：“多谢娘子安慰了，我没事了，你去看看祖母吧。”耶，童子，我怎么觉得江千虫的态度变得好奇怪呀？哼，我又不懂人类的感情，别问我啊，我才不是感情大师呢。算了，还是先去看看吧。这老太太一路上都撑过来了，真要是在这儿出点事情，那也不好。好在她只是气急攻心，扎2针就好了。三叔叔，这些年你受苦了。哼，是我太天真了，他连我和你爹都舍得下手，又怎么可能会放过你呢？想必你一路过来遇到的危险也不少吧？江千虫一愣，随即想到了这一路上林锦绣为他做的事情，从头到尾都是在照顾他，就算是有目的的，也是为了他好，为了这世间的百姓好。而他刚才居然用最大的恶意在揣测他，是吃了不少苦，好在有锦绣一直陪着我。田成文一愣，林锦绣，林侯爷家里那个扫把星。林锦绣这边刚刚扎完针呢，凑过去就听到田成文的话：“哈，这扫把星的名头传得这么远吗？连田成文都知道了？”三叔叔，锦绣不是扫把星，我原本是活不长的，是锦绣为我冲洗，我才活了下来。而且这一路过来，如果没有锦绣的照顾，估计我们都活不长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感觉这男人的态度又回来了。江千虫也是心头一阵诧异，林锦绣对情绪的变化这么敏锐啊！我刚才就是冒了个念头，他就察觉到不对了。哇，就是这么一说，什么扫把星不扫把星的，我才不信这些。这儿媳妇儿倒是辛苦你了。三叔叔，时间不早了，是不是先安顿好我们这些人呢？然后再慢慢的叙旧吧？对，
你们看看吧，这附近的位置想选哪里就选哪里，这里和京都不一样，到处都是无主的田地，没人管，开垦出来就算你的。原来是这样啊，那还是挺方便的。这是要去干什么呀？大晚上的这两个人单独离开，容易让人想歪呀。不行，我得要跟上去看看。想到就做，反正有林一在，大美人也不会出事的。于是林锦绣就跟了上去。好家伙，江千宠的身体果然恢复了，这跑得还挺快的嘛。属下见过王爷，江侍卫，你们终于来了。属下把地方都修建在了深山里，王爷去看看吧。身后跟来的林锦绣满是诧异，江千宠还真的另有打算呀。江千宠突然听到林锦绣的心声，也是疑惑不已，这丫头居然都跟来了。算了，还是不拆穿她了，乐意跟就让她跟着吧。主子放心吧，就在不远处，肯定回得来。几个人都是用轻功赶路，林锦绣不会轻功，但是追踪的功夫了得，硬是靠着自己的速度追上几个人，累得气喘吁吁的。累死老娘了，跑的是真快呀！好家伙，这个江千宠果然是早有准备呀，这么大个地方。眼前的一大片山都被掏空了，成片的山洞呀，这是得住多少人呢？或者说山洞里全部都是物资？江千宠看着这山洞的规模也是很满意的。主子吩咐的着急，我们过来就带了2000人，收了的东西也不多，眼下这里只有1500人，500人去接人去了，还是主子派过来的人，应该过不了几天就能够到了。江千宠知道是去接那些灾民的，等到那些灾民过来就可以安顿在这边的山上了。把人安顿在山上倒是有些不妥，没有找到其他适合生活的地方吗？主子，这山洞里头别有洞天的。别有洞天？江千宠想去看看的，可是眼下又有些没有时间了。说说吧，里面是什么情况？这个山洞进去，里面有一片湖泊，平地很宽阔的，适合开花。在江千宠进入山洞之后，林锦绣就没有跟进去了，主要是容易被发现，到时候不好解释嘛。如果他听到了江北的话，肯定会忍不住感叹的。这完全就是老天爷给江千宠特意开出来的呀，气运之子就是不一样呀。林锦绣在门口等了一会儿，皱着眉头，听不到声音，看不到人，白跟一趟。不行，再这么等下去啊！我还是先回去吧，得想个办法，让江千宠自己带我来这里。江千宠这一早上一句林锦绣的心声都没有听到，倒是都有些不习惯了。一个平时叽叽喳喳的人，今天怎么特别的安静呀？不知道娘子对修建院子有什么想法？林锦绣那熟悉的心声，下一刻就直接想起来了。我能有什么想法呀？就是那么一说喽，让你自己坦白呀。你倒是赶紧坦白呀，我们不住在这里，我们有别的地方住呀。还是说你打算把我丢在这里，自己进山？不行，绝对的不行。林锦绣的脸上却是温和的笑着。夫君，我就是想知道，夫君打算怎么修建院子呀？是茅草屋吗？夫君要让我和娘住在茅草屋里吗？当然，我不是嫌弃茅草屋呀，毕竟夫君现在是落难嘛。要是夫君实在有困难的话，我还有不少银钱的，所以我出钱来修建院子，如何啊？林锦绣觉得吧，自己找的借口真的是棒极了，心里面的话也是在不断的冒出来。不是吧，不是吧，江千宠，你一个王爷真的要用老婆的钱吗？很丢脸的。赶紧带我去看你的物资啊，快点打我脸呐，快点，我可没有开玩笑哦。江千宠看着眼前这个面上笑嘻嘻，实则在心里头嘲讽自己的林锦绣，一时间是又好气又好笑啊，这阴阳怪气儿的，不就是想去山上那边看看吗？行，成全他了。江千宠伸手拉着林锦绣的手，还在他的手背上摩挲了一下，这个动作瞬间就惊起了林锦绣的鸡皮疙瘩。干什么？你说话就说话，你动手动脚的干什么？老娘都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了，你占我便宜啊你！江千宠自己也不知道，他什么时候就有些喜欢林锦绣在心里头炸毛的感觉。娘子不用担心，虽然你夫君我落难了，一座院子还是修建得起的，不会让你住茅草屋的。说着还拍了拍林锦绣的手背。林锦绣嘴角抽搐，想要骂人还要面上带笑。真的吗？夫君好厉害呀。那个，我还有个不情之请，能不能看看夫君到底有多少钱呢？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担心夫君没有钱了。真的，我有钱的。嘴上说的大方，林锦绣的心里却是直接哼了一声。你最好是不要占老娘的便宜啊！我告诉你，不要用老娘收集的那些物资，那都是我的。江千宠挑眉，这个怕是不行的，那些物资他也惦记的。娘子，等下带你上山，10月的山上肯定还有很多野果子，咱们去采摘一些。林锦绣的心里这才满意了，脸上也带着笑。好呀，夫君有心啦。只是咱们都去山上的话，那谁看着修建院子呀？江夜，修建院子的事情就交给你了，
好的，主子，玩得愉快。对了，娘子，你喜欢飞吗？啊？什么？江千虫压根就没有解释，一把搂过林锦绣的腰肢，然后运起轻功一跃而起。你又动手啊？你倒是提醒一下呀，大哥，我要是下意识的还手，你已经嘎了好吧？突然一下搂着我，很危险的，你知不知道啊？林锦绣很是生气，系统还在一旁提醒他：宿主，别顾着生气嘛，你要表现的惊讶，然后感动的嘛。现在正是增进感情的时候呀，加油努力啦！乖，你不是不懂感情吗？还加油努力呀！夫君，好吓人呐！夫君，你千万不能摔了我呀！江千虫，老子是你的救命恩人呐！娘子别怕，我很稳的，你可以睁眼看看，很美的。林锦绣当然知道很美了，这不是得矫揉造作一下，培养感情吗？真的吗？那我睁眼了呀。说着，林锦绣才慢慢的睁开眼睛，一脸的惊喜。哇，好漂亮啊！不过夫君，你跳得有些太快了，我头晕啊。将脑袋靠在江千虫的怀里，心中不屑。哼，老子都在天上飞过，稀罕你这个景色呀？什么样的美景我没有看到吗？你用这种快速掠过花草树木来哄女人，哼，真低级。江千虫一愣，林锦绣还会飞？距离真的不远，江千虫还没有搞明白这个问题，已经到达目的地了。娘子啊，到了，可以睁开眼睛了。至于会不会飞倒，下次再找机会问清楚吧。跟在身后的江二都瞪大眼睛，现在是相信江一说的话了。王爷肯定是很爱王妃的，可是从来都没有见过王爷搂着哪个女人飞过。娘子不是想要看看为夫的身家是不是能够养活你吗？进去就知道了。夫君，你还是在介意我刚才的话吗？其实我的本意只是想帮助夫君的。娘子的好意我是明白的，当然如果我听不到你的心声的话，我就真的信你了。山洞里面黑，牵着我。哎呀，林锦绣把手乖乖的放到江千虫的手里。一脸认真的江千虫，好看的脸，呜呼，被撩了呀！哎，谢谢夫君。江千虫恍然大悟，原来林锦绣喜欢这样的调调呀！哇塞，气运之子就是不一样啊，这样的地方都能够被他给找到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这就是专门给他准备的？哎呀，命好呀！这个地方做驻扎地，可以种出来的粮食肯定很多的，这土地一看就很肥沃呀。江千虫也是沉浸在眼前的美景之中，一时之间倒是忽略了林锦绣和系统的对话了。果然是好地方呀，等到那些灾民一到，就能够安排在这里。夫人，你有什么建议吗？建议？要不第一年我们出粮食请他们种植，为我们种植3年之后，就把土地分发给他们，然后每年给咱们上交多少粮食换咱们的保护。夫君觉得如何呀？夫人脑子转得真快，想必大家愿意跟着来的，肯定都会接受夫人这个建议的。林锦绣忍不住的再度叹息，难怪江千虫有能力几年之内把这里变成一座大城呢。除了这里面适合种粮食之外，还有海外的那些海鲜，内外都通，想不发展都难呐。见过王爷。这是夫人。见过夫人。都起来吧，这些士兵看起来倒是个个长得人高马大的，打仗应该是很厉害的吧？夫君，我们要找理由在山上住一段时间吗？我想看看这里的土地，哪些适合做耕地的，规划一下。江千虫此时也听到林锦绣的心声了。哇塞，我能够打造一座城啊，好激动呀！江北倒是尽心尽责的在介绍这块地。这块地差不多有上千亩，眼下最缺的是种子。齐胜说这里的温度适宜，只要把地翻出来就可以种植了。当然前提是我们有种子，第一年嘛，最好是种植豆类的。主子，豆类的种子很少的，我们目前为止也没有收了到多少。种子呀？那需要多少斤种子？有统计过吗？齐胜算过了，1000亩地全部种植大豆的话，可能需要12000斤的种子。种子都是上交到朝廷手里的，这些东西很难得的。上交到朝廷？那岂不是说朝廷的种子都在粮库里面？那粮库里的东西好像都在自己这里呀。林锦绣一下子反应过来了，系统，他的意思是粮种什么的都在我的空间里，对吧？妈呀，我错过了多少好东西啊！不行，回去之后我得找个机会进去看看才行啊。他收国库就是伸手看都不看，直接就收到空间里，所以自己收了些什么东西他自己也不知道。哎呀，按理来说呢，应该是在的，你好好的找一找吧。来，董子，你说朝廷现在知道是我干的吗？还有朝廷国库被盗，什么都没有，是什么反应啊？我真的好好奇。他们这段时间日子是不好过呀，现在安定下来了，这八卦的小心思就冒出来了。好在侯府是偷的第一家，所以该看的热闹都看到了，只可惜呀，没有看到皇宫的。一旁的江千虫听着林锦绣的心声，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。
这人真的是，其实他也很好奇，想来后续应该在来的路上，再过几天就知道了。毕竟他离开的时候也是留了些人手用来善后的。夫人，你手中可有良种？如果有的话，让你的人送来吧。哼，这个人又打媳妇嫁妆的主意。江千虫啊，江千虫，你可真是好样的呀！夫人放心吧，我会让你的人白干活的。只要你有良种，我花钱买，可行？系统忍不住翻了个白眼儿。哎呀，林锦绣，表现呐，感动他，快，赶紧开口，快点！林锦绣恨不得咬碎一口银牙。我辛辛苦苦收集的东西，就为了感动他，都得拿出去，凭什么呀？你说凭什么吗？凭你要在他身上图一个大的。也是哦，一句话让林锦绣彻底清醒了，想起来他在这个世界的主线任务不能贪。夫君说的是哪里话？这么客气，咱们夫妻是一体，我的就是你的。我让我的人去搜罗一下，尽快把良种给送过来。江千虫也露出一抹笑容，一脸感动的样子。谢谢娘子，我要是没有听到你的心声的话，我是真的会信。不过这家伙想在自己身上图谋什么呀？林锦绣还以为自己的计谋成功了。哼，男人呐，真好哄。夫君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回去吧。太晚了回去，母亲会担心的。这边的地也看了，等到大部队来了才能够行动的。现在嘛，还是修自家院子更为重要。也好，走吧。养子以后就可以来这边小住。江北，以后听夫人的安排，明白吗？江北有些诧异，不过还是赶紧开口。是啊，主子。没有想到呀，原来夫人在主子的心里这么的重要，直接等于主子的位置。这还差不多嘛。我为你做那么多的事情，你对我好也是应该的。不过人家都这么说了，自己好像也应该感动一下下。夫君，你对我真好。应该的，没有娘子，哪有我的今天呀？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啊！他为什么要说出这句话呀？总感觉怪怪的。夫君这话说的，妾身为夫君做的一切事情，都是妾身心甘情愿的呀。江千虫好笑。是啊，你说这话的时候，要是不那么咬牙切齿的话，我会信的。娘子啊，你用的什么熏香啊？还挺好闻的。熏香？哼，你觉得老娘有时间搞熏香吗？我没有用香啊，夫君是闻错了吧？话音刚落，江千虫突然就凑了过来，和林锦绣挨得很近。林锦绣面对突然出现的俊脸，心脏很没有出息的狠狠地跳动几下。夫君，你是吗？那可能是我闻错了吧。林锦绣此时脑袋还有些浆糊呢，下意识的就点头。哎呀，没出息呀，没出息！人家靠近你一点，你脑子就一团浆糊了，难怪你会被男人骗呐！怎么还没有被骗够是吧？哼，你不懂啊，那么好看的一张脸，靠近谁不迷糊呀？这不能怪我，怪只怪他太好看了嘛。而且你说了，我的东西都是为他准备的，那怎么能说是骗呢？想到这里，林锦绣突然觉得不对呀。他的空间不属于系统，是自己带的，那要是回去的话，也是能够带回去的吧。所以他要金子，以后江千虫要他的物资，那就用金子来换。江千虫原本听着系统和林锦绣的对话，心情还挺好的，然后就发现林锦绣突然沉默了，但是还一脸高兴的样子，不由得微微摇头，果然还是有些傻呀。你们回来了，正好该吃晚饭了，快过来坐下。啊，来了，谢谢母亲，母亲今天一天辛苦了。不是我做的晚饭，是张婶子帮忙做的。张婶子是谁呀？江母指着还在那边忙碌的一个妇人。我的意思是，咱们家应该是需要一名厨娘的，所以我想请张婶子来做厨娘，你们觉得如何？咱们家现在就咱们3个，江一他们又不会做饭，锦绣倒是会做饭，但是我哪里舍得让她天天做饭呀？千虫啊，家里还有钱吗？娘，家里还有不少银钱，你放心。林锦绣暗自撇了撇嘴，心中不屑。哼，你这么说只会让大美人觉得你是在逞强啊！怎么让女人放心都不会做？看样子要学的还有很多呢，还是让我来逗大美人开心吧。母亲，你看，咱们真的不差钱，别说请1名厨娘了，你请10个都行啊。江母看着这300两银票，眼中含泪看着林锦绣。锦绣啊，这是你的嫁妆吧？真的是难为你了。千虫啊，以后记得要翻倍还给锦绣，有钱了聘礼再给锦绣补上一份。知道了，母亲，你是个会算账的，用300两又赚了一份聘礼。嘿，大美人啊，人美心善，又做了一笔划算的买卖呀。不过表面上嘛，还是要拒绝的呀。母亲，
不用的，咱们都是一家人呢，我的都是夫君的。锦绣说的是，千重的都是你的，再给你补上一份聘礼也是应该的。母亲说的是，那我就不推脱了。那事情就这样定下了，我去和张婶说，你们慢慢吃，这个院子也要快点建好才好呢。王爷，奴婢愿意天生服侍你，还请王爷成全奴婢吧。哟呵，这不是春桃吗？这家伙还活蹦乱跳的呢，是没有审问出来问题，还是放长线钓大鱼呀？江千重不会想把他带在身边吧？也是哈，这一看就是一颗棋子，丢进去可不好啊。江千重则是皱着眉头，这个人一看就是居心不良的，肯定不能带在身边呀。但是放进去吧，也不太合适呀。行，那你留下吧。这人刚才还有心声呢，怎么现在这么安静呀？自己带着春桃，他一点意见都没有吗？林锦绣察觉到江千重的眼神，冲着他露出一抹笑容，心里头却是狠狠地翻了个白眼儿。哼，看什么看？没有看过美女啊？哼，你开心了吧？可以左拥右抱了。哎，女人呐，果然不可理喻。明明知道自己把春桃带在身边是因为春桃有问题，结果还要生气，想什么呢？夫人，这是生气了。夫君说的哪里话呀？我为什么要生气呀？只是收一个婢女而已。夫君为何会觉得我会生气呢？难不成夫君对春桃还有别的想法？江千重有些无语了，心里想着，我连你一个都搞不定，动不动就阴阳怪气的，再来一个我哪受得了呀？夫人误会了，说起来接下来一段时间还要夫人多看看那个春桃，她有问题，大抵是别人派来的细作。林锦绣当然知道了，不过就是想要江千重这么一个解释罢了。哎，原来夫君是这么想的呀，那是我做的过分了，夫君不会生气吧你？夫人这么温柔的人，怎么会做过分的事情呢？林锦绣面上微笑，心里头已经咬牙切齿了。夫君说的是呢。哈，温柔？我温柔你8辈祖宗，我就让你看看我会做什么。其实我还很期待啊，杨子会怎么琢磨细作呢？希望那个细作挺得久一点。后面的郑老先生看着两个人的背影，忍不住的点头。王爷和王妃的感情还是这么好，走到哪里都黏在一起呀，可不是吗？我家主子和夫人的感情那是相当好。出来山洞口的时候，一个人影就扑了过来，江千重吓了一跳，差点就从轮椅上蹦起来。好在林一的动作更快，直接一脚把那个人影给踢出去了。等到人影落到地上的时候，林锦绣这才看清楚，嘿，这不是春桃吗？林一干得漂亮啊！呀，春桃，你扑过来做什么？你不会是想要行刺夫君吧？夫人，您误会了，奴婢只是想要过来帮忙推轮椅而已，没有其他的意思。林锦绣在心中冷笑，哼，就你那架势，你是来推轮椅的？丫儿的，我都不好意思说你呀！明明就是想要扑到江千重的怀里，缠江千重的身子，你不要脸！哎，你说人家缠江千重的身子不要脸，那你呢？你要脸吗？哎，不是吧？我什么时候缠江千重的身子了？你不要乱说啊！在江千重的耳朵里就是这样的。原来娘子一直缠我的身子呀！快了，等到院子修好，我就让你得到我。林锦绣感觉到江千重冲着自己笑，还是有些古怪的笑，忍不住皱眉。王爷，奴婢真的只是想要帮你的。不用了，以后没有叫你，不要凑到本王面前。娘子，咱们回去吧。林锦绣对江千重的表现还算是满意的。好啊，夫君。推着江千重朝着下山的路下去了。春桃见没有人理会自己，又从地上爬起来跟了上去。娘子，务必小心那个春桃，她会武功，还是个高手。刚才那个距离，春桃朝着他扑过来的速度就很是不对，莫不是想要试探自己身体是不是健康的？是个高手呀！一路过来，护卫都没有发现他的不对劲儿，这肯定不是个简单的角色。放心吧，夫君，我不和他单独相处，我走到哪里都带着林一，他是高手，不也被林一一脚给踢飞了吗？还是夫人聪慧。那当然了，我可聪明了。哼，你这家伙呀，终于是聪明了一回呀。宿主，你要小心男人的糖衣炮弹啊，不要因为花言巧语就动心嘛。别胡说，我没有。是吗？刚才检测到宿主心跳加速跳动了呢，你不会说是我有心跳吧？林锦绣翻了个白眼儿。哎呀，你好烦呐，都说没有啦。见过夫人，奴婢春桃是王爷特意留下来伺候王爷的。江母又不是没有在宅门里头混过，这个春桃一看就目的不纯，好吧？
锦绣啊，那个春桃怎么回事呀？一张口就是千虫亲自留下的。锦绣，你放心，千虫要是敢对不住你，我收拾他。母亲，你还不知道我呀？谁能给我委屈受呀？那个春桃，她是个细作，放心，我会收拾她的。倒是母亲，她是会功夫的，你不要和她单独出去。哦，那我知道了。见过少夫人。你的规矩是挺好的，身为下人就该干活呀。你站在那边偷懒干什么？看到那边的粪桶了吗？去吧，提到河边去清洗干净，那可是王爷晚上要用的，就指着你了。你让我去洗粪桶？对呀，不是你去，难不成是我去吗？你是少夫人，还是我是少夫人呢？可是我是要留下来伺候王爷的呀。你想留下来吗？想的话呢，就去洗；不想的话呢，我就送你去开荒。你这么对我，就不怕王爷生气吗？我可是王爷亲自留下来的，是要贴身伺候王爷的，不是洗粪桶的。算了，让你死心。夫君，我想让春桃干点活。春桃说她是你特意留下贴身伺候你的丫鬟，不愿意呢。王爷，少夫人她让我去洗粪桶啊。这里没有什么王爷了，你叫他少夫人就叫我少爷。还有，是你自己要留下伺候的，洗粪桶不是伺候人吗？为何不去？可是少爷，奴婢是你留下的，奴婢是想要贴身伺候你的，你不是答应了吗？不是你自己跳出来说要伺候我们的吧？光伺候我那倒是不需要了。你要是想留下来的话，就听少夫人的；不想留下来，我就送你去开荒。这和林锦绣的话一模一样啊！春桃惊讶的嘴巴都张大了。他是真的以为江千虫留下他，好歹是对他有点想法的，结果是他误会了。是，奴婢听少爷的，奴婢现在就去洗粪桶。哎呀，这当个细作简直是委屈他了呀！转头就看到江千虫，吓了一跳。夫君，你怎么在这里呀？好家伙，江千虫你怎么神出鬼没的？哼，我不是心疼春桃了，我来看看春桃的。我是来找娘子的，我们之前答应族人在这里开个粮店的事情，娘子还记得吗？林锦绣自然是记得这事儿的。他喵的，说好不惦记我的粮食呢，结果还不是要我出粮食。江千虫听着林锦绣的碎碎念，眼中闪过一抹笑意。那些粮食是他的吗？明明是他打劫别人来的嘛。自然是记得的。夫君，是粮铺修建好了吗？修建好了的话，我让林毅去找人把粮食送过来。夫君放心，你做任何事情我都支持你的。面上是笑容满面的，可是林锦绣的心在滴血呀。哼，虽然都是我自己抢来的，但是那也是辛辛苦苦抢的呀，就这么白白拿出来。江千虫啊，江千虫，你得要有良心啊，以后记得封我做皇后。江千虫看着林锦绣，下意识的以为林锦绣是很爱自己了，才想要名正言顺的成为自己的妻子，和自己在一起。娘子啊，谢谢。夫君，咱们之间不用道谢了，只要夫君时时刻刻的记着有我在，我在你心里才是最重要的。锦绣就很开心啦。就这么潜移默化的 PUA 他，这样以后那个什么小青梅呀，做什么都没有用的。系统，我刚刚想到的办法怎么样啊？我是不是很聪明呀？系统还能说什么？突然觉得这个主意好像也是不错的。江千虫却是皱了下眉头。PUA 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像刚才话里的那样表达爱意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也不是不能接受啊。看来娘子真的是很爱自己。林锦绣丝毫不知道江千虫对她产生了美丽的误会。夫君，你在这里监督他，不准他偷懒，我去找林一啦。说着，林锦绣快步离开了。江千虫知道林锦绣这是去准备粮食去了，也没有跟着去。不过让他在这里看着春桃，他也不想看。而此时的春桃看到只有林锦绣离开了，机会来了呀！哎呀，少爷，我摔倒了！主大，春桃摔倒了。怎么？你想扶她呀？我不想。哼，那不就是了？她摔倒了，关我们什么事啊？丫的，这江千虫是男人吗？居然一点都不为美女心动啊！眼前突然出现一片黑色。鬼啊！鬼什么鬼？我知道我们家少爷很迷人，但是不是你的，挖地是你的，赶紧挖地。再看，我把你眼珠子抠出来，你信不信？这鬼还说话了。春桃直接翻了个白眼儿。快点起来干活，不然别怪我报告我家少夫人，你偷懒啊！听到少夫人的称呼，春桃悟了，这不是少夫人林锦绣的身后经常跟着的那个人吗？
是人他就不怕了。你有病吧？大白天的把脸藏起来，你不能见人就别出来呀！说着又愤怒的开始挖地，心中也忍不住的碎碎念：什么呀？少夫人手底下根本就有人，就是想跟自己过不去。不行，江千虫是撩不动了，想要留下来，又想要日子好过一点，那就必须把少夫人哄好才行。于是春桃挖地挖得更加卖力了。林锦绣这边还不知道春桃已经改变想法了，朝着成为他身边大丫鬟的方向努力呢。他已经和系统说过了，运送了10万斤粮食，让林一带着人去送来村子里面。安排好这个事情之后，林锦绣就去找江千虫了，却是看到江千虫的边上还站了一个没有见过的人。是山上过来通知消息的吗？杨子，过来。林锦绣这才走了过去。少夫人好。这是京城里来的人。林锦绣一愣，京城里来的人？是京城那边有什么消息吗？如果不是很重大的消息的话，应该不会要一个人送过来吧。那人看了下江千虫，以后我的消息都不必瞒着少夫人，直接说吧。林锦绣有些感动了。童子，我要长恋爱脑了。呵呵，长啊，到时候要回去我再给你拔了。江千虫倒是一脸的疑问。恋爱脑是什么？能长能拔，是长在哪里的？他好奇，但是又不敢主动询问，担心被林锦绣看出端倪来。他发誓，早晚有一天会搞清楚这些不知道的新词儿。主子和夫人离开之后，京都发生大事了。侯府失窃，那个胆大包天的贼人又去偷窃了国库和皇宫。江千虫听到这里，看了一眼林锦绣，哈哈，想不到吧？胆大包天的贼人锦绣在此，可惜那些傻子抓不到我呀。江千虫扯了一下嘴角，也是呀，谁敢信呢？这是一个小女子做的。国库和皇宫都失窃，是不是闹得特别的大呀？没有，这个消息太重大了，皇上下令封锁，谁都不得对外宣布，只在暗中偷偷的找这个贼人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那还有什么消息吗？皇上为了尽快找部损失回来，下定决心增加赋税，而且还克扣了军饷，还有各个王爷封地的赋税都增加了。童子，完了，这个狗皇帝增加赋税，原因是我偷了国库，会不会扣我的功德呀？不会的，这只会扣狗皇帝的，他本来就没有德行，这一波下来，身为帝星的气运直接就扣光了，江千虫才好上位吗？还有其他消息吗？还有是关于您杨家的消息。杨家？什么玩意儿？那家人又闹什么幺蛾子呀？不过在江千虫的面前，还是要关心一下的。我娘家怎么了吗？您的娘家也被流放了。哈？还有这好事儿呢？不是，我是说怎么会呢？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啊？我说的第一句话你们没有听清楚吧？肯定没有的，是吧？不能有损我的形象啊。江南和江千虫都听清楚了，不过江千虫嘛是知道这是林锦绣的实话的，这人心中此时正在偷着乐呢。江南则以为是自己听错了，少夫人还是很关心娘家的。是因为之前姚王府的瘟疫闹的。姚王府距离京城不远，瘟疫解决之后也下雨了，姚王府的危机算是过去了的。但是姚王不在，所以刘源这边派人去寻找姚王的下落，没有找到，干脆就去京都告状去了。少夫人，托了刘源的福，现在整个京都的人都知道你有高超的医术了，然后皇上也知道是你救活了我们主子，迁怒您的娘家，才把他们发配去了宁古塔，要让他们和你这辈子都见不到面。唉，真的是难为爹爹了，一把年纪了，还要因为我被流放。不过爹爹很厉害的，我会派人照顾我爹爹。夫君就不用派人照顾他们了。呵呵，真的是大快人心呐！狗皇帝，这次你算是干得漂亮，替我解决了那些恶心的人，一辈子都见不到。哈，那是真的美妙如此呀！不行，江千虫，你可不能多管闲事啊！派人照顾他们干什么？就得吃苦，把老子之前吃的苦全部都还给他们，简直是完美。这样也好，既然娘子已经派人照顾了，那我就不派人去了，毕竟我们这边也正需要人手。夫人全家都因为我的事情受累了。林锦绣立马一脸情深地看着他，夫君哪里的话，为了夫君做任何事情我都是甘愿的，只求夫君也把我放在同等的位置上。童子，这活好像不好干呢，好肉麻呀。这不是你自己的选择吗？我教你，下次你就盯着他的脸，看着他的眼睛，你就能够自然而然地说出来了。哈，也对哈，
江千虫这么好看的脸，不看白不看呢。看着这张脸，什么话说不出来呀？林锦绣转过头就看到江千虫，然后发现江千虫的双眼也在直勾勾地盯着自己，两人就这么样对视着。好深情的一双眼呐，眼中都是深情啊！哎呀呀，果然呐，男人管会装。这个江千虫不喜欢你，还这么深情地看着你。我说，你凭什么说他不喜欢我呀？呵呵，人家心里是有小青梅的嘛，为了他愿意付出性命的小青梅哦。去他喵的小青梅！林锦绣突然有些看不惯江千虫了，朝着江千虫哼了一声：“哼，夫君，你真的有把我放在心上吗？”娘子这话从何说起啊？当然是放在心上的。林锦绣撇了撇嘴角，心里的话咕噜咕噜的全冒出来。哼，你放屁呀！真的把我的话放在心上，你现在应该在看着春桃挖地，而不是在这里和江南说话。果然呐，这个狗男人心里只有他的小青梅。夫君说的是，夫君说了，我自然是信的。对了，夫君，我去看看春桃开荒开得如何了。江千虫的身体僵硬了一下，他看到江南之后，完全将春桃的事情给忘记了。果然不怪林锦绣骂他呀，他好像也没有把他吩咐的事情给放在心上。娘子，等等我们一起去。春桃很自觉的，应该该淡的差不多了吧？夫君说的是，看样子夫君对春桃的印象还不错嘛。哼，有本事语气别那么心虚啊！呸！好吧，越发的说不清了。论起阴阳怪气来，没人比得过林锦绣啊。那倒不是，毕竟一个有武功的人，开荒肯定比一般人要强啊。夫君说的是。短短时间，夫君说的是，他已经听到3遍了。江千虫开始有些头疼。原来女人骂人的时候不是最可怕的，假意顺从才更加可怕呀。厨子，你来了，他几次想偷懒都被我阻止了。果然是想要偷懒的呀。你做了什么呀？灵儿拿着手中的松果，那随便摘的，他偷懒我就丢一颗砸他，他就不偷懒了。林锦绣嘴角扯了一下，这个灵儿也是个人才。少夫人，你终于来了，你看我把这块地都翻出来了。春桃是能干的，今儿晚上允许你多吃一个馒头。春桃人都傻了。不是吧，你真的是比黄世仁还要黑呀！我都干了1天活，你就给我多吃一个馒头。春桃闻言，整个人一下子就晕过去了。哎呀，这是累晕了呀，也真的是可怜呢。没关系，慢慢来，以后还有的是时间呢。灵儿，把人给弄回去。灵儿是不可能公主抱的，所以直接就把人给扛回去了，还带着锄头。毕竟人可以丢，锄头不可以丢啊。这个时代，一把锄头那可太重要了。刚刚进入村子，路过一户人家的时候，就听到里头传来惨绝人寰的叫声。不是吧？这是在干什么呀？怎么叫得这么惨呢？话音刚落，房间里头一个老婆子走了出来。哎呀，不行啊，你去找个大夫吧，或者送到镇上去看看还能不能救了。我是没有那个本事的，你另外找人吧。就在此时，系统突然发布了任务：救下里面的产妇，获得奖励20斤土豆种子。土豆种子呀，还是20斤，那不就是20个功德点了？这可是好事情呀！我接了，我过去看看吧。不行啊，你救救我娘子啊！林婆子，你帮忙呀！实在不行，也要保证孩子生下来呀。林婆子是村子里的产婆，接生了不少孩子的。听到这话，皱着眉头：“我是真的不行，不耽误你们呀，赶紧送到镇上去吧。”哎呀，送到镇上得多少钱呢？我们家没钱。我听说你们产婆，不是能够把妇人的肚子给划开，把孩子给取出来吗？我们只要孩子还不行吗？林锦绣听到这里，瞬间怒气直升天。这老太婆也太可怕了吧！居然只要小的，不要大的，还要把大的肚子给划开。不行，我可是正经产婆，我可做不了这种事情。大壮啊，你赶紧带你婆娘去镇上吧。我是大夫，这位婶子是产婆吧？还请您先别走，跟我一起帮着这个妇人接生吧。大壮娘看着突然冒出来的林锦绣，有些诧异：“你是那边新来的夫人吧？你这么年轻，医术能行吗？大夫，我家可没有钱的。”林锦绣皱着眉头，这是什么话呀？她都过来了，怎么这个婆婆不想给儿媳妇治疗的样子？倒是那边的大壮直接就给她跪下了：“这位夫人，还请救救我娘子！只要你救我娘子，我大壮以后给你当牛做马报答你。”我先进去看看吧。婶子，劳烦你了，一起进来吧。林婆子本来是想要走的，不过看在这大壮媳妇儿可怜兮兮的样子，还是进去了。里面的产妇一脸苍白，
眼看是不行了。婶子，你们接生是不是都有特殊的手法，能够正胎位的？这位产妇难产就是横位，就是孩子不是头朝下，而是横在肚子里面了。我倒是想有，我要是有的话，不会见死不救啊。那我来说，你来做。说着，林锦绣拿出银针给产妇扎针，然后让林产婆按照她说的位置给产妇肚子里的孩子调整位置。时间过得很快，1刻钟之后，孩子的位置这才调整好。要是不快点生的话，孩子憋也憋死了。吃吧，这是养生丸，补气养身的，能够保证你有力气生孩子。吃下养生丸之后，产妇就很惊讶，感觉自己身上的力气又慢慢的恢复了，然后配合着呼吸，很快就生下一个男孩子。哎呦，是个带把的，恭喜恭喜呀！说起来，这孩子是个有福气的，原本都要没了，遇到个大夫，这以后肯定是有大出息的。谢谢神医，要不是你，我娘子和儿子都没了。神医，你放心，我说到做到，你以后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。你娘子身体虚弱，给她好好的补一补吧。林锦绣这么说，只是想让大壮多照顾一下，毕竟大壮他娘有些心黑呀。娘子，人救下了啊，救下了！恭喜宿主救人成功，接生新生命1次，奖品已经发放到你的空间之中了哟。童子，你是不是看我那片荒地开出来了，很适合种植土豆，才给我土豆种子的？可以这么说吧，这是新型土豆种子，改良过的，种下去之后到收获只需要60天时间，而且亩产4000斤，绝对是江千虫很需要的东西的。而林锦绣不知道，在后头跟着的江千虫听到土豆亩产4000斤的时候，已经傻眼了。这么高产的种子，居然是真的吗？只需要2个月的时间，也就是说，现在种下去的话，年底就可以收获了。想到这里，江千虫的心砰砰的直跳，激动到不行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听到了，是林锦绣为他种植的，因为他需要，他才种植的。林锦绣察觉到身后江千虫看他的眼神有些古怪，这个狗男人又在想什么？这么盯着我做什么呀？夫君，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娘子今天特别好看。夫君这话说的，原来我在夫君眼中就只有今天好看呢。这个狗男人呢，该不会是因为我救了一个难产的产妇，觉得我善良吧？男人呢，果然都喜欢这种善良温柔的人设吧？当然不是，娘子每天都好看的，是今天特别的好看。是因为我救了那个产妇，所以夫君才觉得我好看的。那我今天要是没有救那个产妇，夫君不会觉得我长得丑吧？见死不救。江千虫是真的有些苦恼了。我就是想夸赞一下林锦绣嘛，为什么会发展成这样？女人好难哄啊。夫君怎么不说话呀？莫不是夫君真的这般想我？没有想到我在夫君心中竟然是这样的人，真的是太让人伤心了。我这演技真的是不错的呀，是不是啊，筒子？我的眼睛都带着泪呀，表演的可真好，是不是很美啊？你说这样能迷倒江千虫吗？你会不会说话呀？那叫美人垂泪，眼睛都带泪，怎么听都觉得恐怖呀。江千虫原本还想要安慰林锦绣的，突然就听到林锦绣的心声，还有系统的答话，差点没有笑出声来。感情是自家娘子又气劲上身了，想要自己哄一哄嘛。娘子，为夫没有那个意思，你误会了。林锦绣听到这话，突然开始摇头，我不听，留下江千虫一脸蒙圈，这又是唱的哪一出呀？喂，你在干什么？我看小说里面那些女主都是这样的表现呀，在男主要解释的时候就喊着我不听，然后就跑开嘛，这样才能在江千虫的心里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呀。系统有些无语，之后又忍不住咬牙切齿的开口，我亲爱的宿主，你是个温柔善解人意的人设不是无理取闹的小白花人设呀，你哭个锤子呀，还哭着跑开。对哦，一不注意我人设崩了呀，那要不我再补救一下下？主要是我也不确定嘛，表现了这么长时间他都没有反应啊，鬼知道他爱不爱我。这样吧，要是等下他来哄我了，那就代表他爱我，他要是不来哄我，就代表他不爱我，你觉得呢？系统不出声了，对林锦绣表示无语。主子，要不你去哄哄少夫人吧，她看起来很伤心啊。果然啊，我娘子演戏可真厉害，不听到她的心声，谁能够想到她是在演戏呀？连江一都骗过去了。你觉得
我要怎么哄？江一想了想，看到旁边有花开得很厉害，要不送花吧？我上次看少夫人摘过这个，肯定是喜欢的。喂，筒子，你倒是给我出点主意嘛，怎么拿下对方呀？这个简单呀，给他生个娃啦。男人嘛，给他生个娃，肯定能够拿下的。林锦绣好生气呀，正想要回答系统，就看到江千虫回来了。而江千虫在门外的时候，还听到了系统的话。林锦绣想要给他生个娃，不过也好，这2年起码是安定下来的，要娃也是好时间。有了这个认知之后，江千虫的心情就肉眼可见的变好了。筒子，你看到没有？他笑了哎！哼，我这么伤心，他还在笑。他真的是一点都不爱我，真的是铁石心肠。我为他做了这么多，他一点都不爱我，我哪里比不过那个小青梅了？江千虫嘴角扯了一下，有些无奈呀。自己家娘子不只爱做戏，还爱胡思乱想。娘子，你别伤心了，哪怕是娘子不救人，我也不会觉得娘子恶毒。我娘子是世间最善良的人。林锦绣盯着江千虫，试图从江千虫的脸上看到他说假话的证据，结果发现他好像是很认真的样子。喂，筒子，这什么意思呀？这是在哄我？系统赶紧出声，他担心林锦绣罢工，还是决定给林锦绣一点希望的。对呀，就是在哄你嘛，看样子是对你有些动心的，宿主，你要加油哦。看系统都安慰林锦绣了，江千虫从身后拿出山茶花来。没有第一时间来追你，是因为我给你摘花去了。娘子，你看你喜欢吗？是我说错话了，娘子别伤心，可好？哪怕是做戏，江千虫突然发现，他好像也舍不得林锦绣哭呢。江千虫也是第一次开始正视起来，他对林锦绣好像不只是感激了，好像还多了那么一点别的东西。摘下一朵山茶花来，直接就戴在林锦绣的头上，直面自己的心意，感觉很好，恨不得和林锦绣温存一下。只是下一刻，江千虫就听到林锦绣在心中尖叫：耶！他在干什么啊？这谁送人送白花呀？还把白花往我头上戴，他喵的，这是想让我带笑吗？要死了！他是不是想送走我呀？江千虫的手指一僵，然后又默默的把白色山茶花给取了下来。一时之间，他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好，气氛顿时有些尴尬。好家伙，飞鸽传书，也不知道这鸽子是怎么训练的呀！哎呀，烤乳鸽呀，鸽子汤呀，好久都没有吃了，这鸽子可真肥呀！弄回来给江千虫煲汤也不错呀。既然是好感动吧，但是这不是吃的呀。林锦绣并不知道江千虫也跟着来了，看着春桃鬼鬼祟祟的看着周围，等到春桃把纸条放到鸽子身上，等着鸽子飞走。喂，筒子，怎么办呀？鸽子要是飞走了，我怎么追呀？让林一去追，一只鸽子而已嘛。林一跑起来可是比鸽子快多了。给林一下命令，压根儿不需要见到人，只要系统下命令就行。眼看着一个黑色人影就冲出去，林锦绣就知道等着就行了。林锦绣在原地等了一会儿，就看到林一回来，手上正是那只肥肥的鸽子。这个鸽子我是吃了呢，还是拿回去煲汤呢？煲汤的话会被春桃发现的吧？要不现在就烤乳鸽。看着林锦绣直接从林一的手里取出纸条之后，也没有看，就直接打算拔毛。江千虫再也忍不住了，从黑暗里头走了出来。娘子，你在干什么呀？夫君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不是吧，我刚刚那么粗鲁的扯毛，被他给看到了？娘子起身的时候，我就跟着出来了。什么呀？他真的看到了？他会不会以为我不热爱小动物呀？那夫君怎么不出声啊？我就是在给鸽子做按摩。这鸽子挺漂亮的啊。江千虫挑了下眉毛，给鸽子做按摩，他是会找借口的。娘子喜欢的话，咱们可以养着，不过这是别人的，不能动的。先看看纸条上面写了什么吧。哦，林锦绣乖乖地把纸条交给江千虫，纸条上面就是2句话：萧王已废，萧王妃乃可造之才，奴婢正在努力策反，为主人收下这一员大将。哎呀，这个春桃该说他是有眼光呢，还是有眼无珠呀？居然想要策反我，他也配？他背后那条狗可别被老子翻出来，不然来让他给江千虫当狗啊！娘子，想吃鸡，让佳怡他们去抓。他这是什么反应啊？什么都没有表示的吗？喂，江千虫，有人在挖你墙角啊！娘子，你不会离开我的，对吧？终于轮到我表演啦！当然了，我会一直陪着夫君的，
不管夫君是什么情况，我都不会放弃夫君的。江千虫轻笑一声，靠近林锦绣，伸手摸了摸林锦绣的头发。我自然是信任娘子的。呀，俊脸暴击呀，好想亲一口啊！想到的时候，林锦绣已经造作了，直接就凑上去，在江千虫的嘴唇上吧嗒一下。系统啧啧出声：“哎呀，你是懂得抓住机会的，也是啊，付出那么多，收点利息也不为过嘛。”娘子，院子修好了，明天我们就能够搬进去住了，你不要着急啊。林锦绣的心扑通扑通的跳个不停。童子，他这是什么意思呀？什么叫我不要着急？呵呵，难道不是吗？你刚刚在干什么呀？啊，你就说说，你刚刚在干什么？你就那么生扑上去啦？是吗？是他先靠近我的嘛，这不能怪我呀。江千虫听着林锦绣和系统说话，嘴角情不自禁的上扬。娘子，回去休息吧。林锦绣乖乖的跟在江千虫的身后一起回去休息了。当然，他的心声是不会安静的。童子，你说春桃要怎么挖墙脚啊？我说呢，他从前几天开始就在我的面前表现得特别热情，感情是看上我了呀。你这个话说的有歧义啊。林锦绣也不和他争了，反正现在他的兴趣都在春桃身上，还有在考虑和江千虫的关系上。要洞房的话，其实也不是不可以，更何况江千虫是个美男嘛，他不吃亏的。系统已经无语了，甚至什么话都不想说了。江千虫牵着林锦绣回来的路上，已经能够感觉到林锦绣那炙热的眼神了。不是吧？怎么会有这种女人呐？这是有多爱自己呀？这么迫不及待吗？不过江千虫也不反感，反而有种心情很好的感觉，嘴角都情不自禁的上扬着。可惜了，今儿个晚上还不能搬进去。江千虫和林锦绣在房间里准备休息了，门口却是突然站出来一个人影。春桃，你不去休息，在这里干什么呀？少夫人，你不知道吗？我们这种当奴婢的，晚上就应该守在旁边呀。你有什么事情叫奴婢，奴婢才听得见呢。林锦绣翻了个白眼儿，她是打算今儿晚上和江千虫好好温存一下的，结果这丫头站在门口当门神呐，要偷听还是咋的？不要你守在这里，咱们这里呀没有这个规矩的。不行，奴婢身为奴婢，哪能不履行奴婢的职责呀？这丫头到底在想什么呀？偷听人家洞房吗？或许不是呢，他都已经认定了江千虫废了，一个废人还会洞房吗？所以他没有想到过尴尬的事情会发生，所以他只是在你面前表现而已。林锦绣也是无语了，真的是想要破坏自己的好事呀，简直是不能接受。童子，把灵儿叫过来，打晕带走。还有你自己呀，也要屏蔽一下，不要偷看，谢谢。很快灵儿就出现在春桃的身后，一下子把春桃给敲晕了，直接把人给扛走。整个世界都安静了，我的夫君，我来了。夫君，我帮你更衣吧。果然，非常的热情。好。话还没有说完呢，门口又出现了一个人。娘子，别急，门口又来人了。哼，好气啊！还能不能愉快的玩耍了？这又是谁呀？主子，不好了！前线传来消息，江东带人被围住了。江东也是江千虫手底下的人。江千虫重伤被召回之后，就是江东在镇守边关的。江东手底下可是有8万大军呢，这8万大军也是他的底气所在，绝对不能出事的。锦绣，对不住，事情紧急，我怕是要过去一趟。夫君，你路上小心些。林一，过来，你跟着夫君去吧，保护住他的安全，知道吗？系统交出来的势力，林一到林10都是可以直接和系统沟通的。把林一给派过去，林锦绣这边也能知道江千虫的情况，这是防备江千虫万一遇到危险，他也能够知道，到时候才好操作嘛。他的大计可不允许任何人任何事情来破坏。等着我啊，娘子，我会平安回来的。我会找人顶替你的，放心。夫君，你可一定要平安呀。少夫人，要让少爷称病，不能外出吗？宿主，你要是需要的话，我可以提供帮助哦。童子，你能够提供什么帮助呀？人皮面具，江千虫的，你戴在灵儿的脸上，灵儿就能够暂时做江千虫的替身了，完美解决江千虫不在的问题。还是你溜呀，那就这么办了。江千虫的人皮面具多少功德呀？嘿嘿，也没有多少嘛，1个月的100功德点，3个月的300功德点。简而言之，
1个月的100功德点，看自己买几个月呗。江千虫从这里赶过去，快马加鞭的话也需要1个星期，还要带着不少的人过来。3个月估计是最短的时间了，到了之后就刚好过年，也不是不行。那就先来3个月吧。我有好几万的功德点，我是富婆，哼，给我换。很快，一个面具就浮现在了林锦绣的面前。灵儿，你过来一下。主子，你叫我去，把这个戴上，之后你就伪装成我夫君了，知道吗？装病就在这个房间里，不能出去哦。好的，主子，林三会顶替我的位置，在暗中保护你。在江二不可置信的眼神里，灵儿摘下了自己的黑色帽子，然后出现的脸和自家主子一模一样。他忍不住的就冲了上去，然后伸手在灵儿的脸上揉搓了一下。居然看不出来破绽，少夫人，你这个面具好厉害呀！要不是亲眼看到，江二甚至都有些不敢置信呢。这算什么呀？我的本事还多着呢。哎，夫君可真可怜呀，怎么突然就犯病了？江二啊，你好好照顾你家主子吧，我去隔壁休息了。为了做戏，他连自己的房间都交出去了。江二看着灵儿，灵儿翻了个白眼。你要对我这个病人做什么？江二不好意思地收回手。抱歉，就是太意外了。江千虫病了的消息根本就没有人怀疑，毕竟之前就到了需要冲洗的地步了，这又翻山越岭的跑了这么远，身体变弱也很正常。锦绣啊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母亲，那不是夫君，夫君昨晚收到飞鸽传书了，江东被人给包围了，带着江一他们去营救了。您放心吧，我让林一跟着去的，不会出事的。那床上的人是谁呀？为何和我儿这么相似呀？那个呀，那是灵儿了，我的属下，我给她的面具做的逼真吧。锦绣的手可真巧啊，还有这个本事呢。可不是，母亲，你想去江北那边玩吗？想去的话，我也做个面具，让林三代替你。你可以去看看江北那边建造的新城。关于在山中建新城的消息，江母是知道一些的。我不去，我就在这里陪着你。自家儿子不在，哪有把儿媳妇一个人扔在这里面对这些事情的？嘿，好啊，母亲，我都尊重母亲的意思。母亲想留下来也行啊，不过每天可得装得伤心一点，咱们这里可是有探子的。说到探子嘛，那就是春桃了。少夫人，你也在啊？你这话说的，我不在，我还能去哪儿啊？不对，奴婢的意思是，奴婢昨晚上不是和少夫人在说话吗？对呀，你说着说着就睡着了，我还没有见过你这样的，还要我送你回房间呢，是这样吗？春桃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啊，可是一时又说不出来。正好，春桃，你醒了，去镇上抓药吧，这是我开的药方，你赶紧出发。江二，看好你家主子，我也去山里采药了。是，少夫人。林锦绣是打算上山看看的，上次那片林子里的人参也得去挖回来，这些可都是好东西呀。正好趁着挖药材的名义上山去弄点药草回来，还有松子什么的都得去弄一点，还要去新城那边看看发展的如何了。和江母说了一声，就背着背篓朝着山上去了。最先来到的地方肯定是挖人参的地方，果然人参宝贝还在这里等着他。挖好人参之后，林锦绣正打算先回去的时候，就听到林三和人打起来了。林锦绣有些诧异，怎么这个地方还会突然冒出来武林高手不成？主子，活口。那姑娘显然是受伤了，看着眼前的林锦绣，一脸的防备。你是什么人？这位夫人，多谢你的属下救了我，但是能不能放我离开？我不是坏人。这话说了等于没有说呀，谁知道你是好人还是坏人呀？还想说什么？然后这姑娘当着他的面华丽丽的就晕倒了。好吧，这倒是个活口，但是啥都问不出来了呀。算了，这人命好，我今天心情不错，就多救一个呗。房间准备好了，林三把人给放到床上，却是听到江北的一声惊呼：大小姐！大小姐！林锦绣一愣，看着江北，你说她是谁？她叫江千宁，是王爷的义姐，就是老王爷的义女。这么一说，林锦绣知道这是谁了。江千虫的姐姐江千宁，一个英姿飒爽的女将军，也是从小跟着老王爷在军中长大的人。只是原文的时候，这位大小姐也死得很凄惨。不过她不是应该死在边关破城的时候吗？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呀？童子，这个剧情出现变化了。对呀，让你来可不是就来改变剧情的嘛。原本这个时候已经死了的江氏族人，现在全部都在。
那江氏一族气运改变了吗？连带着改变了他的命运，死运中出现了一丝生机，被你给救了吗？好吧，系统这一套一套的，他说不过。这个姐姐不死的话，以后也该拥有完美的人生的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们都出去吧，我要先救人了。林锦绣还在扎针的时候，江千宁就醒了过来。多谢夫人的救命之恩。姐姐好，我是你的弟妹林锦绣。江千宁有些诧异了，林锦绣，没有想到呀，阴差阳错之下，居然是她救了自己，这缘可真是妙不可言呐。还是要多谢弟妹。姐姐，您客气了，你的伤势目前没有太大的问题，我给你开个药方吧，休养半个月就行。不行，我不能休息半个月。对了，千重呢？飞科传书是陷阱，不能去。可是夫君昨儿晚上就收到消息，当即就出发了，现在应该是在路上了。不过你不用担心，我让我的人飞鸽传书通知他，让他小心防备。就算是陷阱，他也要去的呀，他的兵在等着他呢。你说的对，那里有他的兵，哪怕知道是陷阱，他也会去的。少夫人，你终于回来了！以后春桃呀，这是什么个造型？春桃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头发乱糟糟的，脸上还有些黑，这是干什么呢？少夫人，少爷欺负我，他让我接药，接了1天的药。他现在闻到药味儿都快吐了，而且不知道为什么他煎药的时候那个罐子老是破，他都换了好几个罐子了，要不是抓到的药足够多，只怕是少爷今天都喝不上药了。虽然如此，春桃还是煎药成功了的，端出来一碗黑乎乎的东西。不错，明天继续煎药。春桃整个人都石化了。也是，人家是夫妻2个，少夫人怎么可能就为了个奴婢就说少爷不对呢？可是这样子一来，他要怎么说服少夫人离开这个废人呢？春桃煎药是你搞的鬼吧？灵儿乖巧的点头。主子，莫不会真的要喝这个药吧？这玩意儿黑黢黢的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啊！这是补药哎，超级大补药，你不要啊？不要的话，我可就收走了。谢谢主子，我不需要，我可以假喝。假装的接过去，然后又原封不动的还给林锦绣了。春桃，你可以下去休息了。春桃此时才回过神来。好的，少夫人，奴婢告退。不得不说，这个春桃是真的很有礼貌呀。江儿，你看着她吧，我去休息了。当然并没有真的休息，而是进入到空间里，趁着药性正好的时候做成药丸，又是一堆养生丸，到时候可以派上用场的。林一，是有什么事情吗？主子让我给你传达一个消息，你上次说到的飞鸽传书是陷阱，是边关那边接手大军的将领算计你过来送死的。而设计这一切的人目的很简单，第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引出江千重。如果江千重没出来，那就证明江千重的确是废了，不值一提。第二个目的就是趁机消灭这8万军队，毕竟这些人个个都善战，尤其是在江千重的手底下，都是以一当十的勇士。就算是那样，我也得去。主子只是让我把消息传给你啊，并没有让他干涉江千重的决定，反正他只要保护好江千重不死就行了。宗主，不好了，江千重和林一都受了重伤，对方有高人。好，那怎么办啊？我现在也不能传送到他的身边去呀。可以的，我可以把你传送到林一的身边，1万功德点，你舍得的吧？我要是不去，他会死吗？不确定哦，我是系统，又不是上帝。这话怼得林锦绣一下子说不出话来，那也就是说有可能会死呗。行吧，我先兑换一个属于我的人皮面具，让林四过来冒充我过去一趟。你是谁？不准动林大人。我叫红衣，我是林一的朋友，放心吧，我不会伤害他，我是来救他的。林一受伤是身体受到损伤，他不是人，林锦绣还当真不会治疗，但是却有系统给的配套的治疗液，专门修复用的。林锦绣给了他一瓶，喝吧。多谢主子赶过来救我。我的身份要保密，喊我红衣师姐吧。随便编造了一个称呼，刚刚说好，江一就过来了。林一，这是哪位？你没事了？修复液的作用是立竿见影的。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我介绍一下，这位是红衣大人，医术很高的，和主子不相上下，让他给姑爷治伤吧。对哦，江一这才想起来自家王爷又受伤了，这次还是内伤。主子，这位是红衣姑娘，是少夫人的人，医术很好，都把林一给治好了，我带她来给你疗伤。
江千虫啊，你真的是好废呀！这是我救你的第2次了吧？好吧，确定了，这就是林锦绣。只是这家伙到底是怎么过来的？难不成自己走了之后他就跟过来了？这是不放心自己吗？江千虫想到这里，看着林锦绣的眼神都温柔了一些。王爷，还请伸出双手。看着江千虫迫不及待地伸出来的双手，林锦绣眼中一冷，哼了一声。哼，果然呢，男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老婆不在身边，对别的女人也来者不拒哈。江千虫听着林锦绣的心声，才发现自己一不小心真情流露了。这位姑娘，你长得很像我娘子，抱歉，看到你就想到我娘子了。林锦绣一愣，所以这么温柔地看着他，是因为林锦绣的原因。我给你扎针半个月，差不多就可以好了，剩下的你只需要喝药调理就行。多谢红衣姑娘，不知道红衣姑娘和内子是什么关系啊？内子是妻子吧？我是林锦绣的师妹，姐夫，我师姐对你一片真心，还希望王爷千万要对得起她。哼，想不到吧？我就是你娘子，你老婆呀？怎么样？你老婆叫你姐夫，刺激吧？江千虫面色不变，实际上心里有些无奈，自家娘子还是一如既往的调皮呀。没有想到呀，原来她喜欢这个调调呀。师妹放心，我会的。这就叫上师妹了？哼，你是会顺杆子往上爬的。没事的话，我就先回去给你找药材了。红衣姑娘，治疗我家主子需要什么药材啊？我们军中这边还有些药材，要不我带你去看看吧？行，去看看吧。说是药房，其实就是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堆在一起。这些天这些人能够存活，完全是因为他们运气好，老天没有下雨。但凡是一场雨下来，这些人都是要生病的。宿主啊，这不刷功德点的机会就来啦！这些士兵身上多多少少都有些伤势嘛，给他们看看，开个药方，10个功德点就到手。林锦绣的眼睛亮起来，一个人10个功德点，行，干。于是林锦绣在这一堆里头将自己所需要的药材找到之后，就去煎药了。最后还是拿出自己的疗伤单来。王爷，这颗疗伤单很贵的，5000两，记得给我哦。看病的费用就看在我师姐的面子上，不收你钱了。哦，应该的。媳妇儿是真的爱钱呀，连我的钱都不放过呀。姐夫，我还有个要求，希望你答应。我想给你的士兵们看看病，他们看起来好像都不太健康呀。江千虫愣了一下，给士兵们都看病，自家娘子是真的有心了呀。好啊，谢谢姐夫。哼，我的功德来了，又能赚功德，又能增加江千虫的实力。筒子，这个主意可真的不错呀。主子，有人来了。这个时候闯进来的能是什么好人呢？先抓起来吧。眼看着苏怀和苏杰这对师兄弟都要摸到江千虫所在的树屋上头了。哎呦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你呀，苏怀苏大将军。没有想到呀，你竟然会自投罗网。红衣大人，怎么处理啊？去问江千虫吧。江千虫已经从木屋里出来了。杀你也挺简单的，不过我不想杀你，这可是剧毒，半个月之后不吃解药就会死翘翘了。苏怀直接愣住了，看着眼前的人。江千虫，你不是战神吗？做事情怎么也这么卑鄙啊？哼，谁告诉你战神就得直来直往了？花最小的力气来得到最好的效果，不是更好吗？还是说你真的不怕死？死怎么可能不怕呢？谁都怕死的。苏怀气得咬牙切齿，却是再也说不出来一句话。好了，你们可以回去了，乖乖退兵吧，除非你真的想死。我什么时候来拿解药？半个月之后，你们2个自己过来取解药。林一提着2个人丢出了他们的营地范围。红衣师妹，今天的事情多谢你了，要不你去树屋休息，我在外面吧。不用了，你生病了，好好休养吧，别大半夜的出来。说完，林锦绣缩回到自己的位置上，不说话了。江千虫心疼的眼神一闪而过，但还是转身继续休息了，不能让他的伤势更加严重。筒子，你说如果江千虫走了，不到1个月的时间，边关破了，全城百姓都死了，那江千虫会不会自责呀？他守护了边关的百姓这么多年呢。系统沉默了一下，其实边关的百姓不多，也就是4、5万人。这个呀，应该会吧，毕竟他守护了那么多年呀。这些人本来是住在边关，都受到战争随时的骚扰，日子过得艰难，还因此丧命的话，别说是江千虫了，就是林锦绣都同情得很。早起的江千虫本来是找林锦绣的，结果刚刚靠近，就听到林锦绣和系统的对话。边关这边的守卫怎么可能1个月不到就失守的？
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呀？退兵了，我的伤势是不是要原地休养啊？原地休养？他脑子有包吧？这个时候不撤退，你就没有撤退的理由了。再过半个月，大秃的神打过来，苏怀启程逃跑，你想死在这里呀？苏怀弃城而逃，果然这个该死的东西。这么看起来，他更加不能走了。我想原地休养，有问题吗？行吧，那就留下来。接下来的半个月，林锦绣在给士兵检查，然后教导几个厉害的师傅出来。江千虫则是在布置，边关被破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了。他要做的是如何在边关破掉之前保住更多的百姓，毕竟人才是根本的。转眼就是半个多月过去了，几个军医看着林锦绣：“师傅，王爷好了，你要离开了吗？”他们都知道红衣是来为王爷治疗伤势的，我可没有收你们做徒弟，不准对外宣称你们是我的徒弟，没有师徒之名，但是却有传道解惑的事实。不管林锦绣认不认，这几个军医都把他当成师傅了。你要走了吗？林锦绣点头，心中又忍不住的嘲讽：“哼，渣男，舍不得我了吧？果然呢，我还是很有魅力的。”江千虫嘴角扯了一下，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这半个月里面，他看得清清楚楚，林锦绣的魅力确实是真的很强，众人都当他是强者，医术厉害，武功高强，还心地善良，一下子就受到所有士兵的尊重了。对呀，我该走了，你也好了。我说姐夫，惜命一点，我姐姐还在等着你活着回去呀。我知道了，放心吧，上次是意外。林锦绣已经知道江千虫为什么会受重伤了，知道之后就觉得江千虫也没有那么废，这个人的身上是有值得人喜欢的点的。反正你自己小心吧，我要走了。说着，林锦绣又拿出自己口哨，很快神鹰就飞了下来。林锦绣一跃而上，冲着江千虫做了个拜拜的手势。神鹰一飞冲天，很快就看不到踪影了。而江千虫此时已经傻眼了。不是啊，我家娘子是仙女吧？坐骑都是能上天的那种。林一，你家主子还有什么本事啊？林一沉默了，这个问题他没有办法回答。江千虫也就是那么一问，并不指望林一回答。沉默片刻之后，他决定努力了。再不努力，他根本就配不上这样的仙女呀。林武，怎么回事？我刚才落下来的时候，看到家门口好多人，老太太找了一个人重新给姑爷冲洗。这个老太太没有收拾她，居然还敢出来作妖，真的是当她好欺负呀。林锦绣，你去换衣服做什么？我把人都带来了，你难不成还要拒绝？拒绝？有人来给我夫君冲洗，我自然是欢迎至极的。不过几位老人家应该也知道的，这冲洗嘛，可不是那么容易成功的。这位的八字要是不好的话，会克我们家王爷的。所以这位芳儿姑娘，你的八字如何呀？再过少夫人，我的命很硬的。不是吧？你是来给人冲洗耶？你说你的命很硬，你是来冲洗的还是来克人的？你怎么回事呀？你的家里人说你命好，出生的时候还有异象的呀。老太太，我该说你天真呢，还是说你什么好呀？你这不是明显被骗了吗？买了个命硬的，我家夫君可享受不起。要不，老太太你自己留下来照顾吧。林锦绣，你身为千虫的养子，不好好照顾千虫，你还擅妒。我找个人照顾千虫怎么啦？不说冲洗，我就把他送给千虫当房里人啦。哼，老太太，你这明知道我夫君身体弱，还给我夫君送女人，你这不是想要他的命吗？我夫君到底哪里得罪你了，让你这般对他？其他跟来的老人家听到林锦绣的话，也都叛变了。我看还是算了吧，人家照顾千虫本来就很辛苦了。哼，就是因为辛苦，我才送他人的。我这也是体谅他嘛。长辈的命令，你也敢违抗？老太太这是铁了心要把人送给我夫君喽？对，送，你必须收。哦，那卖身契拿来呀？你送人，不送卖身契呀？这样可不妥当吧？一个卖身契不在我家的人，我是不敢用的。要送，包括卖身契一起给，我就收，不然就都出去吧。还真的当我好欺负了。老太太气得浑身颤抖。给，卖身契也给你。芳儿姑娘，是吧？我现在就给你选择，你要做我夫君的妾室吗？求少夫人收留，小女子不愿意做妾，给夫人为奴为婢，小女子都愿意的。这个女子看起来还是有些脑子的。行啊，那你以后就做我贴身丫鬟，和小五一起照顾我的起居生活。谢谢少夫人。老太太压根就没有想到还能这么干，她找过来的人转眼就被林锦绣给收下了。她明明是想让江千虫收下的，一气之下气得两眼一翻，直接就晕过去了。弟妹，
那丫鬟看你的眼神怎么那么奇怪呀？她叫春桃，背后的主子是谁还不知道，大概是在不服气吧。江千宁一愣，随即反应过来，这是留了个细作在身边呀，这什么情况呀？少夫人，为什么呀？是奴婢哪里做的不好吗？为什么少夫人一口气儿买了2个贴身丫鬟，都不让奴婢做贴身丫鬟呀？那是因为春桃表现得很好呀，你看你干农活太合适了，做我的贴身丫鬟大材小用了呀。我告诉你，我那些土豆可是很重要的，你务必给我看好，出了一点差错我就发卖了你。春桃才不相信呢，那土豆要是真的那么重要，会把那东西交给他来办。在春桃来看，这就是林锦绣变着法的折磨他的。原本族人里对林锦绣有些想法的人，在得知林锦绣的手段之后，都把爪牙给收了起来，哪怕是想要粮食也是乖乖的买了。宿主，边关城破了，江千虫带着人回来了。这么快呀？也是，时间都过去大半个月了，边关城破也很正常。那他那边救了多少人啊？对了，让林四把山里需要的粮食都送过去吧。这次再送50万斤进去，估计还是有点不够的。带回来的8万士兵，还有5万的百姓。林锦绣一愣，随即就笑了。这江千虫不愧是江千虫，这是把边城的百姓全部都给带回来了。那就再送50万斤粮食过去。江北带着众人跟在林锦绣的边上，等着江千虫到来。不错，就是人有些瘦了，不过没关系，补一补还是能够长回来的。江千虫听到林锦绣的心声，那叫一个亲切。英子，我回来了。夫君平安回来就好。夫君，你都瘦了，今晚上回家吗？在这边暂住一段时间吧，你也住下。好啊，那我去厨房帮你做好吃的。一旁的江千宁瞪大眼睛，不是吧？这个温温柔柔的女子是谁呀？和她说话的时候明明不是这个样子的呀。大姐，你没事吧？哦，我没事，多亏了弟妹救了我。千虫啊，你可得好好的对锦绣啊。这是自然的，我们叙旧等晚一点，我先去把人给安排好。江北看着这么多的人，忍不住嘀咕：还好之前少夫人把粮食送过来了，不然的话这么多人还真的是不好养活呀。你在那里嘀咕什么呢？有什么事情说出来。江南呢？江南进京了，主子，你交给他的任务他去完成了。任务？江千虫倒是想起来了，他让江南去查春桃的幕后主子是四皇子，而且这四皇子好像在暗地里头养了不少的兵啊。二弟，你让江南送信去给苏雨柔了。你怎么知道？刚才来的时候遇到江北，他告诉我的。二弟，你怎么还和苏雨柔有联系啊？弟妹知道你和苏雨柔的关系吗？你都有弟妹了，过去的事情你就放下吧。哼，好家伙，亏得老娘对你掏心掏肺的，你居然还没有忘记那个苏雨柔啊！童子，这个江千虫是猪吧？这个我也不懂啊，看样子只能宿主多努力了，实在不行，就考虑生个娃。哼，你在想屁吃呀？不爱我还想我生娃，我生他个锤子呀！我觉得他就是贱，哼，我就是对他太好了。江千虫听到林锦绣的心声，就知道林锦绣到门口了。听着林锦绣和系统的对话，也是有些哭笑不得，想着找个机会解释一下，给林锦绣一些安全感。杨子啊，你可以吃饭了。弟弟，你赶紧追上去啊，解释呀！弟妹肯定是听到咱们刚才的话了，快点去呀！走吧，先去吃饭。我说江千虫，你怎么还吃得下去呀？你娘子都生气了，你赶紧追上去哄她呀！江千虫嘴角扯了下，眼前的饭菜真的很香呀，而且他都很饿了。我吃饱了再去。你吃什么吃呀？你娘子都伤心了，不哄好你没有饭吃的，快点！主子，少夫人走得很快啊，咱们先去追吧，让江三打包吃的回去再吃也行啊。江千虫叹息了一声，他突然发现他身边的人都被林锦绣给收买了呀。行，先去追吧。锦绣啊，怎么一个人回来了？儿媳妇不是去接儿子了吗？难不成是儿子出事了？母亲，没有出什么事情，一切正常。夫君他应该过几天就回来了，把那些人都安顿好就会回来的。话音刚落，林锦绣的身后就出现江千虫的身影。这家伙紧赶慢赶的，还是赶回来了。娘子，你别生气了，听我解释好不好？你做了什么了，惹得锦绣生气了？主子给苏雨柔写信了。母亲，是不是我做的不够好？为什么夫君就是惦记那个苏雨柔呢？江千虫，你给我进来，跪下。母亲，你听我解释啊。哼，千虫啊，是作为母亲的我没有教好你呀。
苏玉柔送的那些有毒的粮食，想要置你于死地，你亲眼见到了呀。要不是锦绣，咱们母子都没了。你为何还要放不下苏玉柔啊？为何要对不起锦绣呀？锦绣啊，都是娘的错，是娘没有教好千虫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你放心，娘铁定不惯着他。秦管家，家法伺候。江千虫还在一脸懵的时候，江母已经接过金条，直接就一下子抽在了江千虫的背上。江千虫嘶了一声，真打呀！1下、2下、5下、10下。林锦绣看着江千虫的背上都流血了，忍不住皱起眉头。意思一下就好了吗？怎么还打呀？江千虫受过的伤比这严重的多了去了，所以被金条打出血什么的倒不是问题。不过林锦绣这是心疼了吧？江千虫突然觉得这一顿打好像也没有白挨。母亲，娘子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给苏玉柔写信了，而且我写信给她。他刚想张口解释的，可是林锦绣已经生气的打断了。母亲，别打了，夫君已经知道错了。锦绣啊，你就是太在乎千虫了。他给别的女孩子写信本来就该打，更何况是给苏玉柔呢。娘，锦绣，听我说完呀。我写信是想要利诱他，把四皇子翻到台面上，挑起皇子之间的斗争的。江母的手顿了一下，怎么办啊？儿子好像白白挨打了。母亲，听到了吧？夫君他没有对不起我，他说只是利用苏玉柔呢。哼，我信了你的邪，用谁的名义去联系不成，非要用你自己的，还不是你心里惦记他？江千虫没有想到自己解释了，林锦绣却又误会了，一时间真的是哭笑不得。母亲，夫君都受伤了，我带他回去给他包扎一下吧。哦，去吧，下次这种事情早点说呀。江千虫真的是有苦说不出呀，他有机会吗？被拧着耳朵就扯进来了。哼，正大光明的联系小青梅是吧？真当老娘没有脾气？呵呵，痛不死你！宿主，你要干什么？谋杀亲夫可要不得，娃娃还没有生呢。哼，你在想什么呀？我怎么可能想杀他呀？最多就是多痛一会儿了，这可是上好的金疮药呢。虽然痛，但是好的很快的。背部上一条一条的血痕，看起来十分的狰狞，身上还带着其他的伤口。这是一个一身伤疤的男人呢，也就是那张脸还能看了。江千虫一愣，所以他在林锦绣的眼里已经这么不好了吗？夫君，我要动手了，你忍着一些，有些痛哎。突如其来的疼痛，江千虫嘶了一声。他已经做好准备了，没有想到居然能够这么痛呀！看样子林锦绣是真的生气了，他只是一时疏忽，早知道就不用自己的名义送信了。夫君，是不是很痛啊？要不要我给你准备一张手帕？哼，狗渣男，让你痛，痛死你呀！你不是战神吗？怎么这么点痛感就撕了呀？你还是不行啊！呵呵。哎，就很无语。算了，痛一下，让娘子开心也好，忍着就忍着吧。很快，江千虫的额头汗水就大滴大滴的流下来，他硬是没有吭一声。有这么夸张吗？哪有这么痛啊？但是他还是去拿了手帕给江千虫擦汗。疼子，不行哎，有点心软是怎么回事呀？听到这句话，江千虫的嘴角情不自禁地往上扬了扬。果然呐，林锦绣是舍不得让他难受的。擦完汗之后，后面的伤口林锦绣就换了一种药粉。2号金疮药不会带来疼痛的感觉，不过效果比起会让人疼痛的1号金疮药要慢上一丢丢。上完药之后，林锦绣收起药来，打算转身离开。娘子，我还没有吃晚饭呢。哼，这话说的好像我吃了一样，亏了呀！我准备了那么长时间，一口饭都没吃，想起来就生气，你还好意思提？听到这话，江千虫不由得好笑，幸好自己提前把东西给带回来了。锦绣，你看喜不喜欢？我今天上山挖的2棵梅花树，很漂亮。夫君，你很闲吗？我不闲啊，我就是想逗你开心嘛。虽然我上次解释过了，可是你好像还是很生气呀。这个人吧，倒是真的挺有心了。算了，反正也没有打算决裂。不过，你要是真的知道错了，那就给我道歉，那我就原谅你了。娘子啊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应该用别人的名义来送信，不应该是自己的。我只是觉得用我的名义送过去，他会更加相信的。所以，你觉得他信任你？哪怕你没有那个想法，他也会有啊。哎呀，你这个傻蛋儿，苏玉柔会害死你呀！我是绝对不会允许他靠近你的。江千虫震惊了，所以还是担心自己会死在苏玉柔的手上。林锦绣竟然爱他至此，
锦绣，我这辈子只会有你一个。哼，渣男！不要老是说这种渣男语录呀！你是未来的皇帝，3宫6院呢，哥哥，怎么可能只有我一个呢？我又不傻，你这是哄我呢吧？听到这话，江千虫哭笑不得。看样子林锦绣接触得很好，为了自己的大业，也会选择让自己纳后宫的。虽然是因为他爱自己吧，可是林锦绣这么大度，江千虫还是很心痛呀。夫君，我以后会看着的，希望夫君能够说到做到。还有梅花，我很喜欢，我是回来用饭的，吃完还要去地里呢，你也要去吗？我也跟着去。对了，杨子最近和春桃的关系好像很好啊。是啊，我打算进京了。我要跟着你去。我虽然没有武功废了，但是我很有脑子呀。夫君，可是你好不容易才从京都逃出来呀。我当时受伤了，必须离开，现在已经康复了。再说了，杨子的易容术很厉害，你帮我易容。哼，还是要打自己的主意吗？你是越发的不和我客气了呀。江千虫笑眯眯的看着林锦绣。杨子啊，可以的吧？林锦绣能拒绝吗？她只能笑着点头。当然可以呀。夫君要陪我去，我巴不得呢。我这就去找春桃，和春桃说一下。以后的每一年，我都陪你过。这家伙说的好听，你要是能够每年陪我过，我给你表演一个倒立洗头啊！江千虫一阵沉默，他看着林锦绣，他丝毫不怀疑林锦绣能够做到。这次的年夜饭很是丰盛，林锦绣准备了10个菜，都是平时吃不到的，炸丸子、水煮鱼，甚至还有准备了很久的佛跳墙。哇，锦绣的厨艺是真的好呀！而且这些东西我之前都没有吃过呢。江千宁和江千虫对视了一眼，这些菜色要是拿出去开店的话，那得赚多少银子呀？江千虫看了一眼林锦绣，这真的是个宝藏女孩呀！你们想开酒楼吗？也不是不行，到时候我把菜单就写给你们。果然很懂事呀，只是夸赞一句，林锦绣就猜测到他们的想法了。开个酒楼也好，总归是要有赚钱的来路的，总不能让江千虫什么都靠我吧？他会自卑的吧？我谢谢你呀，这么为我着想。至于自卑，你想多了吧。2个人吃着饭，心里各怀心思。一顿年夜饭倒是吃得快乐得很。我有烟花，咱们去放烟花吧。没有看过吧？我找人特别定制的。林锦绣喜欢烟花，这些烟花都是他哥哥亲自做的。要不是要过年，林锦绣也不会舍得拿出来。很快，砰的一声，一个烟花冲了出来，在天空之上炸响，绚丽的5颜6色瞬间出现在了天空之上。哇塞，好美啊！锦绣，这是你手底下的人做的？怎么的？你又心动了？想用烟花赚钱？这玩意儿可不好搞啊！不行，我得拒绝了。现在没有条件生产，用一个就少一个，把我的存货给拿出来卖钱，想得美！不是，这个是买的，人家说没有了。很好，简单直白的敷衍自己。江千虫的眼神有些好笑。是吗？好可惜啊，还说有的话我出钱多买几个放给你看呢。是啊，好可惜啊。不过有一次机会看已经很好了。林锦绣笑意盈盈地望着天空的烟花，烟花璀璨，就像是有的人注定是一生璀璨，却也短暂。江千虫看着铜镜里面的自己，不得不说，林锦绣的面具真的是做得很好呀，戴在脸上一点闷的感觉都没有。为什么我的眉心有一点红啊？夫君，你不觉得眉间一点红很有个性吗？哼，你以为我会告诉你啊？这是因为我喜欢呀。哼，不过还真是帅气呀。林锦绣拿出来的面具是换的前世的时候一个电视明星的脸庞，演的一个男二，她可喜欢了。这下子就当是满足她自己一个小小的心愿了。江千虫对此不知道，甚至还有些诧异，林锦绣居然喜欢这样的。杨子，我很好奇，你还有多少张美男的面具啊？这些美男都是真人吗？怎么江千虫还好奇这个呀？当然都是真人啦，不然你以为我能够想出来这么多的美男吗？但是他脸上倒是笑嘻嘻的摆手，没有啊，就是随意做的。看样子自家娘子是没有说实话呀。不过也罢，慢慢来。走吧，咱们出发了。春桃的能力这就显示出来了，门外的马车都已经给准备好了。看着林锦绣出来，就笑着迎接上去，随即就有些傻眼。看衣着吧，是两人不错，可是这脸呢，完全就是陌生人啊。少夫人，是我，不过以后不许喊我少夫人了。这是我夫君司徒虫，我叫林锦儿，喊司徒公子、司徒夫人吧。这是连伪装的身份都准备好。
春桃就只能笑着点头了，对林锦绣能力的认知又高了一步。司徒公子好，司徒夫人好，请上马车。哎呀，真的好慢呐！这个马车得摇到什么时候呀？早知道骑马也好呀。好无聊，好无聊啊！江千虫正在低头看书呢，满脑袋都是林锦绣的声音，好无聊，好无聊啊！锦儿，无聊的话，我陪你聊聊天啊。哎，他怎么知道我无聊的？夫君，我不无聊，不过夫君想和我聊什么？这还真的是嘴硬啊！说着不无聊，下一秒就问聊什么。我们就来聊聊夫人喜欢什么可好？我还能喜欢什么呀？喜欢钱呢？喜欢金子呀？不行，太俗了，容易败好感。夫人喜欢的东西很多吗？这么难回答？不是，我只是在想我最喜欢的花儿吧，我喜欢花。花，他确实也是喜欢的呀。江千虫都送了2次了，怎么会不喜欢呢？江千虫哦了一声。哦，还有呢？好吃的。还有吗？林锦绣沉默了一会儿，听着江千虫。还有你，我最喜欢你了。哎呀，烦死了！一直问这个问题干什么呀？真的喜欢的又不能说出来，哼！林锦绣已经逐渐暴躁起来。江千虫听到这个回答，很是诧异，随即嘴角微扬，压制不住的高兴。好啊，不是吧？这才是你的真实目的呀！想听我说喜欢你？哎呀，你是真的不要脸呐！娘子啊，为夫也心悦于你。啊？什么情况？表白？马车上表白？可真有你的呀！谢谢夫君，我很开心。2个人还打算说什么的时候，就听到马车门外春桃的声音传了进来。司徒公子，夫人，前面到客栈了。客栈看起来虽然有些破旧，不过好歹可以吃饭的。只有这些，公子夫人恕罪。这还能怎么办呀？吃呗。看样子外头的百姓这日子确实是不好过的呀。吃过饭之后又继续出发了。刚刚过年的时候天气还是很冷的，好在马车里还准备了被子，冷了林锦绣就把自己给裹在被子里，也没有忘记给江千虫也裹上，然后只伸出双手看画本子。喂，宿主，你注意一下你的形象嘛！这才在马车上头几天呢，林锦绣就越发的放纵自己了。哎，大家都这么熟了，我总不能在他面前装一辈子吧？所以我得慢慢的透露我的真性情。而且他都说他喜欢我嘞，我还不能表达一点真性情啊？哼，男人的嘴，骗人的鬼，我希望你不要相信。只可惜林锦绣不想搭理他，也不回答，看着画本子上面的内容，啧啧称奇。怎么了？看到什么了？夫君，你说这画本子上面写的都是真的吗？这有富家千金喜欢的穷书生，然后带着自己的全副身家去扶贫吗？扶贫这个词语是什么意思呀？江千虫有些好奇。什么叫扶贫啊？画本子上的内容当不得真的。扶贫啊，就是女方很富有，然后为了给男的铺路，愿意付出自己的全部呀。这说的不就是林锦绣吗？自带富可敌国的金银财宝，还有粮食，结果却都给了自己，就是为了扶持自己。要不是没有听到林锦绣的心声，知道他是真的想不通，江千虫都要以为他是故意的吧。这画本子里面这位扶贫的大小姐结果如何了？哎，这男人富裕了就纳妾了，女人呢娶了一个又一个，这个女人最后付出全部身家，只是换来一个薄情郎啊！哎，这个女人可真傻，要是我的男人背叛我，女人一个一个的娶，那我就离开他。江千虫皱着眉头看了一眼林锦绣，总觉得这话里有话，可是又没有听到林锦绣的心声，江千虫又不确定了。林锦绣也没有指望江千虫会回答，只是换了一个画本子。没意思，都是些差不多的，这些大小姐怎么老是喜欢穷书生啊？因为这些都是穷书上写的。林锦绣一愣，瞬间觉得好有道理呀。对呀，夫君你好棒，嘿，亲到了还脸红。江千虫听到林锦绣的心声，无奈的很。自从这家伙在自己表白之后，这个真性情是疯狂的暴露呀。好在他一开始就知道这人也不是什么乖乖女，不然的话怕是真的接受不了了。只是亲了亲脸就这么开心吗？江千虫嘴角微扬，突然伸手，一张俊脸在自己面前放大。哇塞，这男人的皮肤怎么这样好啊？但是他后知后觉的想起来，这是他换的人皮面具嘛，皮肤当然好了，还想出声呢。林锦绣的眼睛瞬间瞪大，夫君你怎么停下了？江千虫深呼吸了一口气，自家娘子着实是有些奇葩呀。娘子，你把眼睛闭上呀。哎呀，咋就亲一下？这怎么还害羞了呢？那夫君，我闭上眼睛。别调皮了。行吧，我就那么一说，外头应该快到京都了吧？我告诉你，不可以越界，知道吗？
这个宿主，你这个时候怎么又开始矜持了？你不是要给他生宝宝的吗？你是不是疯了呀？生宝宝现在是时候吗？我们现在在敌人的大本营哎，我要是怀孕了，那身体就会变差的呀。一个不查，不是流产，那就是我亡啦。就算是要生宝宝，也得回去之后再说嘛。江千重心想也是，所以林锦绣这不是不愿意同房，也不是矜持，而是为了现实考虑的。现在确实不是好时间，他也就配合的点了下头，早点休息。大概是江千重答应的太过干脆了，林锦绣的脸一下子就垮了下来。哼，西朵，我好生气啊！江千重到底是不是个男人呢？我这么一个大美人，唇红齿白的，就这么轻而易举的就答应了？哼，他一点都不想跟我生宝宝，怎么搞啊？我好气呀！江千重无语的扶额，所以林锦绣的关注点一直都是这么的奇怪呀。也是，他早就该想到了，还是答应的太过干脆嘛。其实这个被子也不是很需要，娘子，你觉得呢？你什么意思呀？我的意思是啊，我要是想对你做什么，一条被子根本就阻拦不了。所以，你就是对我没有半点想法了，压根就对我没有想法。哼，更生气了。我就知道夫君的心里想的不是我，对我毫不动心。行吧，夫君，明个我就成全你。夫君放我一纸休书，我们就各不相干了。别胡说，什么休书啊？什么各不相干？永远都不可能！你永远是我的妻子。你告诉我，是我说错什么了？你说，我改。宿主，你适可而止啊！我都替他委屈了，你自己放的被子，他尊重你答应了，你又觉得你没有吸引力了。他是个君子啊！再说了，一个男人哪里能够想到那么多呀？更何况人家一个战神王爷都哄你了。哼，你是狗吧？你还是江千重的狗呢？老娘才是你的宿主，你居然替他说话！我这么一个大美人，他对我不心动哎？哼，他肯定还是不够喜欢我。江千重的太阳穴突突的跳动着，女人真的好麻烦呀。所以是因为自己答应的太快了，这女人觉得自己的魅力受到打击了。战场的计谋都没有女人心里的九曲十八弯来的让人难以理解呀。哼，不喜欢你，人家战神王爷好声好气的哄你呀。不喜欢你，就该把你丢出去，知足吧你。你说的好像也对哈。娘子，有些冷。哎呀，我知道了，睡觉了啦。一把拉过被子，也不要什么3、8线了，闭上眼睛装睡。装水装了1分钟，就真的睡着了。江千重察觉到林锦绣是真的睡了，眼中闪过一抹心疼。林锦绣跟着他是真的受苦了呀。林锦绣这一觉睡得很好，睁开眼睛就是美颜暴击，这完美的下巴弧线，林锦绣没有忍住，上去就是吧唧一口。江千重就睁开了眼睛，这一大早的就开始调皮了。司徒公子，夫人，请公子夫人救救我家主子。你家主子怎么了？哎，逛山的事情，主子被揭发了，不过还没有定罪，只是去调查这件事情的人是太子的人。这个四皇子有够草包的，咱们要不要换个人啊？还是说这个四皇子有其他皇子没有的优势？有啊，第一，四皇子足够草包，好控制，他有野心，但是能力撑不起野心，很适合。第二，他的母妃婉妃娘娘。林锦绣穿过来之后，只知道和江千重有关的剧情，这些细枝末叶的倒不是很明白。童子，婉妃什么情况呀？哦，婉妃呀，四皇子的母妃，是皇上的新奸宠来着。说起来，皇帝也是个渣男，你之前就已经知道了。皇帝还没有上位的时候是五皇子，从小和江千重的父亲田承文3个人，还有皇后玉千瑶一起长大的。当今皇上能够当上皇上，可以说全靠这3个人。而等到他坐上皇位之后，就接了好多个美人入宫，美其名曰是平衡各方的势力，其实就是喜欢美人。在这些美人里面，就属婉妃的长相最是明艳大气的。夫君的意思是从婉妃娘娘身上下手？司徒公子，夫人，你们商量好了吗？商量好了。你能送我进宫吗？婉妃娘娘因为四皇子的事情被厌弃了，找她有用吗？有没有用的也只能搏一次了。你的主子没有其他的机会，不是吗？好，我可以带你进宫。夫君，外面的事情就交给你了，我们分头行动吧。童子，我要是再把皇宫给偷一趟的话，皇上会气死吗？好家伙，原来他打着这个主意呢。江千重有些无奈了。好，分头行动吧。娘子，你可千万要小心些，那些危险的事情你不要去做，你自己最重要，保护好你自己。夫君放心吧，我有空间在，遇到危险我就躲进去，谁能够拿我如何呀？
娘娘，四皇子府上有人过来了。四皇子府上的人都被全员禁足了，怎么还会有人能够进宫呢？不过是儿子府上来的，婉妃还是很激动。快点把人给带进来。奴婢春桃见过娘娘。春桃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下面的人正在调查矿山的事情，春桃这个时候回来，岂不是羊入虎口吗？是四皇子叫奴婢回来的。哦，对了，娘娘，这位林锦儿是个神医。神医？婉妃有些诧异，你带个神医过来做什么？本宫的身体没有问题呀。在这后宫里面的女人能够生下孩子的，那都是狠角色。林锦绣笑了笑，我来保证娘娘不死呀。娘娘，为了四皇子殿下，娘娘可愿意做出牺牲？只要能够拯救我儿，你让本宫干什么都行。他现在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了。婉妃娘娘可真是一位伟大的母亲，放心，我定能够保护你平安的，大胆去做就行。让娘娘的人找一套素一点的衣服过来，我给娘娘化个妆。娘娘如何留在皇上身边，想必你的能力轻而易举的就能够做到吧？你想要做什么？这颗药丸能够保证娘娘的生命安全，只要今天的事情成了，四皇子的事情那些都是小事。这听起来像是在图谋一个大的。婉妃只是犹豫了片刻，还是下定决心，拿着林锦绣手中的药丸一口吞下。要不是粗心大意，而是春桃本就是四皇子的人，娘娘不会为你今天的选择后悔的。今儿晚上有一个聚会，元宵节，每年的元宵节宫中都会有宫宴，各宫的娘娘们都会参加的。娘娘都用眼睛盯着皇上。做好了装扮之后，林锦绣换上了宫女的衣服，和春桃一起假扮宫女，跟在婉妃娘娘身边。婉妃的眼神可是从皇上进来之后就一直在皇上的身上，眼神充满了依赖。众多妃子里，婉妃的长相是皇上最喜欢的，只是之前想到四皇子的事情，有些冷落他。婉妃，过来，坐在朕的边上。这一下子，玉千瑶的脸色有一瞬间的变了。原本以为都踩死的虫子，居然又爬起来了。就他那个儿子，居然还有那么多想法，简直就是找死。林锦绣一直在偷偷关注玉千瑶的表情，可是又不敢看，但是可以让系统扫描啊。疯子，怎么样啊？狗皇帝是不是动心了？玉千瑶是不是生气了？拳头都握紧了，肯定是生气了。宿主，你这是把婉妃直接送到皇后的对立面呐，高啊！哼，后宫平静了，还怎么搞事情嘛？这位玉千瑶皇后，后宫独大这么多年，也是时候该改变一下了嘛，也不能一直欺压其他人吧。皇上皇后到位，宫宴很快就开始，有宫女不停地送美食上来，大堂之上还开始跳舞，好一个歌舞升平。婉妃的心里却是有些发冷，她的儿子连口热食都没有，这些人却是在这里大吃大喝的。娘娘，去给皇上送吃的吧。婉妃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，但还是听话的点头。皇上，臣妾给您做了一点小食，还请皇上品尝。说着，婉妃就自己吃了一个，以此来告诉皇上这东西可以吃。皇上看着情意绵绵的婉妃，一下子就被吸引了。好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下面跳舞的女人突然抽出自己武器来。狗皇帝，拿命来！那些侍卫都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，正在皇上面前的婉妃突然就挡在皇上面前，然后就被剑刺穿了心口。狗皇帝，你永远不会知道是谁派我来的。说着，一柄剑刺入自己心口处，整个人就瞬间倒在了地上。皇上，剑气了。皇上哪还有什么心情管什么刺客呀？太医呢？一边喊着太医，一边把婉妃送到最近的宫殿里。治不好婉妃，朕就全部都砍了你们脑袋。婉妃的胸口鲜血已经染红一大片了，再这样下去，就是流血也活活流死了。皇上，微臣不敢冒犯娘娘，已经去请医女过来了。皇上，要不你去门口坐一下。今天的刺客突然出现，导致他都没有反应过来。婉妃这女人动作倒是快，只可惜呀，命薄。亦或者是说，这女人想要用自己的死来换四皇子的前程吗？只可惜死人是没有分量的。宫里的这些太医们医术精湛，但是这种被洞穿了胸口，他们也是治不好的。那个医女怕是被推出来顶罪的吧？皇后常年混进后宫，怎么可能不懂这一点呢？医女靠近婉妃的时候，脸上也是一脸忧愁。我来帮你吧。医女看着是婉妃身边的丫鬟，倒是没有拒绝，开始处理伤口。趁着医女转头取绷带的时候，林锦绣飞快地把止血粉撒在婉妃的伤口处，然后就老实的和医女一起给婉妃穿上衣服，又请外头的太医进门给婉妃诊脉。太医们原本觉得按照这伤势的程度，婉妃肯定很快就会死的，结果她还一直活着。太医，如何了？皇上，娘娘没有生命危险，只是身体虚弱，需要养着。一旁的皇后听到这话，眼眸闪了一下。
这个女人这贱命还挺能熬的呀。皇上倒是松了一口气。快下去煎药，朕就在这里守着。蔡英，你去调查清楚，务必把刺客的事情给查清楚了。婉妃是在半个时辰之后就醒了的。好痛啊！太医，怎么回事？婉妃娘娘这是伤了心脉，一开始的时候是会很痛的。这么一解释，皇上越发的心痛起来。你怎么那么傻呀？那可是剑呐，万一没有救回来，可如何是好？还好受伤的是臣妾，不是皇上。皇上听到这里，心中震动。这满后宫的女子爱的都是他的权势，只有婉妃爱的是他这个人。你放心吧，朕一定让太医医好你。多谢皇上。皇上亲自一口一口的给婉妃喂药，喝完药之后，皇上又亲自扶着婉妃躺下。好好休息吧，朕明天再来看你。妾身恭送皇上。皇后，和朕一起走吧。婉妃养伤期间，就不用让她每天去给你行礼了，不利于她恢复身子。皇后气得咬牙切齿。是，臣妾知道。还没有做什么呢，皇上居然先警告他。锦儿，我们现在怎么办啊？告诉皇上，我儿是被冤枉的吗？不需要，娘娘现在只需要养伤。至于四皇子私自开矿的事情，我夫君会搞定的。婉妃一愣，她拼死的救皇上，难道不是为了救四皇子吗？婉妃娘娘，我要做的是帮你顾宠啊。只有得到皇上的宠爱，四皇子才有缠斗的资本。一个一心一意爱他的女人，信任自己儿子的女人，还有一个被人诬陷冤枉的儿子，皇上才会护着呢。所以你什么都不需要做，只管一心一意的爱皇上就行。皇上要是问您的话，您就说相信四皇子是清白的。四皇子能不能在皇上心中扭转形象，就靠你了。刚刚想要挣扎着起来给皇上请安呢。婉儿不用起身，身体要紧。放心吧，朕会对老四重新发落的。皇上，妾身信任妾身的儿子，你让人去调查，只需要等消息。皇儿没有做，就是没有做。皇上一愣，他原本以为婉妃会趁此机会提出放了四皇子的。好，那我们就等调查的结果吧。皇上，微臣已经调查清楚了，元州府的曹家镇确实是有一座矿山，而且看里面已经被搬空了。张扬还大概的估计了一下那座矿山的矿量，可以打造多少兵器。在听完这个数量之后，就皱起眉头来。这么多的兵器，老四确实是没有那个实力来隐藏的。当初在矿山里面挖矿的矿工们都被江千虫给带走了，人证物证都找不到了，就连曹李正家里的东西都被烧得一干二净了。所以想要彻底锤死四皇子，他们就只能够寻找假的证人。你们就是在镇上被强迫去挖矿的人。小民不是啊，小人只是镇上的村民，他们强行把我带来的。皇上，你要为小民做主，他们抓了小民的家里人，用来威胁小民，要小民配合，说是四皇子找人开矿的。皇上救命啊！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朕信任你，让你去查清楚事情真相，不是让你去找人来诬陷四皇子的。你把事情说清楚啊！皇上，你救救小民的家里人吧，小民把知道的都告诉你。什么开矿呀？小民不知道，但是小民知道，之前的曹李正还在的时候，他就鱼肉乡民，弄走好多人，小民压根不知是弄去挖矿了呀。好大的狗胆，一个李正居然就敢鱼肉乡民，你们不知道反抗吗？曹李正的妹妹是姚王爷的小妾呀，她是姚王的人，而且姚王一直在我们元州府呢，我们哪里敢呢？姚王，既然这件事情牵扯到姚王，那么肯定是要把姚王给召回来的。来人，把张扬打入大牢！朕让人去调查清楚，你却企图构陷皇子，简直是胆大包天！来人，下旨解了四皇子的禁足。娘娘，既然我进宫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那么我和春桃就该出宫了。这是一颗万能解毒丸，服下之后可以解万毒，这东西很难得的，就送给娘娘了。娘娘切记，在宫中步步为营。锦儿的话，还请娘娘不要忘记。张扬被抓了，你可知道？四皇子解禁了，你可知道？四皇子进宫，正和你的父皇一家三口温情相聚，你可知道？母妃，我错了。皇后松了一口气，起码还知道错，也不是没救。一个婉妃靠着救命之恩翻盘，当初是怎么把他打下去的？之后当然还是可以的。主子，四皇子回去了，咱们为什么不见啊？他有私心。刚刚解禁从宫里出来，就迫不及待的来客栈找他，是想要让他站在人前吗？还是想要拆穿他的身份，让太子知道他是幕后扭转这件事情的人，想要他和太子彻底闹崩吧？谁说这个人没有心计了？这心计也是挺毒的呀。
他当然要拿点姿态过来，想要算计他，怎么可能呢？果然，四皇子来客栈的事情，太子那边很快就收到消息了，而且客栈这边就多出来好多的眼线。娘子，你回来了。夫君，几天不见，有没有想我啊？在宫里过得怎么样啊？不怎么样呢。还能怎么样呀？人家本来是想去偷点东西的嘛，可是你说了又说，那我也没敢去呀。江千虫听到这里就好笑。时间不早了，早些休息吧。想念夫君的怀抱呀。夫君，外面那些人是怎么回事呀？监视谁的？江千虫美人在怀，有些心不在焉的低头亲了亲林锦绣的脸蛋儿，这才开口解释起来。就知道这个四皇子不老实呀。不过不重要，总归咱们都只是利用他而已。说着说着，林锦绣就沉沉的睡过去了。或许是因为江千虫的怀抱太有安全感。第二天，江一过来敲门，送早餐进来，看到林锦绣在的时候，倒是没有意外。还好他准备的就是双份的早饭。刚刚吃过早饭之后，春桃就带着人过来了。司徒公子，司徒夫人，这位是四皇子啊。四皇子看着两个人，态度倒是很好。我已经在皇子府里面安置好了别院，还请两位跟随我入住吧。江千虫和林锦绣对视一眼，本来就是来帮助四皇子的。四皇子殿下有心了，夫君，咱们走吧。除了春桃之外，派了2个婢女照顾，还望夫人不要嫌弃。怎么会嫌弃呢？四皇子有心了，多来2个婢女，以为就能够看住他吗？真的是有点搞笑。他和江千虫对视了一眼，两个人心有灵犀。来了京都之后，还没有联系过江南呢，是该去见一见了。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江南自从到了京都之后，给苏雨柔送信就隐藏了起来，现在才冒出来。主子，太子这边估计很快就会过来接触你们了。接触他们？江千虫笑起来，怕是没有那么有空了。倒是没有想到呀，苏雨柔这个女人当真是不简单呐。太子的智囊团，这是刚刚江南送来的消息。林锦绣说着看了一眼，眼底满满的都是同情。你被抄家流放，还是他帮太子出的主意？哎呀呀，你的这个小青梅呀，果然是心狠手辣呀。林锦绣的语气之中都是幸灾乐祸，完全没有注意到江千虫已经看了他好几眼了。倒是系统有些看不下去的开口，我说宿主啊，这个时候你应该安慰他嘛，提升你们的感情啊，而不是在这里幸灾乐祸呀。夫君，你还好吧？虽然那个苏姑娘下手是狠了点，你要是听不到你的心声，我就真的信了。谢谢，但是我没事的。还有杨子，我有没有跟你说过，我和他真的关系不好，就只是小时候见过几面而已。现在知道他在背后算计我，这件事情肯定没完。夫君，你是认真的？那既然是这样的话，我就可以着手对付他了哟。江千虫有些好奇。对，我是认真的。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给你报仇。敢算计我夫君，我就让他知道花儿为什么这么红。看着林锦绣一副气势十足的准备护肤的架势，江千虫的心里满意了，也不计较林锦绣刚刚那点幸灾乐祸了。好，那我就等着娘子为我报仇。对了，老四这段时间在干什么？回皇上，四皇子虽然解禁了，还是在府里，这段时间在吃素、抄写佛经，为娘娘祈福呢。另外就是接着一对夫妻进府中做客。一对夫妻？这对夫妻是什么人？在听到一对夫妻的时候，皇上下意识的就想到了江千虫夫妻2人。是婉妃娘娘家的一个侄女和她的夫婿受伤了，来京城求医的。既然是婉妃娘家的人，那就带进宫见见婉妃，让太医给看一下吧。很快有公公朝着四皇子府上去了。在进入四皇子府的时候，江千虫和林锦绣就已经想到有这么一遭了。草迷司徒虫见过皇上。民女林锦儿见过皇上。皇上正看着司徒虫和林锦儿，身上倒是一点都没有江千虫的影子。锦儿，是锦儿吗？你长大了呀。这婉妃也是个影后呀，明明前几天才见过，还能装得这么激动啊。姑姑，是锦儿，锦儿来看你了。过来，姑姑看看，都长成大姑娘了。姑母，这是我夫君，叫司徒虫，是不是长得很好看呀？对了，姑母，我夫君受伤了，你让太医来帮他看看吧。好好，皇上，您让太医过来看看呗。好，来人，去请太医。他把人给叫进宫，就是为了让太医试探一下他的伤势如何，以此来确定眼前的司徒虫不是他想的那个江千虫。既然将人给流放了，可是皇上好像依旧是不放心的样子。太医来得很快，就给司徒虫把脉了。皇上，这位公子腿疾只是小毛病，受伤了，已经在愈合，
只需要开些药，好好调理就行。司徒崇和江千虫是两个人，皇上放心下来，看着林锦儿的样貌，和婉妃确实是有那么一些相似，倒是不再纠结两个人的身份了。既然是婉妃的娘家人，就多进宫陪陪你姑母。是，皇上。哈哈哈哈，叫姑父吧。哟，这是在表达对婉妃真的很喜欢吧？哼，笑死了。是，姑父。杨家来人了，婉妃，你和他们多说说话，朕还有些事情，就先走了。皇上离开之后，婉妃这才坐下，算是过了皇上这一关了。锦儿，咱们下一步要做什么呀？现在的皇上应该在追查那个刺客到底是谁派来的吧？江千虫的嘴角扯了一下，不管皇上怎么追查，只能够查到那个刺客和太子有关系。至于是不是太子指使的，没有证据也不重要，只要皇上在心里埋下这个种子就行了。等到姚王回京吧，四皇子身上的冤屈就能够清洗干净了。皇上从婉妃这边回去之后，又在和蔡英说话，确定下来那个刺客花衣确实是只和太子有联系。也就是说，要是真的是被人指使来杀他的话，那指使的人就只有太子。这件事情就先保密吧。臣妾给皇上请安。皇上，臣妾给您做了一碗莲子羹，这是臣妾花了今天一天的时间熬制的。一边说着，却是一边吹了一口，用勺子将莲子羹送到皇上的嘴边。皇上却是下意识的后退了一下。皇上今天看样子是不想喝莲子羹，臣妾先带回去吧。快速的把莲子羹给装好，然后提着食盒就离开了。而皇上眯着眼睛看着皇后离开的背影，那碗莲子羹果然是有问题的吧？不然的话，皇后也不会吃一口就快速的离开呀。草民见过太子殿下。大胆，见到太子殿下要下跪行礼。咦，这个狗东西，今天敢让老子下跪，老子就让你一无所有啊！江千虫听到这话就明白林锦绣的意思了，是要去偷盗太子府，希望这个太子还是识相一点吧。皇兄，他们是头一次进宫，还请皇兄不要和他们一般见识。就在这边四皇子被拦下的时候，送他们出来的婉妃宫里的太监立马就回去禀报了。婉妃一听到这儿，直接就追了出来。太子殿下，今天是一定要为难虫儿吗？林锦绣站在一旁，也是一脸着急的样子。我不是故意的，可是我夫君的腿本来就有腿疾，太子殿下欺人太甚。几句话断断续续的说了出来，一个太子逼迫病人的画面就出来了。宫里不少路过的人都在偷偷的看，皇上那边正在思索，整个人还有些恍惚，甚至是有些生气。他自认为他对皇后那么好，给他皇后之位，他的儿子一出生就是太子，就算是后宫有那么多的后妃，也没有人能够越过他去。他为什么还不知足，要给自己下毒呢？这边还没有想清楚，就看到宫人急急忙忙的进来了。婉妃娘娘，礼不可废。婉妃气得要死，这个太子殿下也太过分了，人家有腿疾的呀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系统的声音突然响起：宿主，皇上来了，看你表演啦。哼，可是我并不想给他下跪呀。哎，算了，为了江千虫，跪就跪吧，咱们后头来算账。太子殿下，我求求你了，我给你下跪，我给你磕头，你放过我夫君吧，我夫君他有腿疾，跪不下来的呀，求求你了，您放过我夫君。他一边说着话，一边磕头，只是狠狠地砸在太子殿下的脚面上，手中一根银针飞快地戳了一下太子的脚，太子吃痛，一脚踢了出来，还没有碰到林锦绣，林锦绣已经顺势飞了出去，砰的一声落在地上，滚到了皇上的面前。锦儿，锦儿，去下太医，把太子给朕绑起来，居然在后宫行凶。父皇，儿臣没有。没有，朕都亲眼所见了。欺负一个病人，你很有成就感是吧？姑父，不关太子殿下的事情，是我们第一次进宫，不懂礼仪，没有给太子殿下下跪。一点小事就大动干戈，锦儿别害怕，姑父给你做主。老四还不带着人回你母妃的宫里，让太医给锦儿看看。太子殿下听到林锦儿一口一个姑父的叫着，整个人都有些发懵了。这个女子居然得到父皇如此的偏爱，气得他脑袋都有些发懵。是他用针扎我，不信父皇你看。说着，太子就要把鞋给脱掉。喂，这个太子是暴露狂吗？开玩笑，以为露出脚来就有证据了？不可能的，你太天真了，那么细小的针孔，除非是用显微镜看，肉眼根本就看不见的哟。江千虫听着林锦绣这得意洋洋的语气，心里却是疼惜的不得了。
这个戏为了做的逼真，林锦绣可是实打实的摔的，让他如何不心疼啊？哼，不成体统，也别说，真冤枉你。彩英，你来检查。说着，抱着婉妃走得飞快，太医也随后跟上了，然后顶着皇上那要给婉妃治疗。回皇上，婉妃娘娘是因为惊吓过度，有担忧之下才晕过去了。本身心脏处有伤，并未痊愈，又需要卧床休息。好家伙，刚刚能够下床没几天呢，又得躺回去了。皇上那叫一个心疼啊！是一个逆子，气死朕了。婉妃什么时候能够醒过来？话音刚落，婉妃就清醒了。皇上，锦儿呢？婉婉，不要担心，锦儿没事。怎么可能没事呢？臣妾都看到她飞得那么远了，摔在地上得多痛啊！伯母，只是一点小擦伤，真的没事的。医女姐姐已经给我上药过了。对于林锦儿的话，皇上也是很满意的，知道不让婉妃伤心，是个好孩子。皇上，属下检查过了，太子殿下的脚上并没有他说的真苦。婉妃，你好好休养，这件事情朕自会给你一个交代。父皇，儿臣没有说谎，是那个女的她诬陷我。哼，她诬陷你，你告诉朕，她身上的伤难道是假的吗？她一个弱女子，只是没有给你下跪行礼，你就能这么对她吗？皇上此言差矣，一个民女见到太子不跪，就是打死也是应该的。太子贵为一国太子，岂能被他一个民女轻视？来人，带下去砍了！住手！有朕在，朕看谁敢动。一瞬间，场上着实无人敢动。皇上，娘娘冤枉民女了，民女不敢轻视太子殿下，只是民女第一次进宫，不懂宫中规矩，皇后娘娘饶命。皇后盯着林锦儿，和婉妃有些相似，就凭着这一点，她就该死。来人，带下去杀了！哎，这女人呐，不是很聪明吗？为何执意要和皇上作对呢？眼看着皇后的人正要上前来拉人的时候，四皇子冲了出来。母后，表妹只是不懂礼仪，要说错我也有错，只是想着我母妃能够早点看到表妹开心，没有教导她的礼仪，还请母后网开一面。母后要如何责罚表妹，儿子愿意一力承担。哎呀，这人还算是聪明啊，居然知道这个时候出来求情，起码皇上会觉得他有情有义呀。哼，你既然知道他不懂礼仪，就不该带他进宫。够了，朕说了，不许滥杀无辜。来人，把皇后送回她的寝宫里，禁足半个月，好好反思。至于太子，打10大板子，长长记性。皇上，你要为了一个贱民禁足臣妾？朕一直以为皇后温柔大度，你却连婉妃的侄女都容不下。都说了不知者无罪，你为何带着锦儿不放？是想要给婉妃一个下马威吗？皇上，您变了，以前的皇上绝对不会这样对他的。这一切看得林锦绣心惊。系统，男人都是这么薄情寡义吗？玉千瑶为了皇帝上位，为他几经生死，居然就得到这个回报。你说我和他的下场会不会是一样的呀？哼，你可不是玉千瑶。对，你说的也对哈，我不是玉千瑶，江千宠也不是皇帝。但是人的变化真的很可怕的呀，特别是身在高位。不行，还是实行 B 计划，我觉得最可靠。江千宠眯了下眼睛 ，B 计划又是个什么玩意儿？怎么回事啊？怎么突然停车？夫人，不怪我，是有人碰瓷儿。有人碰瓷儿？林锦绣伸头往地上看了看，果然地上躺着一个少年，少年身上还带着血迹，看样子是被人追杀的。把人给带上来吧。按照江千宠的气运，遇到的人非富即贵，哪怕是有麻烦也担得起。这人肯定是身份非凡呐。可不是嘛，气运可真好。这是崔家子，崔氏家主最喜欢的嫡长孙崔文景。哈，嫡长孙？那一般来说是不是下一任家主啊？是啊，只要他不死的话，看样子做世家继承人也是很危险的嘛。林锦绣从系统处得知崔文景的身份，江千宠当然也知道了。娘子啊，你要救人吗？夫君，当然要救啦。俗话说得好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嘛。夫君，你不会要反对吧？拜托，我可是为了你无所不用其极，你可不准给我拖后腿呀。娘子说的对，那就救吧。说着，林锦绣就拿出一颗药丸来喂到对方的嘴里，然后开始给他包扎伤口。马车继续前行，走出去一段距离的时候，崔文景醒过来了。你们是谁啊？是我们救了你哦，你不是应该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吗？我叫……你不会是忘了你叫什么名字了吧？这样子一来，你岂不是要赖上我们了？对不起啊，可是我真的忘记我是谁了。你们又是谁？你们认识我吗？
不认识哟，你被人追杀，倒在我们的马车面前。我夫君看你可怜，就把你带上马车了。还有，我是大夫，你中毒了，我给你解的毒，用的是上好的解毒丸，5000两银子一颗。你有钱吗？江千虫听到5000两的时候，嘴角抽搐一下。他的娘子果然还是他娘子呀，从来不做亏本生意，一颗药丸收人家5000两。这位夫人，对不住，我身上没有钱，但是你看我穿的不差，证明我家里人是有钱的。等我想起来我是谁了，欠你的银子一定双倍奉还。林锦绣的眼睛瞬间就亮了。双倍呀，你小子可真大气，我只想敲你5000两的，谁知道你小子这么懂事呀，居然自己提高了1倍。所以你的意思是你暂时还要跟着我们了？崔文景不笨的，他被人追杀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，这2人救了自己，跟着他们自己肯定是没有生命危险的。是，还请2位收留在下，等在下的病情好转，一定报答2位。好说好说，夫君你说呢？江千虫还能说什么？为了他的1万两，那也得把人给留下呀。娘子说好自然好。我们这又是去哪里啊？咱们是要去岭南府的。不是啊，那边不是荒无人烟的地方吗？我们去那边做什么呀？我们就是从那边过来的，正好你也去那边养伤吧。儿子，你和锦绣终于回来了，这一趟如何？这一趟太子变成废人，而且出发去打仗去了，还到处搜刮，朝廷那边怕是要坐不稳了。母亲当然是收获满满呀。母亲，今儿晚上我亲自下厨给你做好吃的。儿啊，你和锦绣成亲也有一段时间了，是不是该生个孩子了？看到别人家的孙儿都那么的可爱，江母也心动呀。他的儿子儿媳妇儿都长得好看，生出来的娃娃肯定长得更好看呀。不着急，眼下我们一时半会儿也不会出去了，要乱起来也没有那么快的，所以正好可以趁这段时间造个娃娃。江千虫和林锦绣的想法不谋而合。厨房里面的林锦绣正在做大餐呢。我说宿主啊，你做这么多的补菜，就不怕江千虫吃出个好歹来啊？这个时候系统觉得江千虫就是个种猪，这样是不是显得我很心急呀？呵呵，你说呢？舟车劳顿，你确定不让人家休息一晚上？说的也是哈，童子有没有什么最好来个龙凤胎，一下子儿女双全，不要太美哦。你怎么不说话呀？到时候我生的娃娃可以一起带回去的吧？他都不打算在现代结婚了，但是不妨碍他有娃呀。带走是能够带走的啦，但是你生娃娃不是打算让他当皇帝的吗？这还不是个小意思啊！我拿到功德之后再找个厉害的，接任我娃的皇帝之位不就行了吗？你真的是我所见到的最厉害的利用 bug 的小能手。运子丹1万功德点一颗，让你闭怀龙凤胎。1万功德点对林锦绣来说毛毛雨了。行，兑换一颗。夫君，今儿晚上好好休息呀。明天晚上你就该好好，今晚上务必休息好哦。江千虫一脑门的问号，什么个东西啊？如果不听到心声，这听起来就是一句很正常的晚安话，加上心声后，江千虫就不解了，这家伙明天晚上要做什么呀？抱着自己的枕头，然后悄咪咪的推开了江千虫的房间门。在林锦绣进来的一瞬间，江千虫就感觉到了，筒子完了呀，睡不着的人只有我。你看江千虫他没有心啊。夫人大半夜的来自己房间，是打算蒙死我啊？我就知道你是装睡的。夫人高明，只是想要看看夫人大半夜的溜进来是要做什么。习惯了，身边没有你睡不着啊。江千虫愣住了，倒是没有想到是这个原因啊，嘴角忍不住的上扬了一下。林锦绣看来是真的爱惨了他呀，下意识的就把他护在怀里，正打算说话呢，就发现这家伙已经闭上眼睛睡着了。江千虫有些无奈的摇头，然后也闭眼休息了。看着眼前的美颜暴击，林锦绣毫不客气的上去啄了一口，江千虫就睁开了眼睛。醒了。林锦绣丝毫没有被抓包的害羞感，反而是目光灼灼的盯着江千虫。这么好看的男人是老娘的。喂，收敛一点，拜托，你这样子很吓人的好吧？夫君早啊。江千虫有些哭笑不得，他还真的从未接触过像林锦绣这么热情奔放的女孩子。早啊。少夫人，洗漱吧。洗漱好了之后就是吃早饭，然后去地里看土豆。这是土豆的第2次收获了，第1次收获的可多了。你是不知道呀，我们这里修建的粮仓都已经装满了，现在整个村子里的人不用咱们接济也能够吃得饱。
第一次参与收获，江千虫也很兴奋。杨子，你真的是太厉害了。哎呀，相公，你先放我下来。之前不是已经说过土豆收获很好的？好家伙，这个没见识的，土豆收获就这么开心了。等到红薯收获的时候，那还不得激动得晕过去呀？江千虫一愣，这么说起来，红薯收获的时候还要多吗？她肯定是天上的仙女吧，下凡来拯救世人的。不是吧？我还没有开始行动，她怎么就这么看着我呀？趁热打铁呀。夫君，去洗漱吧，咱们该休息了。让江一给你倒水，好好的泡澡哦。江一，把你主子洗得干净点哦。江一一脸的茫然，少夫人这是什么意思呀？她怎么有种自家主子是案板上的猪，洗干净了待宰的感觉？不过还是推着江千虫下去洗漱去了。江千虫总觉得今天的林锦绣有些怪怪的，不过对于林锦绣的话，她一向是听话的，乖乖的洗干净之后就回到房间里。这么热，你把自己裹起来做什么？妈呀，来了，我给你准备了惊喜呀！江千虫一脸的诧异，准备了惊喜？什么惊喜呀？随即大手一挥，等到看清楚眼前的美景之后，江千虫直接就愣住了。夫君，你流鼻血啦！我知道。说着快速的找来手帕把鼻子给堵起来，下一秒就听到林锦绣的心声传过来。不是吧，童子，就只是看一下他就流鼻血了？这一笑声真的很刺耳呀，而且娘子为了今天应该是准备颇多，倒是不好让娘子失望啊。这一下子林锦绣笑不出来了，后劲儿好大呀，腰酸腿酸啊！这个狗男人一点都不体谅我。藏一啊，你家主子和夫人天天都这么腻歪吗？这不是应该的吗？我家主子和夫人感情好啊。主子和夫人关系这么好，小主子肯定会很快就出生的。哼，这里已经有2个小生命了吧？童子，感觉好奇妙呀。你奇妙个屁呀！种子才刚发芽，你能有什么感觉呀？娘子，喝水。才过去1个晚上，听自家娘子和系统的话，这就是有了。果然他很强大的嘛。想到自己和林锦绣的小娃娃，江千虫的嘴角情不自禁的上扬。哎呀，他笑起来可真好看呀！下一刻，在江千虫的脸上吧唧一下，江千虫有些无奈，拿出帕子给林锦绣擦嘴。你看看，都是油。谢谢夫君。我说，这里还有3个大活人呢，你们怎么能够当成看不到一样，收敛一点好吗？他只是在房间里面养伤，养得太无聊了，又不愿意去干农活，就想着跟着出来透透气而已。结果现在呢，还不如去捡土豆呢。在林子里面过了一天，江千虫和林锦绣收拾了一下东西，刚刚把土豆收拾完之后，天气就变成阴天了。林锦绣有些诧异，看着眼前的情况，突然觉得有些不对劲儿。童子，这个天气是怎么回事呀？我查一查，海啸要来了。海啸？不是吧，这还有海啸的？开什么玩笑啊！这一吹不就什么都没有了吗？放心吧，海啸也就是下几天雨，影响不到这个村子的。不过其他的村子嘛，估计就不行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江千虫在这里，身为下一任的天子，受上天庇佑，像是海啸这种灾难会避开他所在的位置吗？妈呀，皇帝气运还有这种好处呀？那可不行，临海地区的村子还是得救的呀，救人有功德呀。可是在海啸下救人的话，也不是简单的事情呀。而且他要怎么说服江千虫派人出去救人呢？总不能说他有预言的功能吧？想到这里，林锦绣眯着眼睛想了想，倒是想到了一个好主意。夫君，咱们去海边玩吧。宿主，你疯了！你现在可是有身孕呢，头3个月很重要的呀。为了功德，你不要小孩的命了吗？你和江千虫说一下，让他去安排就好，不能涉险。林锦绣有些诧异了，好家伙，他怎么觉得系统比他自己还要在乎肚子里面那2个呀？听到系统的叫声之后，江千虫就明白林锦绣要去海边肯定是有事情的。娘子，你想去海边做什么呀？我还没有见过大海，我想去看一看。而且听说海里面的东西很好吃的，我想吃。想吃也不用去海边呀，看最近天气不好，不适合出远门。想吃海鲜的话，我让人去给你弄来。林锦绣突然就想到一个绝妙的主意，要不你派一队人马去给我捞海鲜吧，让海边的那群人帮忙运送，咱们自己出钱也行，好不好呀？江千虫已经知道林锦绣不是为了吃的，当然是同意的，爱怜的看着林锦绣。什么时候想吃，我让他们加急去捞。童子，海啸还有多久啊？还有2天的时间到达岸边。
夫君，你让他们速度快些，我最多还能够忍2天，2天之后海啸就会来了。放心吧，交给我，2天之后一定让你吃上海鲜。江夜，我做了个梦，海上突发巨浪，我心中很不安。不管是不是梦，先让沿海的几个村子撤离吧。至于撤离的方法，就跟他们买海鲜。筒子，江夜他们不会有事吧？这就是海啸吗？说起来，他也是第一次见到真正的灾难。没事啦，他们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，还有意外收获呢。意外收获？什么东西呀？林锦绣一脸蒙圈。等到了第2天见到这些人的时候，林锦绣知道了所谓的意外收获是什么。主子都带回来了，任务圆满完成。与此同时，系统也提醒林锦绣，救下340人，每人30个功德点左右，一共是10500功德。这一回的收获可不错，林锦绣满意了。你是战神萧王吗？我想和你谈个条件。筒子，这家伙是谁呀？他是打算毛遂自荐吗？啊，他就是徐和风嘛，造船能手。林锦绣熟知所有的剧情，一听到名字就知道是哪个家伙了，瞬间恍然大悟。啊，原来是他呀！原文里江千宠请他造船还花费了不小的功夫呢，甚至还被崔文景拿捏了一次才换来的机会。没有想到呀，现在居然自己送上门了。呵呵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他是男主啊，有男主气运，能够掌握女主气运。你们2个一心，所向披靡，世界的气运都会围绕着你们2个转。这可是比什么金手指都好用啊！江千宠听完2人的对话，心情也很好。他是不是即将又要收获1员大将了？你叫什么？要和我谈什么条件？王爷是这样的，我叫徐浩峰，我最大的本事就是造船，不管是大船、小船、走水路的，还是出海的船，我都能够造出来。行，既然是你自己来投诚的，那我就收下你了。现在开始，你是我的人，胆敢背叛我的话，你会死的。王爷放心吧，我既然投诚的话，绝对不会背叛王爷你。看着眼前的人，江千宠有些好奇。你是出自哪个家族的？我不信一个平民百姓能够接触到这些。我是在崔家长大的，是崔家大公子的伴读，路线图来自崔家。崔家不知道我的本事，只让我好好照顾崔家大公子崔文景的。只是这次我们出门游历的时候被人追杀，我和崔家大公子走散了。说到后面的时候，徐和风直接看到了出现在林锦绣身后的崔文景。宋之公子，你没事，真是太好了。被人这么热情的上下其手，整个大无语。你谁啊？你认识我？公子，你到底怎么了？看起来不是没问题吗？他失忆了啦，不记得自己是谁了。是我们在半路上救回来的人。就凭着你们救了宋之公子，我这条命给你们了。所以他是崔家的第1世家公子崔文景，字宋之，是吧？是的，没错。要通知崔家的人过来接人吗？不要。你说你认识我，你知道是谁要害我吗？不知道。哎，你看，你都不知道是谁害我，特别是我还失忆了，你送我回崔家，我更不安全，还不如在这里养伤呢。林锦绣皱着眉头，这个人还赖上他们了，不走了。半下午的时候，徐和风和一起去看海边的人回来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脸，看样子是找到好地方了。主子夫人，找到好地方了，海边不远处有一片平坦的地方，正好可以用来修建房子，还有造船厂，都可以修建在那边。行，明天就派人过去修建房屋吧。那边在建造造船厂，你就不要过去了，东西杂乱无章的，到时候伤到你了可怎么办？毕竟他肚子里都有小宝宝了，万事都得注意一些。林锦绣原本是有些不开心的，不过听到江千宠是关心自己，倒是没有发作。经过1个月的时间努力，造船厂已经完工了，现在就可以开始造船了。夫君，船造好，第一件事情要去干什么呀？杨子，你别告诉我你想去江南啊？想去啊。夫君，放心吧，我又不是不懂事的人，我要去肯定也要等到孩子出生之后再去嘛。我肚子里可是2个呢，我怎么可能带着他们冒险呀？江千宠松了口气，只要不是怀着孕乱跑就行。杨子乖。哼，只关心孩子的家伙。江千宠一愣，又摸了摸林锦绣的头发。为夫是担心你呀。嘿，他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的？妈呀，差点就露馅了。要是被他知道自己能够听到他的心声，他估计会宰了我吧。我也担心你肚子里的孩子呀。娘子，你和孩子是我最重要的人。林锦绣的脸色一红。夫君也是我最重要的人呢，我可没有骗你哦，我说的是真的，毕竟关系到回家的事情嘛。江千宠皱眉，回家？下一刻就听到林锦绣的话，有夫君在的地方就是我的家。江千宠心中感动，原来是这个意思呀。
千虫回来了，正好崔公子恢复记忆了，想和你辞别呢。崔文景听到这话就是一懵，哎，不是，他什么时候说他要走了？他只是想要求娶江姑娘，江夫人就要把他给赶走，这是比少夫人林锦绣还要狠呐。好歹林锦绣只是说江千宁已经成婚了，来绝了他的心思。江千虫听到这话，挑眉看着崔文景，还没有开口呢，就听到林锦绣的心声了。妈呀，终于恢复记忆了，这可是世家第一公子哎，救了他有好处呀，有大大的好处。夫君，你听到了吗？看我的眼神，快看我！江千虫下意识的就看过去，就看到林锦绣在朝着他挤眉弄眼的，他差点没有忍住笑出声来。宋之恢复记忆，打算离开了。也是，家族里面估计是出了变故吧，不然身为崔家第一公子，谁敢追杀你啊？我能再停留一段时间吗？我被人追杀，贸然现身的话，怕是会再度陷入危险之中。我想借江兄的人一用，和我的心腹之人联系。所以这人是没有打算离开呀。锦绣应该饿了吧？我这边有些小吃，是张婶刚做的。走走走，我带你去尝尝去。娘亲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哎，锦绣啊，这个崔文景，他看上咱们家阿宁了呀。问题是宁儿脾气耿直，不适合世家大族呀。这要是嫁过去了，岂不是要一辈子受累？林锦绣听完江母的话，也是诧异的不行。我都说我姐姐嫁人了，她怎么还没有死心呢？哈，你说什么？那我刚才岂不是说漏嘴了？我跟她说宁儿没有嫁人呐。母亲，别着急啊，咱们也不是任人欺负的人呐。那崔文景喜欢我家宁姐姐，难不成就要把宁姐姐嫁给他了？就凭他是世家第一公子，这可不够格。惹恼了他，直接把世家的资源全都给抢过来，看他还有什么？只希望这人能够识趣一点吧。哎，我是怕委屈了宁儿嘛。以咱们的处境，宁儿要是知道了，说不定会选择和崔文景联姻呢。所以这件事情最好是瞒着宁儿。娘亲，瞒是瞒不过的呀。话音刚落，突然就听到江千宁的声音：“你们要瞒着我什么呀？”这也来得太巧了吧。宁姐姐，里面那个叫崔文景的家伙，他看上你了。世家第一公子？对呀。我何德何能啊？配不上，配不上。放心吧，母亲，锦绣，我有自知之明的。才不是呢，我觉得是他配不上你，他的身份肯定女人多的不行呢，和我们的生活宗旨是不一样的。也不知道夫君和他说清楚了没有呢？江兄，我不想回家，我想追求你姐姐。我把你当冤大头，你想当我姐夫？他可不是林锦绣和江母，还会委婉的拒绝崔文景。不可能。为什么？我的长相家世都是一流的。对呀，就是因为家世一流的，你注定不会只有一个夫人，所以这一点就不符合我姐夫的人选。我姐姐战场女将，肯定不会和其他女人共侍一夫。还是说你愿意为了我姐姐放弃继承崔家？继承崔家有什么好处？不用说都知道。崔文景沉默了。看吧，沉默了吧？崔文景，你做不到的，所以希望你不要招惹我姐姐。既然你恢复记忆了，那你是不是应该回去了？不然的话，你的位置怕是真的要坐不稳了。崔文景盯着江千虫，刚才还很客气的他，此时突然就翻脸了。崔文景的心里难受啊。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江千宁则是将目光上上下下的打量了一下崔文景。长得不错。你会武功吗？我的夫君首先得打过我。我武功不太行。哦，那不行，我不嫁给弱鸡，直接就成弱鸡了。崔文景感觉受到了巨大的打击。江姑娘，我不弱的。是吗？那我们就出去打一场。好，打就打。江千宁还是给了面子的，30招之后才打败了他。崔公子很厉害了，被打败了还听到这种话，崔文景很生气。没有江姑娘厉害，崔某认输。然后飞快地回到房间里，估计是自闭去了。姐姐，你今天过来是做什么？哦，是京都那边传来消息了，皇帝想和大都和谈，听说是已经派人过去邺城了。什么？和谈？这都被人打到老家了，这些人居然还在想着和谈？和谈也就意味着要和亲呢。要和亲的话，只有三公主是最合适的人选。不行啊，三公主送去和亲，那江千虫怎么办呀？在原文里，三公主的手里可是有个铁矿的。不行，不能让三公主死，要破坏这次的和亲才行啊。怎么办呢？让我的男人去救别的女人，心里不爽。可是三公主不能去和亲，也不能死啊。怎么了，娘子？怎么一直看我呀？哦，
没什么，夫君，我就是在想，和亲能够成功吗？大秃狼子野心的，是和谈能够解决的吗？大概是不会成功的，大秃一向不讲信用。哎，说的也是，只要和谈不成功，我们就还是有机会的。那就再等等消息吧。要是真的和亲，大不了我亲自带人去抢亲去。呀，对呀，还有宁姐姐这位女将军嘛，让她去抢亲就好了呀。到时候宁姐姐救了三公主，三公主肯定会把铁矿双手奉上的吧？江千虫听到铁矿2个字就明白了，上次弄回来的矿石已经打造出来了上千副盔甲，但是却是完全不够用的。正打算陪着林锦绣出去转圈呢，却看到一个久违的人站在门口。萧王爷，还请救一下我家主子。你先起来，你家主子是哪位呀？这是我家主子交给您的。江千虫看着信件，信件上是一个地址，还有一张地图和介绍，详细的写明了矿山的情况。这就是之前娘子说的矿山了。这东西对我来说确实很重要。王爷，我家主子没有让我向你求救，他是打算牺牲自己。只是我觉得那大秃人狼子野心，肯定不会因为娶了我主子就善罢甘休的。我主子过去，也只不过是白白送到一条性命而已。越想，林媛越发的生气。最上面的那个人无能昏庸，只是短暂的时间里面，就能让一个好好的朝堂发展成如今这模样。你家主子到底是谁？我家主子是三公主，当初也是三公主把我塞到衙门，让我务必保护您的安全。王爷，我说这个只是想告诉你，我家三公主为了您还是尽了一份心力的，希望您看在这个份上，救救我家主子吧。王爷，求你救救我家主子，属下以后给您当牛做马。救下三公主，能够得到一个忠心耿耿的侍卫，还有铁矿，也能够拿得心安理得。只是这风险也大呀。杨子，你怎么看啊？我听夫君的呀。哎呀，肯定是救啊，还我怎么看？我能怎么看呀？你好意思拿人家的东西不救人吗？再说了，你看看林媛看我的眼神啊，我要是敢说不救，他肯定要恨不得砍了我呀。你起来吧，人我们是要救的，但是怎么救嘛，还得商量一下。你和姐姐商量的如何？怎么去救三公主啊？江千虫将2个人的计划说了一遍。江千宁伪造身份出去游说其他的人参加，一起阻止和亲成功，也就是说去找其他人当冤大头去了呗。对于江千宁能不能找到这一点，林锦绣是不怀疑的，毕竟江千宁也很强大。果然7天之后，江千宁就已经带着三公主到了。三公主从马车上面慢慢的走下来，她看的第一个人不是江千虫，而是林锦绣。这个三公主她这么看着我做什么？该死，这女人不会是想要和我玩宫斗吧？江千虫心里好笑，自家娘子的心思着实是多变的。三公主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啊，萧王爷。林锦绣皱了下眉头，看着别的女子，对自己的夫君露出这种隐忍的爱意，她的心情那是相当的复杂呀。走吧，先去屋里坐坐。江千虫说着，就带着一行人进了院子。萧王打算如何安置我？他这个话说的好像有些不对劲儿呀。三公主，你怕是误会了什么？大秃人不好相处，你嫁过去肯定是活不下去的。你给我送了那么重的礼物，让江某看着你去死也看不下去，这才设计把你带了过来。你还是自由的，看看你想在哪里安顿，我可以帮你修建一个院子，然后给你一些银钱，保证你一辈子衣食无忧，多的就没有了。这话说得很清楚的，秦云燕听懂了。我没有想其他的。这话说的就是假话了。能够靠近江千虫，他很开心，也不是没有过妄想，只是他这个人吧，终究还是有自己的骄傲的。谢谢，能够给我一个容身之所，我已经很开心了。秦姑娘，你先在这边住2天吧，然后劳烦跟我出去一趟。你说的那个矿场，我还是想让你亲自带我过去看看。你要亲自去？我和你一起去？对。得到江千虫的首肯之后，秦云燕还看了一眼林锦绣。林锦绣露出笑容，笑得得体大方。好的。既然这样的话，秦姑娘一路过来也累了，先去休息吧。房间已经准备好了。小五，带秦姑娘下去休息吧。夫君，三公主离开了，朝廷那边是什么反应啊？还有那些垫背的山贼呢？什么叫垫背的？他们是自己为了自保而已。不过眼下他们的日子应该是不好过的。杨子啊，等我回来。好啊，夫君早日回来。我说，你最好是安全回来呀！我可不想挺着大肚子还要出去奔波救你。筒子，不会出现这种状况吧？比如说我挺着8个月的大肚子去救我夫君的剧情？放心吧，不会的。
没有什么比你肚子里的孩子更加重要了。哼，也不能这么说嘛，江千虫就很重要的呀。话说回来，我现在真是越来越有贤妻良母的样子了，我可真棒。后面林锦绣和系统还在嬉闹什么，江千虫已经听不到了，他也没有介意，主要是这林锦绣每天都会和这个叫统统的沟通。江公子才刚刚离开，你就开始想念你娘子了吗？秦云燕觉得不对呀，他认识的江千虫不是这么儿女情长的人才对呀。我只是在担心，我离开之后，我娘子会不会想我想得哭啊？不会吧？我看你夫人很坚强啊。哦，那都是假的。我娘子可是很喜欢我的，巴不得每天跟我黏在一起的。秦姑娘跟我娘子不熟悉，大概不了解我娘子。我娘子这个人吧，表面温婉贤良，实际上可爱得很。她够了，江公子，我想要了解的人会自己去了解的，并不想听你嘴里说。你慢慢的想着，我先回船舱了。江一啊，你说这人怎么就听不得实话呢？我家娘子本来就很好啊，我说我娘子好，又没有说她不好的意思，我没有说吧？没有，应该是秦姑娘自己的问题。夫人本来就很好，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。大哥，你在这里看什么？他搞不懂，他在浮城干得好好的，实力增加得飞快，为什么突然就被叫出来了？一起来的秦姑娘看到了吗？你觉得她如何？大哥，有了大嫂之后，你果然好了很多呀，居然知道关心弟弟的终身大事了。秦姑娘很好，可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人家又不喜欢我。不喜欢你去追呀。不过江千行，我警告你，是要因为你喜欢他才去追他的。你要是做不到对人家好，那就算了。我只是给你创造一个机会。反正这次出行目的有3个，第一也是最重要的，就是拿下矿山；第二，打消秦云燕对他的想法；第三，给江千行和秦云燕做媒。成不成的无所谓，只要办到前2点就行。让秦云燕成亲，只是为了让自家娘子更安心，心里舒服一点。江千行嘴角扯了一下，果然他大哥还是他大哥呀。秦姑娘，你好好休息吧，有什么想吃的吗？你说，我让人去做。秦云燕晕船，晕晕沉沉的，还以为是江千虫在问自己。我没事，不用担心，也没有什么想吃的。那行，你先休息吧。花荣，你说江公子是不是还在乎我的？知道我生病了，还来看我？女人呐，在没有死心之前，终归是喜欢胡思乱想的。主子，刚才来的是江千行啊，江公子不是江千虫，您是不是看错了？不是江千虫吗？瞧我这晕船晕的人都看差了。没有多大一会儿，船舱这边的门又被敲响了。谁呀？是我啊，江千行。江二公子，你怎么又来了呀？这个是我嫂嫂准备的晕船药，大夫配不出来的。我想着嫂子与我大哥那么体贴，说不定准备好的。我去找我大哥要的，还真的有，就给你拿了一瓶过来。秦姑娘，晕船肯定难受的，你先吃一颗，我去让厨房给你准备白粥，多少吃点东西啊，对身体好。主子，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江二公子对你格外的殷勤？他是不是喜欢主子你呀？秦云燕的脸红了一下，你不要乱说话，拿过来给我吃一颗。这些东西我怎么没有想到呢？果然江夫人很是体贴呀，被比下去了呀。她确实不适合江千虫。秦云燕的心里有些不开心。秦姑娘，快吃吧，吃完等下会有人来收拾啊。你吃了就好好休息啊，没事儿我就不打扰了。等一下，我能问问江二公子，你为何对我这般好吗？秦姑娘，主要是看你个女孩子就带着一个丫鬟，堂堂公主混成这样也挺可怜的。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跟着我大哥一起去，就……秦云燕脸颊通红，显然是自己自作多情了呀。江二公子，你不用多说了，谢谢你了。哎，都怪你，让我想多了吗？人家只是可怜我，堂堂公主混成这个样子，看吧，连外人都会可怜心疼她呢，自己的父皇却要推她去死。主子，喝粥吧。江二公子是真的挺体贴的嘛，不像江公子眼里只有江夫人，这不是应该的吗？世人谁不想要一个这样的夫君啊？花荣，我想通了，我应该追求喜欢我的人。燕燕，这些人是谁啊？这是萧王、江千虫，这次反贼抢亲就是他们策划的，目的就是为了救我，不让我去和亲。燕燕，你带他们来是要做什么的？舅舅，我原本以为自己必死的，所以把矿山就送给江千虫了。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能够推翻朝堂的话，除了江千虫之外，没有别人了。舅舅，朝廷即将倾倒，咱们得找下一个人寄托了。燕燕，这是你的嫁妆，既然是你送给江千虫的，那是不是表示你也要嫁给他了？不是的，小舅舅，这是报酬，是我和他做的交易。就我不去和亲，我就把矿山给他，
一座矿山换取我的整个人生，我觉得很划算，你说呢？既然你都同意了，那只能答应呗。江公子，既然是做交易，你们也做到了，这个矿山可以转手给你，你派谁过来交接？秦三老爷，我想你可能是误会了，我并没有打算派人过来接手矿山的事儿，矿山一直是你在管理，我希望你能留下来继续管理。行，那就按照你说的吧。那挖出来的矿石还是要在这里锻造吗？我的人会在半年过来拉一次，你制成铁块就行。行，那你总要留个人下来吧。秦姑娘，能否问一下，你还要回田家村居住吗？秦云燕已经是决定为了未来，为了秦家，也要和江千虫绑在一起的。当然啊，我是跟着你来的，自然是要跟着你回去的。这样的话，那江三，你留下来吧，在这边照看。是啊，主子。你们这次回去是要带些铁回去吗？铁可以制造武器，也可以制造其他的很多东西。福城那边已经开始在着手制造了，有了这个矿山，铁的问题就不用担心了。最重要的是，自家娘子心心念念的铁板好像也是可以的。大哥，不是说好了我接受铁矿吗？你怎么临时换成江三了？主要是秦姑娘呀，她要回去，你当然得跟着回去了。我以为她要留下和她舅舅团聚的，你干好你的事情就行，这些事情我有安排的。两个人说话的时候压根没有注意到，刚刚离开的秦云燕返回了，刚好听到了江千虫的话，秦云燕的脸色变得难看了。什么可怜他？感情就是江千虫吩咐的，让江千行来勾搭自己，就是为了让自己嫁给江千行，想让自己联姻，但是又不想娶自己，所以想出来这样的主意。不是，江千虫到底是个什么人呐？自己心爱的男人居然要把自己亲手推给别人，呸！虽然说已经死心了吧，可还是很难受啊。还有，他倒是要看看江千行这家伙为了江千虫的命令能够做到哪一步去。江二公子，你来干什么？江千行有些莫名其妙的，自己好像没有得罪这个小丫头吧？我是来给你家主子送药的，难受的话就吃一点。说完之后就转身离开了。秦云燕有些傻眼，不是吧？这家伙要献殷勤都不要见到他本人的吗？花荣也是一脸的无语。主子，这药吃吗？吃什么吃啊？我现在又没有晕船。那奴婢把药给收好。主子，你在生江二公子的气呀，还是生江公子的气呀？他怎么有些看不懂了？主子是喜欢江公子的，那对江二公子是迁怒吗？你去告诉江千行，我想吃新鲜水果。好啊，主子，不过我估计没有的。花荣说完就转身出去找江千行去了。花荣，你怎么到这里来了？二公子，我家主子想吃新鲜水果。江千行第一时间以为自己听错了，还又问了一遍。你说什么？想吃新鲜水果？拜托，海上哪里来的新鲜水果呀？忍一忍吧。他又不是个神仙，这一点他可真的做不到。哦，好的，我回去告诉我家主子。算了，我去看看吧。秦姑娘，你多担待一下，新鲜水果是没有的，等回去之后看看有没有吧。你可以吃些果干，这是我嫂子准备的。说完之后，江千行就转身离开了。这个态度给秦云燕气得不轻。不是，他就这个样子还想追求自己，简直是做梦嘛。之后秦云燕就开始各种作妖，老是麻烦江千行，让江千行烦不胜烦。江千虫看在眼里，瞬间松了一口气，并且确定了秦云燕肯定是喜欢江千行了。参考他娘子就看得出来，他娘子就只对他作，眼前的秦云燕简直就是一模一样的。二弟呀，我就知道你能行，多加把劲儿，女人嘛，哄哄就好了。江千行的嘴角发苦，不是啊，在他的面前说的这么大义凛然的，合着事情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吧？嫂子多好呀，又温柔又大方，还体贴。你怎么不说话呀？好的，大哥，船快靠岸了，已经能够看到岸边了。江千虫顺着目光看过去，果然是快到了，马上就能够见到娘子了。江千虫还有些开心，以往出去打仗的时候，可是从来没有这种迫切想要归家的感觉。夫君，你回来了。你慢点儿，别着急。你去看过了，怎么样？有带回来什么了吗？有铁吗？有铁吗？我想吃铁板鱿鱼呀。所以这才是自家娘子迫不及待过来迎接的原因嘛。自己还比不上一个铁块。江千虫自闭了。夫君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你见到我不开心吗？哼，狗男人肯定是变心了。童子，你看，我就说嘛，他出去一趟就不爱我了，他不爱我了。江千虫还在自我怀疑的时候，又听到林锦绣的心声，瞬间哭笑不得。带了好多铁块回来，先给你打一块铁板，好不好？林锦绣一下子就警觉起来了。啊，打什么铁板呢？不对呀，他怎么知道我想要打铁板的？江千虫一下子说漏嘴了，赶紧找补回来。
是你做梦的时候说的梦话，说想吃铁板鱿鱼，想要铁板，我记下来的。正打算问你，你说的铁板是什么样子的？筒子，我睡觉说梦话了吗？这个嘛，我也不知道啊。你睡觉的时候，我也在待机状态嘛，应该是你说的梦话吧？不然他怎么知道铁板鱿鱼的？他又不是传来的。这话说的好像也对哈，难不成他还能听到我的心里话不成？啊，我真的说梦话了？我有这么嘴馋吗？不，肯定不是我馋了，是肚子里的宝宝馋了，这不怪我。不过听起来江千虫还是挺好的嘛，起码连我的梦话都当真啊。呵呵，爱情使人降智。那夫君啊，铁块呢？会有人打铁吗？走，快点回家，我跟你说我要做些什么。铁板鱿鱼除了做个铁板之外，还要做个烧烤架呢。对呀，我可真是个天才，有了烧烤架就可以随便吃烧烤了呀。怀孕的时候馋很正常的啦。林锦绣说着说着就把自己的心情给变好了。我嫂子和大哥的感情很好，是不是？你看他们的眼里只有彼此爱。秦云燕笑着看了江千行一眼，感情好啊，我又没有说他们感情不好。铁板鱿鱼这里的人确实没有吃过，一个个闻着那个味道都快要流口水了。烤好的第一只当然是林锦绣的，好吃。江千虫看着自家娘子的心情是很不错的，当即也是笑了出来。看了一旁的秦云燕还在等待，就开口叫江千行，让江千行也去学一学铁板鱿鱼。江千行嘴角扯了一下，然后走过去学习。夫君，是啊，你干嘛叫千行去学呀？林一考的不是挺快的吗？千行喜欢秦姑娘，给她一个表现的机会嘛。真的？筒子，有这回事情吗？这原文里面也没有这个内容啊。你管那么多做什么嘛？他活下来了，改变了命运，有新的感情线也正常嘛。我也觉得这样挺好的。不过要是秦云燕不喜欢江千行的话，那还是不要强迫的好。夫君，千行喜欢秦姑娘是好事，但是咱们也得尊重秦姑娘的意思呀。她独自一个人在这里生活不容易，咱们要尊重对方。秦云燕听到这话，突然就有些感动。尊重这个词就2个字，但是之前好像从来没有人提过这个词。难怪如江千虫这样的人，也是打从心底里喜爱林锦绣的。江夫人，我可以叫你锦绣吗？我想和你交朋友。不是，突然想和我交朋友，这人想干什么呀？这个角色是个正面人物，应该不会心理阴暗吧？胡说，剧情都崩了，还能用剧情来看人呢？算了，他看起来也不是很讨厌，还是我夫君的合作伙伴，那就给个好脸色吧。当然可以啊，那我喊你燕燕吧。秦姑娘有些生疏了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了，我家里人也是喊我燕燕的。秦姑娘，你尝尝看，味道如何？谢谢二公子。接过江千行手里的铁板鱿鱼，尝了一口，倒是有些诧异了。没有想到啊，二公子手艺这么好。是吗？我第一次做，你喜欢就好。这看起来也不像是喜欢的样子呀，总觉得有些怪怪的。喜欢一个人的眼神，看到那个人眼睛都会发光的。可是江千行有种完成任务的感觉。江千虫的耳朵可是很尖的。神和人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嘛。原来是这样吗？产房里，林锦绣摸着自己肚子。筒子，终于可以卸货了。是啊，你生孩子不痛吗？你专心生孩子了。就是因为痛才要跟你说话吗？转移注意力呀。产房外的江千虫听到这俩人的对话，哭笑不得。不过林锦绣还能和系统说这些，那状况肯定是挺好的，倒是让他不那么担心了。产房里的林锦绣刚刚还有力气和系统唧唧歪歪的，下一刻就遭受到了暴风打击，好痛啊！没有人跟我说生娃这么痛啊！都怪江千虫这个笨蛋！筒子，我再也不要生孩子了。系统是一言不发，主要是他不敢说话，毕竟是他挑唆林锦绣生娃的嘛。现在林锦绣骂江千虫，没有想起他来，他要降低存在感。筒子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没有止痛药吗？你别以为不开枪就行，赶紧回答我。止痛药现在不能用嘛？你这是正常的生孩子都要经历的嘛？你跟着呼吸来，早点让小宝贝们出来嘛。系统还没有说完，林锦绣啊的叫了一声，真的好痛啊！这该死的江千虫，不生了，老子以后都不生了。门口的江千虫听到林锦绣的惨叫和骂声，已经决定了，以后都不要孩子了。这孩子怎么还没有出生啊？林锦绣痛了一个时辰，连心里嘀咕声都没有了。产婆端了一碗汤圆给她，夫人吃点东西吧，等下才有力气。林锦绣本来也饿了，接过来就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。谢谢。刚刚吃过没有多久，肚子又开始痛了，这次是真的要生了。出来了，
恭喜夫人，贺喜夫人，生了龙凤胎呢，一儿一女，一下子就儿女双全了。娘子，你辛苦了。夫君，咱们以后不要宝宝了，好不好？真的好痛啊！你最好是答应，不然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，我给你下毒。江千虫有些哭笑不得，这人真的是可爱的很。好，以后都不要孩子了，我们有儿子女儿已经够了。林锦绣满意的点头，我要看看我的大宝、二宝。儿子是大宝，女儿是二宝，这是林锦绣给孩子们起的小名儿。我好累啊，先休息一会儿了。好，你好好休息吧，我守着你。2个宝宝被放到林锦绣的边上，看起来不哭不闹的，十分的乖巧。江千虫忍不住的伸出手，摸摸这个，又摸摸那个，嘿嘿的傻笑出来。你说什么？筒子，他知道我今天要离开的事情吗？他为什么会知道呀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你们2个不用再背着我沟通了。这一句话让林锦绣彻底就傻眼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从头到尾都能够听到我和系统的对话吗？好家伙，古人也能够理解什么叫做系统吗？江千虫瞬间就黑了脸。我不懂系统，但是听多了，我也知道了。你是只能够听到我和系统沟通，还是能够听到我的心里话呀？我说呢，你是能够听到我的心声吧？我想要什么，你都能够送来。好家伙，这么明显的事情，我竟然没有注意到，还天真的以为我们心有灵犀一点通呢。江千虫，你就是个骗子呀！江千虫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坦白了心声的事情，林锦绣想的居然是这个事情，他顿时有些哭笑不得。林锦绣，到底谁是骗子呀？你才是骗子呢，你还是个贼，偷心的贼。我听得到你的心声，明知道你是装的，你是骗我的，但我还是心甘情愿的陪你演戏，附和你，一点一点的按照你的计划走，只为了达到你的预期。你说到底谁是骗子？林锦绣沉默了。如果江千虫不说这些话，那他离开的时候还能够心无负担一点。你就是要让我背上情债，是吧？让我走都走得不安宁。你既然能够听到我的心声，那应该能够理解我的吧？我有不得已的理由，我也不想离开你，我也是人，是人。江千虫看着林锦绣的眼泪就那么顺着眼角流下来，也是一阵心痛。你心里也是爱我的，对吗？不只是因为我是你的任务目标。是，不只是因为你是任务目标，我也爱你。但是对不起，我不得不离开。江千虫，我没有想到我们能够有这个告别的机会，谢谢你啊！还有，请你在我离开之后，好好善待咱们的儿女，还有大夏的百姓们。江千虫伸出手，把林锦绣给揽在怀里。放心吧，我会的。拥抱过后，江千虫转身就走，他怕自己会后悔，怕自己没有决定放林锦绣离开的勇气了。但是留下林锦绣，他会恨自己的。爱他，所以就成全他。这一刻，这个帝王也终于明白了爱的真谛是什么。江千虫离开之后，林锦绣的眼泪也疯狂的涌出，一直到林武进来。娘娘，你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我只是开心。是的，开心且复杂。江千虫选择坦白的时机太重要了，这个时候他还能够追究什么呢？门口盛大的典礼已经开始了。我的皇后，请吧。2个人牵着手，肩并肩，一起朝着龙椅走去。与此同时，天空中出现了无数的鸟儿，每只鸟儿都在叫着，仿佛在为2个人庆祝。林锦绣上前听风，今有女林锦绣为朕之挚爱，与朕大婚7载，与朕同治，立下不世之功，遂封为大夏皇后，享大夏国运，钦此。多谢皇上圣恩。童子，开始吧。下面的臣民已经自发地跪下了，呼喊皇后娘娘千岁千千岁。天空中盘旋着许久的鸟儿再次爆发出了清脆的鸣叫声，听起来像是在唱歌，更像是在欢送。江千虫一直盯着林锦绣，他知道他的皇后要离开了。宿主，借助大夏国运成功，通道已开启，请尽快前往。林锦绣没有动，眼神死死地盯着江千虫，还有自己的2个孩子。儿臣恭送母后，儿臣恭送母后。锦绣，祝你成功。林锦绣深呼吸了一口气，看着3个人，又看了一眼下面的臣民，还是选择了开始。童子，走吧。对了，我的准备放出去吧。先人借用林氏锦绣之身辅助真命天子登基成功，今已功德圆满，飞天。所有的人都在看着空中的林锦绣从下往上一点一点的升天，然后林锦绣的身体在半空的时候
化为了点点金光，洒落在地上。大部分的金光围绕在了江千虫和2个孩子的身边，这些金光温柔地洒落在他们的身上，仿佛是林锦绣最后留下来的最后祝福。直到所有的金光全部都消散了，众人这才一脸担忧地看着江千虫，痛失爱人的圣上，不会受到巨大的打击吧？江千虫的目光还留恋地望着半空里，刚才金光出现的一瞬间，他在金光里看到了另外一个女孩子，那是一个看起来16岁少女年华的女孩。他知道那才是真正的林锦绣，她的锦绣是比林锦绣还要美丽的少女。千虫啊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锦绣会离开啊？他来到我身边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了。只是他也没有想到会这么快而已。想到林锦绣刚才那个少女的形象，江千虫下意识地拿起纸笔就开始画起来。不知道过去多久，一个笑容明媚的少女就出现在江千虫的画上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你好，七人之子江千虫，你有什么愿望吗？我可以帮你实现哦。